不行，他不能这么放弃。说是真能把老九这样的男人搞到手，到时候想办法把老根给做了。反正现在是乱世，死人也很正常。袁氏当然不会知道老根媳妇儿是个很可怕的狠人，他单纯的是不想看到那个丑八怪好过罢了。今晚守夜的多了不少人，只要不睡觉的全都两个一起在附近查看，一旦发现有人靠近就大喊。午夜的时候，放风的刘屠夫发现有几个人靠近，所有人都警惕起来，可那些人并没有往里面走，只是在外面晃悠一圈就离开了。到天亮的时候，另一个方向也来了几个人，那几个人同样是在附近转了一圈，然后就离开了。看到这情况，刘屠夫去找了一下老九，把情况给老九说了说。孙九州觉得另一窝的土匪可能不太好对付，他们来回踩点儿，有可能那个逃跑的耗子去投靠了那些土匪。他跟刘屠夫出了山洞之后，来到土匪住的屋子，一脚把郭13给踹醒。郭13直接跳起来要骂人，看到是那个杀神，立马把脖子给缩了缩。两位老爷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说说吧，另一窝土匪到底什么来历？敢说谎，我现在就砍了你。孙九州一言不合就要砍人。郭13一听，害怕的双手合十，祈求道：老爷，我真不知道啊，我们上来的时间不多，我都不知道还有土匪在山上。奴三一听，问另一窝的土匪，战战兢兢地开了口：我就知道一点，说了以后能不能少打我一些？没做错事，不会有人打你们。说白了，现在不过是抱团取暖，想活下来就有个活下来的样。刘屠夫把妹子的话给他们重复了一遍。孙九州看向刘屠夫，想不到一个屠夫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。刘屠夫见老九这么看着自己，开口解释道：这是妹子说的。她说在这种乱世，单打独斗往往都是找死，只有抱团取暖才有活下去的希望。媳妇儿真是个村妇啊。孙九州脑海里又浮现出老大曾经说过的话，或者这就是一具换了灵魂的壳子。这个媳妇儿果然不一般。挺好啊，我们家姑奶奶都这么说了，你们照做就行。他差点就说漏嘴了。姑奶奶？刘屠夫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很是赞同地说道：那确实是他们的姑奶奶。是，姑奶奶的话我们会听的。郭13连连点头。行了，说说吧，你都知道多少？孙九州把视线转移到奴三身上，奴三认真地想了想，说道：他们是金火山上的土匪，头子叫张大开，他们多半也是被其他土匪给赶了才上山的。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？我昨天出去的时候碰到他们的人，其中一个我认识，我看他们在林子里找东西，也不知道在找什么，然后就藏起来了。奴三如实地说道。孙九州看他不像是说谎的样子，但是这些消息对他们来说用处不大，他可不了解附近山上有多少土匪。郭13一听是张大开的人，一拍脑袋说道：糟了，那张大开可是个狠人，之前干掉了我们不少同行，连他都被赶下山来，那外面都有多乱啊。他想到这些，缩了缩脖子，显然是心里很害怕。你可知道来张大开的弱点？他有个弟弟叫做张瑜，兄弟两个武功都高得很。对了，他们好像还去过战场。孙九州听到后面的话，眉头拧了起来。若真是上过战场的人，先不说武功多高，反应都会比一般人强。行了，你们睡吧。他说了一句，若有所思的转身要往外走，却见媳妇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站在了门口。王小夏早就来了，他们说的话他全都听清楚了。
一个上过战场的土匪头子，不仅懂得武功，恐怕还懂得战术，这确实是个头疼的敌人。走吧。他吐出2个字，转身离开。孙九州是上过战场的人，他知道若是厉害的士兵能做的事情很多，像这种2次的试探不进攻的，恐怕不是善茬。几人没走出来多久，王小夏突然说了3个字：空城计。空城计。孙九州好奇地看着媳妇儿，王小夏也是突然灵光一闪，有了这个想法。不过具体方案他还要好好想想。孙九州见媳妇儿不再说话，也不去打扰，乖乖地跟在后面。刘屠夫没有去打扰他们，悄悄地去跟着其他人巡逻去了。王小夏绕着附近来回的走，看看陷阱，又拿着棍子撩开旁边的草丛看了看。孙九州不知道媳妇儿要做什么，也学着媳妇儿的样子到处看看。2个人转了1个多时辰都没有发现什么。图图突然跑了过来，他气喘吁吁地说道：不好了，那个穿得很好的叔叔好像要死了。穿得很好的叔叔不就是莫迪那个主子？王小夏记得早上去看的时候人还没事儿，他转过身去看个究竟。图图确实好奇地问道：老九叔，你们在找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你娘在找什么，没发现什么东西。孙九州如实地告诉图图，他知道图图聪明，或许能想到什么。图图拿起棍子在树林里到处杵了杵，孙九州在后面跟着，大家就看到这一大一小都在扒拉草丛。不一会儿功夫，雷子他们也过来，都拿着棍子到处看。另一边的屋子里，王小夏查看完状况之后，很生气地问道：你们给他吃了什么？哈尼摇了摇头：我什么也没给主人吃啊。莫迪也跟着摇了摇头，然后2人的目光看向森木。森木满脸着急地看着主子：那主子还有没有救？是你给他吃了什么？王小夏大概猜到就是这个傻子喂的。森木一脸自责地说道：我看主子很虚弱，就把身上的那参片给主子吃了。哈尼一脸要气死的样子，冲着森木就吼了起来：森木，你就是个蠢货！主子身体太虚，根本就不能吃这大补的药物。你身上那片参片可是500年的老参，我真想弄死你！他吃力地爬起来，跪在地上给王小夏连连磕头：起来吧，死不了，诊金加倍，下次别作死。还有一窝土匪就在附近，危险性很高，你们最好别在这里添乱，不然都赶出去。王小夏说完，起身就走出房间。有蛇，这里有蛇！图图看到几条小蛇在草丛中，他害怕的大喊起来。孙九州一听，立马把图图抱到旁边，可正当他要动手去打蛇的时候，却被媳妇儿给止住了。等等，别打，全都去山洞口集合。王小夏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回头看了姐夫说道：姐夫，去把郭13那些人也叫上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九州家的人都到齐了，发现什么你就说吧。孙青毛查看了一下人数，全都来了。王小夏拧着眉头，虽然脸上围着布，旁边的人都能感觉到他似乎在生气。娘，您说，刚才郭13告诉我们，另外一窝的土匪头子从过军，而且功夫了得。昨晚上他们来探路了2次，恐怕不是那么好对付。那怎么办？跑吗？孙阳光听完追问道：跑哪儿去？连这些人都被逼到了山上，你觉得我们下山还能有活路吗？孙九州听完摇了摇头。孙阳光顿时没了声音，有些人眼神中也出现了绝望。王小夏看着这些没经历过大事的村民，他们都很淳朴，应该过平静的生活。可是人逢乱世，大家都没得选择，只能好好的去面对。大家别那么悲观，我们现在的人也不少，所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
他一脸坚定地说道。孙九州看着媳妇儿眼中的坚毅，很是期待地说：你说，我们都听你的。刚才我们在附近发现有蛇，郭十三，你说说看，你们家那个耗子是不是很会用药？姑奶奶这么一提，郭十三马上激动地站起身来。耗子那小子抓蛇可是一流啊，他很会配置这样的药。那就对了，敌方很厉害，他们不仅要把我们一网打尽，还想不浪费人力，所以估计用不了多久，这里就会有很多蛇。昨晚来的那2窝人不是来踩点的，而是来放引蛇用的药粉。王小夏把自己的推测告诉大家。看来这个张大开是个人物，连这样的办法都能想得出来。这也太歹毒了。孙李正听完有些激动起来，王小夏安抚地看了李正书一眼，然后又说道：既然他们那么能动脑子，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失望了。大家收拾一下，要让他们以为我们害怕跑了。记住，只要收拾包袱，其他的都别带，匆忙的情况下是顾不了那么多的。他觉得只要敌人上门，他们也可以守株待兔。毒药是吗？他也可以做，到时候看谁能拿到好处。此时哈尼和森木都过来了，他们感激恩人，想看看能帮上什么忙。听到恩人这么说，哈尼马上就站了起来。恩人，我那里有毒药，若是需要，我可以帮忙的。众人看向哈尼，大家也知道他是个大夫。多谢了，说是可以帮忙最好。王小夏觉得有个大夫做帮手的确很不错。顿了顿，王小夏又继续说：你们现在回去收拾一下，一会儿就先装作逃出去，等天黑的时候我们再回来包抄。关门打狗总比我们天天神经兮兮的好。哈尼和森木一听眼睛亮了，想不到恩人居然这么厉害，居然还会用战术。孙九州深深地吐了口浊气，这个媳妇儿到底还会给大家多少惊喜，居然连战术都会。王小夏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暴露了什么，他又给大家说了一些细节，说完之后就让各自回山洞收拾东西。等其他人都离开之后，孙青毛又问了一句：那山洞里的那些肉要带上吗？爹，我们还要回来的，走的时候我会在这2个山洞都撒满药粉，带上包袱就行。王小夏说了一声，先出了山洞口。走到山洞口，他扯着嗓门大喊：快跑，这边好多蛇，不能住了，大家快跑！听到王小夏的声音，山洞里的人都跑出来了。王小夏让大家都大声喊，要让对方在附近的人知道他们是因为怕蛇所以跑了。王小夏告诉姐夫，让姐夫带着他们往挖竹笋那个方向跑就成。那边有个山洞，伤员能有个落脚的地方。然后他每个山洞都去了一趟，把空间里留下来的一些药粉撒在几个里面。做完之后，他小跑地追上去。挖竹笋的地方很近，回来也比较容易。他们把人送出去之后，王小夏留了新人守着，他和孙九州还有雷子去打探消息。果然，没等他们离开多久，那边就有了动静。之前有2个人在四周转悠，现在多了不少。他们似乎是想确认山洞里的人是不是真的都走了。媳妇儿，你真厉害，他们都有些迫不及待了。孙九州在旁边一脸崇拜地看着媳妇儿。王小夏察觉到孙九州的眼神有些怪异，这才意识到貌似自己又暴露了什么。哎，为了活命，他只能装傻。别看着我，再看把你眼睛堵瞎了。他冷冷地回了一句。孙九州不怒反笑，媳妇儿生气的样子很可爱。老二也说了，媳妇儿是个面冷心善的人，肯定不会真的生气。王小夏发现警告完毕之后，某人还盯着他看，他只能无奈地离他远一些。他们蹲在一处草丛里，用那些杂草做了伪装，即便是要闪开，也不能从草丛里出去，免得被发现。
所以他们的距离还是很近。而他们在前方打探消息，那边山洞可就没那么消停了。所有人都进了竹林的山洞，确实有些拥挤。孙老根他们几个本来就不招人喜欢，这会儿都被挤到了山洞口，几人干脆坐到了外面。妈的，早晚有一天，老子要弄死孙阳光那个蠢货！孙石墨低声骂道，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。袁氏用手肘撞了撞自家男人，低声说道：闭嘴吧，大头还在里面呢，一会儿给他们听到，把大头也扔出来。孙石墨看了宝贝儿子一眼，不得不说，那些人讨厌他们，对儿子还是很好的。豆子有的，大头也都有。这2天，大头跟豆子住在那边山洞，这也是怕出了事儿，那些人不救他们，故意这么做的。孙老根眼中是满满的痛恨，他们没孩子，什么便宜都占不了，只有被奴役的份儿。他不想再过这样窝囊的日子。孙老根媳妇儿心里也有恨，恨自己肚皮不争气，也恨山洞里的那些人。他眼珠子滴溜溜转悠着，突然站起身来说句小姐，然后转身往林子的另一个方向走去。孙老根心情不好，也懒得理会自己婆娘，他想着跑出来了，一会儿能吃什么。孙老根媳妇儿小跑着出了竹林，他决定去给那些土匪告密，看看能不能换得自己平安。反正家里那个男人也是个废物，说不定到时候还能在土匪窝里找个年轻力壮的。哼，什么破玩意儿，谁稀罕？他整了整自己的衣服，心里想着一定会找个更好的。他心情变得好起来，也没那么胆小了。可惜如意算盘打得啪啪响，却不会那么容易实现。这位嫂子是打算去哪儿啊？没等老根媳妇儿得意太久，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了面前，是那个带回来的大夫。老根媳妇儿咽了咽口水，找了个借口说道：小哥，我想下山，这山上呀实在是不能待了。这位嫂子若是要下山，可以等着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回去吧，不然死在这里可就不好了。哈尼根本不相信这村妇说的话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好啊。老根媳妇儿听说这些人身上都有功夫，她可不敢乱来，只能乖乖地跟着回去。山洞口，所有人都看着老根媳妇儿被哈尼给带回来，都很好奇地站起身来。山洞里有人也出来了，看到这一幕，大概明白了什么。孙阳明看向哈尼，客气地问道：哈尼兄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这位嫂子说山上不能待了，想要下山。哈尼把原话告诉他们。孙阳明一听，哪能不明白老根媳妇儿的真正用意？恐怕是要去给那些土匪报信，换些什么好处上来。他满心怒火地说道：老根家的，你们若是要下山，等这件事情之后就滚吧。孙老根发猛地看了孙阳明一眼，随后上前一个耳光抽在媳妇儿脸上。你个蠢婆娘，要找死不成？要死你自己去死，别带上老子，看老子我不打死你！老根媳妇儿被一顿暴打，却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止，可见老根媳妇儿的人缘是有多么的差。最后还是哈尼看不过眼，才在旁边喊了一声：哎，行了，一会儿打残了，遇到情况你还得背着跑。孙老根这才停下手，看着婆娘鼻青脸肿的样子，他一肚子火气，一拳头打在石壁上。孙立正长长的叹了口气，这几个不省心的确实是个麻烦，可终究是一个村子的，他不忍心。不过为了不拖累大家，他还是开了口：这件事情之后，老根，你就带着你媳妇下山去吧。都是一个村子的人，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，就没商量的余地了。立正说，这不关我的事啊，
我一直都在门口蹲着，不信你可以问石墨。孙老根一听说要被赶走，上前跪在了李正面前。他即便再傻也不会去找死，这个婆娘既然不愿意跟着，那就随便她了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对，让他们滚！九州家的为了我们那么辛苦，又是给我们诊病，又是给我们吃饭，那婆娘实在是太可恶了。孙阳光直接开口就骂了起来。老根媳妇儿身体颤了颤，这该死的男人在关键时刻居然敢丢掉他，即便要死，他也要找个垫背的。我只想下山拿些粮食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啊？还有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不是你让我去的吗？说完，他坐在地上嗷嗷大哭起来。孙老根又懵了，他什么时候叫这个婆娘下山拿粮食了？哎呀，我怎么那么命苦啊！老根媳妇儿见老根似乎在想什么，他又继续哭了起来。听到这哭声，众人脸色都不好看。孙阳光实在是受不了，大喝一声：要哭死出去哭，别在这里祸祸大家，免得大家忍不住一会儿在这里直接把你打死，扔出去喂狼。老根媳妇儿瞬间闭上了嘴。山上喂狼的可不少，即便是真把他打死扔出去，恐怕也没人会作声。行了，你们找人看着他，等这件事结束了，我问九州家的怎么处置吧。孙礼正有些疲惫地说了一句，闭目养神起来。孙阳明听完爹的话，上人把那4个人都看住，其他人分批开始休息。此时，另一边的草丛里，王小夏蹲的腿有些麻，可对方放风的人就在不远处，他也不敢动，最后直接就跪在了地上。孙九州见媳妇儿是顶不住了，小心翼翼地把身体挪了挪，确定不会引起外面人的注意，他心疼地给他揉了揉小腿。王小夏愣了一下，想不到这5大3粗的男人居然也有这么细心的一面。他的小腿确实酸疼难受，而他揉捏的力道刚刚合适，让他觉得渐渐放松下来。大概过了半簇香的时间，附近的盯梢的人总算是离开了。孙九州赶紧让媳妇儿坐下来，又给他揉了揉膝盖。你以前经常伺候你媳妇儿？王小夏突然问了一句。没，之前那个是我义父做的媒，我们一直聚少离多，所以我不会哄媳妇儿。信你个鬼啊！孩子都生了6个，还装成这样。王小夏拿开了他的手，依旧是冷冰冰的声音。那些人应该也差不多来了，去把其他人叫来，要会拉弓射箭的不要靠近，他们身上估计都备有毒药。好，我这就去，你小心些啊。孙九州听话地退出草丛，跟旁边的雷子打了个手势，让他好好的保护媳妇儿。不一会儿功夫，孙九州把刘屠夫和森木还有哈尼和莫迪给带了过来。森木和莫迪身上都有重伤口，能够顶着那样的痛出现，王小夏不得不怀疑这2人身经百战。他从草丛出来，带着大家埋伏到山洞上面的草丛里。等了大概半个时辰，那些人果然来了。孙九州看着心痒痒，但媳妇儿没开口，他也没有动，大家就趴在上面静静地等着。森木看到那些人就要动手，被莫迪压了下来。森木有些不情愿，却还是乖乖地趴下。老大，他们山洞里肯定有很多好东西。耗子一脸谄媚地跟在张大开的身后。张大开眼睛如同老鹰，他四周查看一番，并没有急着往山洞里走。这的确是个落脚的好地方，2个相邻的山洞都能住人，那边还有一个，附近还有现成的陷阱，即便是猎物靠近，他们对付起来也容易许多。你那些药不错，等搞定这里，老子有赏。他看了一眼旁边的耗子，
他们身边确实缺个懂医术的人，这样兄弟们可以少吃些亏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张大开带着人进了最大的那个山洞。进去之后，发现里面的被褥居然都铺在地上。章鱼看到这一幕，笑呵呵地说道：哈哈哈哈，这是被蛇给吓跑了。耗子，你可以呀，真有一手啊。耗子点头哈腰，一顿奉承道：还是二当家厉害呀，把那些陷阱都识破了。章鱼大声地笑了起来。张大开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居然还有人连皮褂子都没有带走。这年头，皮褂子可值不少钱，即便是要跑，也不会把这东西给丢了。糟糕，他们难道……意识到了什么，他大喝一声：走，赶紧离开！而此时没有内力支撑的几个土匪身体摇摇欲坠，随后跌倒在了山洞里。这是上当了，快跑！章鱼见状也意识到了不对劲儿，带着人跑出了山洞。嗖嗖嗖，王小夏手一挥，朝那些跑出来的土匪乱箭射去。土匪们着了道，眼睛都是花的。虽然都跑了出来，很多人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。耗子连忙从身上拿出了几颗清毒丹，自己吃了一颗，剩下的给了2位当家的，还有几个身边的人。吃了清毒丹之后，张大开感觉稍微好了一些，带着人麻溜地往外跑。王小夏他们则是趁热打铁，把身上的剑用完之后，沿着旁边滑下来，然后冲了上去。女将啊！森姆一脸崇拜地看着这个嫂子，简直比男人还要猛。张大开见不是这些人的对手，带着弟弟朝之前看好的路线一路奔跑。孙九州和森木上前拦截，孙九州对上张大开，森木对上章鱼。奶奶的，居然还敢跑！看老子今天不弄死你们！森木说着话，手中的宝剑挥了出去。张大开他拔出剑，朝孙九州袭了过去。孙九州手里拿着大刀，一边应付着张大开，一边努力回想这个人是在什么地方见过。没错，他可以肯定这人见过，就是记不起来是在什么地方。你之前在哪个军营啊？他干脆直接问道。张大开愣了一下，想不到对方居然知道他从过军。他努力回忆着自己见过的那些人，对眼前的人却没有什么印象。孙九州见对方不吭声，手中的剑更密地朝张大开袭去。张大开冷冷一哼，一脸高傲地看着孙九州：老子做什么的，干嘛要告诉你？除非你能打得过老子。孙九州见这是个硬骨头，也就没再啰嗦。10几招过去，他觉得有些吃力起来。因为内力不能使用，而对方的内力貌似不弱，再这样下去，他恐怕要吃亏。而且他发现张大开的手下还有几个厉害的，似乎都有功夫和内力，不太好对付。王小夏看出了孙九州的吃力，他的内力因为中毒的原因几乎是被禁锢，要对付有内力的人定然不容易。他干掉身边的土匪之后，快速冲了过去。让开，我来。他说完，将他推到一旁。孙九州傻愣了一下，随后动手对付旁边功夫好的土匪，但是他不敢离得太远。张大开有内力，媳妇儿即便是身手敏捷，恐怕也不是人家的对手。他稍稍喘口气，还要继续上。张大开没有小看眼前的妇人，因为他发现所有人都在听他的，恐怕也不是个简单人物。王小夏不会这个年代的武功套路，但是他练过一段时间的剑。他用脚尖勾起地上的一把剑，挥舞着朝张大开袭去。奇怪，这是什么剑法？张大开很好奇，这剑法很快，越来越快，快得让他接不住。孙九州和其他人也傻眼了，想不到王小夏居然还会舞剑，那剑法还十分神奇。
不过很快王小夏就顶不住了，因为对方有内力，内力化成剑气之后，他根本抵挡不住。喉咙里一阵辛辣，他摔在地上吐了一大口血。小夏！孙九州见媳妇儿受伤，也不管是不是中毒，拿起大刀再次冲了上去。你小心些！王小夏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，就好像心口憋着气，只觉得把血吐出去才会舒坦起来。张大开也意识到眼前这妇人没有内力，说是有内力修为，他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所以在打败他之后，他麻溜地跑了。孙九州追了一段路程之后，担心媳妇儿又跑了回来，看着媳妇儿无力地躺在地上，他赶忙把人给抱起来。媳妇儿，你哪里难受啊？跟我说说。他看他的脸色越发的苍白，有些担心。哈尼见状过来查看了一番，随后说道：他是被剑气伤了，需要内力逼出剑气。内力？孙九州立马把人扶着坐起来。不行，让开！王小夏知道这个家伙要做什么，说是动用内力毒气乱窜，在没有找到其他药材之前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孙九州看了媳妇儿一眼，媳妇儿这是在担心他，他心里很感激，可是他不能看媳妇儿难受。我来试试。莫迪说完，走到王小夏身后坐下。孙九州扶着人坐稳身体，莫迪抬手一掌附在王小夏背上，王小夏感觉到一股舒服的气息入体，他迷迷糊糊的想要闭上眼睛，却又想起山洞里的毒解药还没给大家，咬破了嘴皮子撑着。他身体前倾，再次吐出了一口黑血，浑身松了下来。好了，让嫂子休息好，很快就能恢复过来的。莫迪的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，他本来身上就有伤，使用内力之后，脸色就更加难看了。多谢。孙九州满心感激地说道。王小夏从身上拿出了3包药粉，交给莫迪，吃力地张了张嘴。每个山洞里烧堆大火，把药粉撒在火里面，出来等半个时辰再进去就可以了。啊，放心，我这就让人去弄。莫迪说完，拿着药粉转身离开。终于把要交代的交代完了，王小夏眼睛缓缓闭上。小夏，韩妮，他怎么了？孙九州看到媳妇儿晕过去，十分担心地看向哈尼。把其他人叫到山洞，我们商量一下下一步要做什么。好。哈尼把老跟媳妇儿下午逃跑的事情告诉了他们。二虎听完一肚子的火，他们在前面对付敌人，这个娘们儿居然还想着逃跑。我看那娘们儿是想要去给土匪报信吧。刘屠夫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王小夏觉得老跟媳妇儿很有可能是去给土匪报信，看来还是对那个女人太仁慈了。九州家的，你看怎么处置吧。孙礼正提到这些人就发愁，暂时让人看着，我们先把别的事情处理完了再说。王小夏现在可没有精力去理会那个女人。孙礼正让阳光把老根他们几个都赶出了山洞，孩子们也全都去外面等着，留下的人商量下一步要做什么。等着那些人走了之后，王小夏把心里的想法跟大家说了说。没事，好好休息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给你，等他醒来给泡水喝。这是参片。孙九州自然是见过这东西。这是500年的参片，很适合被剑气伤到的人修补元气。哈尼认真的解释道。说完之后，有些惋惜的叹了口气。唉，可惜了，被那些土匪袭击的时候掉了一些，如今就剩几片了。啊，多谢了兄弟。孙九州之前去置办过药材，自然知道这500年以上的人参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。他们愿意拿出来倒是出乎他的预料了。哈尼摇了摇头回道。
若不是你们出手，我们几个可能都死了。我去看看其他人。王小夏感觉自己睡了好久，醒来之后整个人都精神起来。今天这一战他们恐怕也元气大伤。走，老九，今天这一战他们的损伤不小，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再来。不过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，毕竟他们那边好几个有内力的高手。是啊，若不是他们进山洞闻到那些毒药，我们可能都不会是他们的对手。莫迪觉得嫂子分析的没错，森木很是窝囊的一拳头打在地上，气呼呼地说道：若是老子身上没有伤，肯定砍了他们那些王八蛋。可不是，孙九州心里也很郁闷，若不是身上有毒未解，张大开绝对不是他的对手。没法子，谁让他们都是些病号伤员。王小夏见他们郁闷的样子，一脸微笑地说道：大家准备一下，晚上我们去偷袭。偷袭？二虎满心惊讶地瞪圆了眼睛。对，趁他病要他命，若等他们恢复元气，我们就更加没有办法收拾他们。而且今天我还在他们的身上做了手脚。王小夏早准备了让土匪全身无力的药粉，今天才能成事，不然还有的斗。众人听完眼睛一亮，司慕认真一想，这个妇人能和懂武功的交手确实不一般。莫迪则是伸出了大拇指一顿赞：嫂子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您是给他们下了毒吧？没错，这也算是礼尚往来。不过这毒的药效只有12个时辰，所以今晚我们必须动手。王小夏用的是在那本医书上刚刚学会的毒药，无色无味，就是药效有些短。一直没吭声的格桑好奇地看向王小夏，这真是一个山野村妇，即便是带兵打仗的将军，恐怕也不一定有这样灵活的反应。他忍不住欣赏他，多看了几眼。雷子同样很震撼，想不到将军的眼光如此独到，这村妇简直就是个神人。眼见众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，王小夏反倒是有些心虚起来。你们看着我做什么？以前我师父给我讲过很多的话本，就有这样的情况。不过那毒药我第一次炼制，倒是担心药效不够。孙九州相信媳妇儿的话，更不想让其他人怀疑媳妇儿的身份，连忙说道：时间紧迫，大家收拾一下，我们现在就去弄死他们。哈尼给大家检查了一下伤口，除了二虎身上又有了一处比较深的刀伤之外，其他人都是小伤。二虎，你身上伤口太深，一会儿让图图给你重新处理一下。王小夏发现二虎的伤口还在渗血，肯定是包扎不好才会变得如此。二虎想要跟着去对付土匪，孙九州也开了口：山洞也需要人看着，我们不能所有人都去。万一土匪窝还有帮手，你们的人那么少，他们还有功夫在身上，这可咋整啊？二虎想到那些人连老九哥都不是对手，若是人太少，恐怕会有危险。人少？王小夏瞟了山洞外面一眼，嘴角扬了扬。这不是有现成劳动力吗？这个时候正好用上。郭13，带着你的人跟我们走。郭13战战兢兢地问道：去干嘛？当然是去打土匪了，还不赶紧抄家伙走！森木吼了一嗓子，郭13吓得跌坐在了地上。他哪敢跟张大开对着干呢？那不是找死吗？他哆嗦着2条腿，哭丧着脸：哎呦，我就一菜鸟！森木直接把剑架在了郭13的脖子上：不去，我马上就弄死你！去，现在就去！王小夏在山洞口看到这一幕，差点没笑出声来。郭13是个欺软怕硬的蠢货。他突然想起孙老根他们，扭头看向二虎，说道：你把那2个人带上，总不能让他们天天偷懒。若是他们有歹心怎么办？
二虎担心地说道：“放心吧，孙老根怕死，孙石墨最宝贝他那儿子，我们把他儿子养好了，他不会去做蠢事。”王小夏把两人的情况给二虎分析了一遍。二虎觉得九州嫂子说的很对，便让刘屠夫过去把人给带上。孙老根和孙石墨听说要去打土匪，两人都脚软的不行，可被二虎吓唬了几句，两人也只能乖乖的拿起2把斧头跟了上去。王小夏站在山洞外面，把人数清点之后，就把人分成了2组，一组他和孙九州带队去打前锋，另一组进去帮补刀。森木，你带着郭13他们去补刀。王小夏看着一脸等待号令的森木，森木一听不满地说道：“九州嫂子，我更适合打前锋。”闭嘴，服从安排。格桑在旁边喝了一句，他一直在观察这个妇人，他不仅脑子转得快，而且很快能摸清对方的性格。他猜想着不让森木打前锋的原因是怕那小子太过冲动，而森木虽然受了伤，可功夫不错，用来带着那群菜鸟补刀最合适不过。是。森木见主子发话，心里再多不满也不敢再吭声了。王小夏看了格桑一眼，发现这人看自己的眼神有几分奇怪，不过他很快就回过神，继续安排其他人。整装待发之后，他带着人朝之前土匪离开的方向寻找。不到半盏茶的功夫，果然看到有个山洞，山洞口有2个土匪在门口巡逻，他们看上去很疲惫的样子，一边来回的走着，一边打着哈欠。王小夏给大家打了个手势，大家蹲下身来。他认真的回忆了一下这个山洞的情况，里面很大，石壁时常有水落下，到春天的时候，这样的地方最容易有蛇出现，所以他觉得不太适合居住。再细看周围的情况，洞口树砍了一些，地上有火烧的痕迹，说明他们不仅住在里面，还在里面做饭。此刻恐怕他们还在里面疗伤。他给孙九州和莫迪打了个宰杀的手势，两人偷偷都往旁边走开。走到了山洞口的时候，出手将2个要昏昏欲睡的土匪给打晕，2个土匪连叫喊的机会都没有，就倒在了地上。王小夏让其他人在原地等着，他悄悄地来到洞口，朝里面看了一眼。山洞里点着火，耗子在给那些人收拾伤口，张大开一脸发黑的坐在旁边吃着兔子肉，阴沉的没有说话。大哥，那些人太强了，实在不行，我们还是换个山头吧。张瑜觉得他们根本不是那些人的对手，可张大开却是满脸愁容的摇了摇头。恐怕不弄死他们都不行了。为什么？难道……张瑜看大哥脸上的表情，似乎也猜到了几分。他顿了顿，又冷冷一哼：又不是我们的错，都是那些混蛋，不然我们也不用落草为寇啊。大哥，我们还是走吧，现在世道那么乱，只要我们换个地方隐姓埋名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但愿如此吧。若是要走，现在就离开。张大开说着就站起身来，却感觉浑身无力，眼睛还有些花。不对，他怎么感觉有中毒的迹象？糟糕，对方肯定是个很厉害的大夫，不然之前在山洞他们也不会集体中招呀。现在马上走！他使劲咬破舌头，让脑子清醒一些。好，我叫他们一声。张瑜说完站起身来，却见门口一道身影闪过，他顿觉不妙地喊道：他们来了，快走！李彤、许宁，你们护着大哥往里面跑。李彤和许宁都站起来，李彤没事儿，可许宁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在地上，显然他也中毒了。李彤，带大哥先走！张宇喊了一嗓子，
举着宝剑朝迎面来的敌人砍了上去。李彤点了点头，上前背起摇摇晃晃的老大往山洞里跑。其他几个土匪见状，在这边挡着，为老大拖延时间。王小夏看到这一幕，倒是挺佩服这张大开的本事，至少手里有一群效忠之人。嫂子，您休息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莫迪上前踹开眼前的土匪，尽量留活口，一会儿让他们把山洞里的粮食全都搬回去。王小夏吩咐了一句，在旁边找地方坐了下来。莫迪有些没明白嫂子这是要做什么，但是主人说了，出来之后全听这位嫂子安排。孙九州看着媳妇儿坐在那儿发呆，上前问了一声：那两个可能跑了，我带着人去后面看看。不用了，把东西搬回去，我们回去吧。王小夏回过神，有些事情他还需要证实一下，现在人太多，很多话不好说。王小夏带着人在外面的木屋开了个会。王小夏若有所思地说道：我有个想法，看看你们怎么想。九州嫂子说就行。孙木发现这个妇人简直就是个天才，他从来都没有碰到过这样厉害的女子。对，你说就是了。二虎也在旁边搭了一句。王小夏见大家都期待的眼神，便是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。现在山下情况，无论谁也说不清楚。张大开他们这些人还是比较厉害的，我想着要不要拉拢他们，这样一来，这个冬天我们就不用再害怕再有人来跟我们抢地盘了。孙九州眼里一抹金光闪过，他觉得自己这媳妇儿简直是不得了，这脑子转得真快。格桑也是好奇的看着眼前这妇人，这样的人才说是领军杀敌，那得多厉害啊！同意。孙九州第一个举起手来，几乎是每个人都举手，哈尼却是有些担心的说道：那个张大开也是个聪明的，他不一定会同意，而且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，怎么去找人呢？放心吧，他肯定会回来的。嫂子为何这么肯定啊？莫迪不解地问道。王小夏看了大家一眼，说道：你们想想当时我们进山洞的时候，他那些手下是如何护着他的，说这个人没有点义气，怎会如此得人心，更何况他亲弟弟还在我们手上。其实他心里还有个猜测，那几个有功夫的都是逃兵，他们是不能见光的，若是被人举报，等这次战乱过后，照样也会没有好日子过。大家回想了一下之前在山洞里的情况，确实像九州嫂子说的那样，全都认同的点了点头。你们谁有内力，一会儿我给做个小玩意儿，你们喊两嗓子，就说若是明天中午之前不出现，就把人都杀了。行，这件事我和森木去办吧。莫迪把事情给担了下来，剩下的事情王小夏也没有再多说。孙九州留下来，把今晚守夜的人分工出来。等把一切都吩咐好之后，他们从屋子里出来。王小夏已经把东西拿了过来，这是之前在别的山洞里捡到的坏锅，锅底有个大窟窿，不能用了。他找来一个竹筒做成喇叭状。大家都好奇地看着这个东西，等待着一个解释。被这么多好奇的目光看着，王小夏淡定地说道：这其实是按照喇叭的样式来做的，说是有内力可以起到扩音的效果。什么是喇叭呀？莫迪嘴里问着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偷偷地看了一眼主子。格桑满心惊讶，这妇人居然知道东洋国的东西，她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王小夏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喇叭，只能找来炭笔，在一张纸上把喇叭的图案给画了出来。众人看完更加的惊掉下巴，想不到他居然会画画，而且还用的不是笔。王小夏心累，弄一个东西出来，得想办法找个好点的借口，不然以后还会露馅。这是我师父教的。
他教的很多东西我现在也没有搞明白，而且很多都想不起来了。他挠了挠脑袋，装作很努力去想的样子。想不明白就别想了，免得一会儿头又该疼了。孙九州心疼地看了媳妇儿一眼。王小夏借梯子就往下爬，大家也就没有再多问了，各自忙活去了。等其他人都走了，王小夏又把孙九州给叫了回来。你一会儿把那3个人先带进来，我猜他们可能是逃兵，说不定以后你能用得上。他低声地跟孙九州说道，这才是他留下那些人的最终目的。孙九州听完，眼睛一亮，激动地拉住媳妇儿的手。媳妇真好，什么都替为夫着想。王小夏吓了一跳，怕被其他人看到，赶忙甩开他的手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只是不想老二心中的英雄没用武之地。说完，他转身进了山洞，心却是砰砰乱跳的厉害。孙九州看着媳妇儿渐渐消失的背影，站在原地傻傻地笑了起来。雷子见将军这副模样，凑上前竖起大拇指说道，将军眼光果然独特，这妇人实在是个高明之人。哼，那是自然，赶紧干活，收拾完这群兔崽子，我们应该可以好好休息几天。孙九州一脸高兴，干劲也足了不少。王小夏刚进山洞，就见小团子高兴地跑了过来。娘，您看他们也有不少好东西，我们的药材不用去挖了。图图把从敌人手里缴的药材捧过来，里面有不少好东西，还有一些药材他都不认识。王小夏接过来翻开一看，还真是有不少好东西。耗子是昨天才跑的，这些药材不可能那么快能找到。看来这个张大开还真是有2把刷子，不仅智商高，有武功有内力，居然还通晓药理。这样的人若是能留在孙九州的身边，那绝对是如虎添翼。不对，他干嘛老为那家伙着想呀？是因为几个孩子吗？对，肯定是因为那几个孩子，不然他操这个心干嘛呀？图图不知道娘在想什么，他也不敢打扰，静静地在旁边等着娘有什么吩咐。此时老二一蹦一跳地从山洞口跑了进来。哇，娘，您太厉害了！莫迪叔叔的声音让整座山都能听到，那个土匪头子肯定也能听得到。他一脸崇拜地看着娘，越发觉得这个娘是无所不能的。王小夏把里面的一些新药的药效和特点跟图图说了说，说完之后他有些累了，回去躺着睡了下来。天差不多亮的时候，张大开带着李彤来了。张大开惦记着弟弟的伤势，他们等着人最容易打瞌睡的时候来了。两人背着剑，身上拿了不少的药粉，可他不会想到，他的心思早就被孙九州猜到了。看到天快亮的时候，孙九州就把章鱼和其他2个会功夫的挂在了大树上。章鱼被堵着嘴，脸上身上都抹了不少血，这些都是兔子血。既然要用人家，他没打算真动重刑。张大开看着浑身是血的弟弟，还有另外2个兄弟，气得整个人都有些暴躁起来。李彤见老大发怒，上前拉着人摇了摇头。张大开稍微平息了怒气，他知道现在不是救人的时候，他得去下毒，毒倒那些人，他们才有机会把兄弟们救出来。孙九州看到张大开出现并没出来，而且都找地方藏起来，看看张大开想要做什么。张大开带着李彤来到厨房的门口，看着里面挂的肉，他们还真是羡慕。这样的时候，这些人还能囤下那么多的肉。这些肉很多没有皮，他们不免怀疑这些是不是人肉。想到这个可能，两人都忍不住打了个哆嗦。战乱的时候，他们不是没有见过吃人肉的，现在想来还心里有些发怵。孙九州见他们进了厨房，冲上去撒了把药粉，然后把门给关了起来。
张大开不会想到，原本想要对敌人下毒，现在反倒被人下了毒。老大，他觉得没力气了。李彤说着话，跌倒在柴火上。张大开努力摇了摇脑袋，可这药实在是太强了，他想从身上把清毒丹摸出来，却是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，就晕了过去。晕了，都晕了。雷子从窗户看到里面的情况，高兴地喊了一声。听到雷子的声音，孙九州打开房门，拿着绳子把两人绑着扔到旁边的木屋，又让人把挂在树上的几个人放了下来，可别真的把人给冻死了。黎明到来那一刻，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，突然多了那么多人，木屋子还得盖。吃过早饭之后，大家又开始忙碌起来。王小夏把那些俘虏都喂下毒药，然后让二虎赶着他们盖房子。如今人多，房子得盖大一些。郭十三见这个妇人那么厉害，非常积极地带着人动手干活。那几个小喽啰也很听话，不过那叫耗子的就倒霉了。没做到一会儿功夫，郭十三就带着人去找茬儿。一个早上下来，耗子挨了2顿打。对于耗子这样的叛徒，二虎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要不把人打死，他也不会管。木屋里，张大开和章鱼兄弟几个还昏迷着。昨晚吹了那么久的冷风，章鱼发起了高烧。张大开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午后，他发现自己能动了，看看身边的弟弟，连忙大喊起来：来人，快来人，救救我弟弟，快救救我弟弟！外面的人干活都忙得热火朝天，这屋子门口就王氏和方氏守着。他们一边守着这些人，手上还在忙着编藤篮。听到里面的人喊，王氏起身走过去，摸了摸章鱼的额头，还真是滚烫的厉害。九州媳妇儿说了，这些人对九州有用，不能死了。张大开发现内力还在，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，似乎他中毒了，他不敢轻举妄动，只能苦苦哀求：大娘，求求您帮帮我弟弟，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了。既然是唯一的亲人，为何要做土匪，害人害己啊？王氏好奇地问了一句：大娘，我们实在是被逼得无路可走，才会落草为寇的。张大开无奈地说道。王氏叹了口气，之前媳妇儿也说了，很多也是被逼着没吃没喝上山做了匪。他看了一眼这小伙子，站起来说道：你等着，我让我大儿媳妇儿给你弟弟看看，我们也只是山下的村民，想找个地方过冬，居然会惹来那么多破事，这年头真是太折磨人了。张大开有些不相信大娘的话，山下的村民能这么厉害，莫不是这村子里以前出了很多人才？没一会儿的功夫，王小夏带着药箱子过来了。他不仅查看了章鱼的情况，还把其他几人的伤口都检查之后，然后把抓好的药交给老四。你这伤口不处理会很麻烦的，躺好别动。他说着话，让小团子过来帮忙。这是昨天带头攻进山洞的那个妇人，她居然还是个大夫。张大开有些惊讶，回过神之后，他着急地问道：我弟弟怎么样了？我弟弟他死不了，普通风寒罢了。王小夏淡淡地回了句：怎么可能？他身上都是血。张大开不相信这话。图图在旁边笑了起来：那个叔叔身上的伤，我娘早就处理好了，他身上抹的是兔子血。那旁边厨房里被剥了皮的肉呢？张大开不相信这些人会对弟弟他们手下留情。王小夏好奇地看了张大开一眼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那些是狼肉，皮剥下来做袄子了。你们该不会觉得那些是人肉吧？那得多可怕！图图脑子里回荡着一幅画面，随后打了个大大的哆嗦，跌坐在地上。王小夏察觉到图图的不对劲儿，
怀疑他是不是想起了什么，他担心地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”图图皱着小脸低声说道：“娘，我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可那画面一晃又不见了。”是不是很害怕那个画面？王小夏又问道。图图小鸡吃米的点了点头，虽然没有看清是什么，可是心里升起了一种强烈的恐惧感。害怕就别想了，不管以前怎么样，现在你有娘，娘不会让你再被人欺负的。王小夏知道很多失忆的人都是受到一定的刺激，有些刺激还是致命的。既然小团子那么恐惧那些回忆，那就干脆别想了。娘，图图扑到娘的怀里，他安心地说道：“只要娘在身边，图图什么都不怕。记住娘的话，等你真正强大的时候，就能无所畏惧。”王小夏低头看着小团子，严肃地说道。图图把娘的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，他拽了拽小拳头：“娘，图图一定好好跟娘学本事，等有本事了，以后保护娘，让娘过好日子。”真是娘的好儿子啊！老天给的这个儿子真的是个宝。老大他们几个都在门口等着，看着他们从里面出来，老二第一个上前询问：“娘，图图没事吧？”“没事没事，就是被张大开的话给吓到了。”王小夏平静地说道。老四上前拉住图图哥的手，很是贴心地说道：“图图哥，你若是哪里不舒服，一定要说出来，那些活我们来做就行。”“图图，我看你这几天也累坏了，得好好休息休息。”老大看着这些天图图跟着娘忙里忙外的，比大人做的事情还多。“对啊，好好休息。”老五和老三也跟着说道。图图见大家都关心自己，抬头看看娘，然后高兴地笑着说道：“谢谢你们，我没事。刚才张大开说我们厨房挂的是人肉，我觉得有些恶心罢了。”“那些都是狼肉，没人睁眼瞎。”“就是，怎么可以乱说话吓人？”“我去给你揍他！”王小夏看着小家伙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，脸上浮现出幸福的笑。这可能就是真正的家庭和睦吧。傍晚的时候，孙九洲找到了王小夏，张大开张嘴了。不过他们的身份对他来说却是个打击。张大开是先锋营的，他们营地带头的是个副将。那晚发现有人偷袭，他们想要出去对付敌人的时候，发现都被下了药，动弹不得。张大开从军之前拜过一个山村大夫，学了医术。他看到他们的人很多被杀，带头的人他还认识，他只能带着自己的弟弟还有身边的3个兄弟装死，才逃过一劫。那带头的正是出卖孙九洲的高人。高人除了是他身边的副将之外，也是带领先锋营的先锋官。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了这个秘密，所以他们很害怕被官府抓到，宁愿世人以为他们死了，也不想因为这个秘密牵扯更多人受连累。听完孙九洲的话，王小夏问道：“那你可有把你的身份告诉他们？”“没有，我还想观察观察。若是他们愿意跟着我，真是帮了个大忙。媳妇儿，谢谢你。”孙九洲说着，激动地拉住了媳妇儿的手。“松开！”“不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松开你的手。”孙九洲含情脉脉地看着媳妇儿，看来雷子说的死缠烂打还是有效果的。媳妇儿对自己真好，再不松开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王小夏生气地瞪着这个男人，这是那个神勇严肃的将军吗？怎么像个无赖似的，真让他上火。孙九洲嘻嘻一笑说道：“我知道媳妇儿心疼我，舍不得动手的。”王小夏一阵冷笑，随后举起拳头朝孙九洲的脸上招呼上去。揍完之后，拍拍手上的灰尘，冷冷地警告道：“再敢得寸进尺，我不会手下留情。”孙九洲被揍的脸都肿了，
却没有半点生气，还傻傻的朝媳妇儿笑笑，说道：“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不打不闹不恩爱。媳妇儿，我知道你的心思了，你好好休息，别气坏了身子啊。我干活去了。”王小夏一阵无语，他好像没打脑子，怎么连脑子都坏了？这些话被孩子们听到就不害臊？他感觉自己的脸都红了，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转身去厨房帮忙去了。孙九州看着媳妇儿离去的背影，心很暖，脸是真疼，媳妇儿下手真重。他摸着被打疼的脸，转身又干活去了。不远处的屋子后面，几个孩子冒出了脑袋，看到爹那张脸，他们都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脸。外面还在电闪雷鸣。这边经常会有这样的天气吗？实在是有些不太对劲啊。格桑坐在火堆前，看着山洞外面的闪电，太不正常了。孙清江偷偷地看了孙清毛一眼，孙清毛咳嗽了几声，叹了口气。这种妖孽的天气10几年前出现过一次，天灾人祸，也不知道山下面成什么样了。战乱确实很可怕，最可怜的就是那些平民。可惜自己能力有限，若是可以，他真想。格桑想到这里，心里有些难受，却没注意到旁边孙九州一直看着他。孙九州第一次见到格桑就觉得眼熟，这人身上带着贵气，就算不是皇宫贵族，身份也肯定不一般。格桑兄弟，你这个姓氏很少见啊。他故作随意地问了一句。格桑回过神来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是啊，这的确是很少见的姓氏。我是随母族的姓，母族是个隐姓，很少涉及江湖的事情。这次出来也是为了找药。我这身体前些年被人动了手脚，恐怕……主子，您别胡说，您身上的病一定能好的。”哈尼想到主子这些年吃的苦，心里难过的又说道：“是哈尼没用，一直没能找到治好主子的药。病，那不只是病，还有毒。”王小夏走过去坐下身来，他再次认真的给格桑诊脉。主子什么时候中毒了？慢性毒药，加上格桑大哥身体本来就有顽疾，才会久治不好。王小夏可以断定格桑的情况，这毒其实不算难解，就是忌口的东西比较多，才会比较麻烦罢了。哈尼一脸崇拜地看向王小夏，两手合十拜了拜：“九州嫂子，请您救救我家主子，我家主子被这个病折磨了好久了。”起来，快起来！我又没说不救，沈金牵着就行。王小夏可是一点都不客气。格桑被逗乐了，他从身上拿出张银票递给王小夏：“妹子，这是定金，等山下稍微消停一些，我再另外给你一些可行。”王小夏看到是100两的银票，很是干脆地收下，然后笑眯眯地说道：“那就多谢格桑大哥了，你的病我能治，就是还差几味药材，需要等天好之后去另一边的山上找。”哈尼一听主子的病能治，直接跪在地上磕头：“嫂子，你收我做徒弟吧，这样以后我家主人就不怕再被下毒了。”王小夏可没想过要收徒，教图图和和儿完全因为是自己家的孩子。“娘，可以收钱。”图图在旁边小声地提了一句。王小夏想想，觉得也对，收点学费也不错。山下还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即便是到时候下了山，需要银子的地方也很多，他可不会嫌弃钱多呀。这孩子说的没错，你要拜师，怎么能不交学费呢？莫迪凑了过来，把身上的银子塞给了哈尼。哈尼一下子明白了什么，接过莫迪的银子，又把自己身上的银子拿出来，双手送到了王小夏的面前。王小夏又是很干脆的把银子给收了，然后淡淡的说道：“
收徒弟太麻烦，你可以跟着我学东西，这是学费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哈尼高兴地给王小夏磕头，格桑很满意地笑了笑，让哈尼跟着这妇人多学学本事，以后说不定能用得上。孙九州怎么觉得这小子对媳妇儿居心不良呢？孙九州见媳妇儿看向格桑，他心里很不舒服。老二见爹脸色不好，赶忙上前拉着娘离开。娘，时辰不早了，您早些休息吧。到中午的时候，天又下起了雪。孙青毛愁眉不展地回到了山洞，孙九州和孙七州都好奇地迎了上来。爹，怎么了？孙七州很怕又发生什么事情。没啥，李正老哥担心山下的田地，若是村里不能耕种，村子里的百姓这一年也不知道要怎么糊口了。孙青毛随便找了个借口，这只是他们发愁的原因之一。王小夏听到了公公的话，庄稼人都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，一年到头最大的盼头也就是那些田地。若是错过了春耕，很多人一年可能都吃不上粮食。孙九州长长的叹了口气，若不是他大意了，或许事情不会变成这样。雷子在旁边也不好受，他知道将军肯定自责了，可这也不怨将军，将军也是受害者。爹，这事儿您别太烦恼了，那些地不能种粮食，到时候可以种点别的。王小夏想到了几种比较容易的草药。还能种啥？孙青毛种了一辈子地，知道村子里的田地本来就不是良田，每年种出来的粮食只是勉强够温饱。种草药呀，爹，走一步是一步，这事儿等下山再说吧。总之，只要人勤快，都饿不死。王小夏安慰了爹几句，随后走到山洞口看看天，雪还在下，但是变小了不少。不知道明天的情况如何，现在雪不算厚，他去山下看看，也去大孙山上看看。要下山等明天吧，今天一来一回的，根本做不了什么事儿。孙九州看出媳妇儿的心思，王小夏点头应了下来。好。说完之后，他出了山洞，孙九州不放心地跟了上来。他心里很烦躁，等着只有两人的时候，便是说出了自己的心事。也不知山下那个叛徒到底想搞什么，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我想，什么也不用想，你现在连内力都用不了，打也打不过人家，势力也比不过人家，去了也是送死。王小夏能感觉到孙九州在心里自责，原本事情不该变成这样。说起来，或许也有他的原因，若不是他穿书了，情节也不会更改成了这样。孙九州见媳妇儿似乎不高兴，很是自责地说道：是我没用，不仅没让你和爹娘还有孩子过上好日子，还连累了大家。媳妇儿，闭嘴，我讨厌懦夫，更讨厌只会硬闯送命的蠢货。王小夏恶狠狠地怂了一句。孙九州呆呆地看着这个媳妇儿，她长得不好看，脾气还不小，有种很奇怪的吸引力，让他越来越喜欢。第一次，他觉得一个人不好看也能如此有魅力，所以他必须做好自己，不然他真会嫌弃他的。行了，回去吧，我四处走走，放心，我带着他们不会有事的。王小夏见刚才的语气太重了，改变了不少。孙九州也已经摸透他的脾气，说一不二，有时候觉得他的脾气像个男子。这个时候下山不合适，但是他可以在附近转悠一圈。快要往回走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吵吵嚷嚷的声音，偷偷过去看了看，发现这片林子里也住了人，看那长相和打扮不像山下村子的人。他怕被发现，他也进了空间，靠近那些人去打探情况。哎，老大，琥珀山那群人怎么也上来了？不知啊，大云山的人也来了。哎，没法子，
最近流民越来越多，听说青龙国的大将已经拿下望城，恐怕很快就会打到这边来了。唉，若是孙将军在就好了，怎么会让青龙那些混蛋这么嚣张？得了吧，你姓孙的都成叛徒了，若不是他，我们做土匪也不会做得那么悲惨。可不是嘛，都是那个姓孙的混蛋，这该死！王小夏听到这里，心里莫名的生气。可真实情况知道的人太少，更何况这些人就是土匪，土匪有几个是讲道理的？这些人说还有其他土匪也上了山，对他们来说又是一种麻烦。他没有多做停留，又去附近到处转转。让他意想不到的是，从这里到山下居然发现了4窝土匪。这些土匪人数也都是20来人，越往山下情况就越糟糕。若是再出现那样的狂风暴雨，山下有2窝土匪没有煽动住，很可能会往山上走，到时候抢谁的地盘就说不好了。打探完消息，他就赶紧回去了。是啊，你娘若是男子，肯定不得了。你们以后要多跟你娘学本事。孙九州有感而发地说道。爹，还要走吗？老二听出了弦外之音。孙九州摸摸老二的脑袋，一脸难过地说道：爹是战场上的，没有国哪有家呀？等爹好了，还是要回去的。爹，我支持你。老二很想爹在身边，可爹是英雄，英雄就应该在战场上。王小夏靠近的时候，听到了父女俩的谈话。没有国哪有家，光是这份大义都不是普通人能够比的，难怪他是光环男主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觉得这个男人很有魅力。等着所有人都坐下来，王小夏把今天看到的情况跟大家细说了一下。完蛋了，望城一失守，很快就会打到这个地方来，到时候村子根本就不能住了。孙立正听到这个消息，差点晕过去。立正说：“你也别太悲观了，那么多人都想活着，肯定有办法应对的。”王小夏只能这般安慰起来。他发现孙九州的脸很黑，他紧紧拽住了拳头，估计很自责。雷子则是一拳头打在了地上，满脸愤怒地骂道：“这些不要脸的，简直太可恶了！”王小夏怕他们暴露身份，伸手拍拍孙九州：“老九，你得打起神来，如今你可是我公公婆婆的义子，得带头好好保护大家。家国，家也很重要。对，家也很重要。”他从上战场之后，一心就扑在战场上，多年来都是七州他们在爹娘跟前尽孝。孙九州感激地看了媳妇儿一眼，自我打气地说道：“没错，家国，家也很重要。我会带着大家守候我们现在这个小家，看好我们的粮食，大家都好好的活下来。”格桑看向王小夏，这个妇人真的很厉害，短短几句话，似乎就让眼前的汉子找回了信心。嫂子若不是女子，必然是位好将领。他忍不住赞了一句：“谁说女子不如男？总有一天，女子也能顶半边天。花木兰替父从军上阵杀敌，不也是个女子？”王小夏忍不住就顶了出去。格桑眼睛闪着金光，盯着王小夏许久，移不开目光。这真是世间的奇女子，他怎么就碰不到这样的女子？孙家真有福气，能有这样的媳妇儿。如此年轻就守寡，也实在是有些难为他了。哈尼则是好奇地问道：“哎，师傅，花木兰是谁啊？”“是画本里的，我师父给我说过一个画本，这花木兰。”王小夏只能拿画本来说事，心好像有点累。众人听完花木兰这个故事，顿时觉得对世上的女子有了另一份的见解。薛兰花则是一脸崇拜地看着九州嫂子，坚定地说道：“九州嫂子，我也想做花木兰。”
老根媳妇儿听完直接笑了出来。连功夫都不会，还想上阵杀敌？我看呀，你是上去找死吧。你闭嘴吧，之前不是说要下山去，现在怎么不去了？兰花有这个志气，也总比你这种缩头乌龟强呀。孙阳明媳妇儿实在是看不过去了，直接就怂了把老根媳妇儿。就是现在去啊，山下人多呢，看看哪个土匪头子愿意收留你。张杰也生气地说了一嘴。孙老根媳妇儿把头又缩了回去，闭上嘴，再也不敢说话了。孙青毛看着九州媳妇儿，那是满脸自豪地说道：行了，都别说了，九州家的，你有什么安排就跟大家说吧。王小夏其实还没有什么具体的主意，只能把一些之前的安排又跟大家说了一遍。从明儿开始，早上分一批人出去打猎，不要走太远，中午的时候一定要回来，剩下的人就在附近收拾柴火，继续布置一些陷阱。等到了下午之后，老九带着所有人习武，哈尼、耗子还有我们3人也配置一些药出来，一旦我们的实力不如敌人的时候，也会多一种可以活命的资本。他安排完其他人，也给他们几个安排了事情。耗子这段时间已经被虐得不敢有歪心思。郭13虽然混了点儿，却也不是那种心思特别坏的，而且自从看到王小夏的睿智之后，他们都对王小夏心服口服。九州嫂子说干嘛我就干嘛。耗子很是情愿地表了态。我都听师傅的。哈尼这师傅叫的是非常自然。图图和和儿还有老四都瞪着哈尼，那是他们的师傅好不好？这人真不要脸。听着王小夏井井有条地给大家分工，格桑是越来越欣赏他，看他的眼神中多了一丝别的光芒，只是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。而孙九州看格桑的眼神也越来越凶狠，他知道这家伙身份肯定不一般，这种危机感让他心里很不爽。不爽也没办法，如今他的身份是万万不能公开的。孙老根他们4个都不是什么好人，一旦被捅出去，会连累这里的所有人。忍着，孙九州只能心口疼地忍着。他知道他们也需要像森木和莫迪这样有内力的人一起守护这块地盘。张大开几兄弟一直忍着，听着王小夏的分工，他早就被这妇人的厉害弄得心服口服。现在即便是他们身上没有被下毒，也都心甘情愿地被留下来，因为这些人让他们感觉到失去很久的人情味，他们都很喜欢这里的小家。老九哥，我们这几个你安排就行，其他没有武功的人就跟着大家在这里做别的事情。若是山下的日子不好过，从今儿开始大家就别吃早饭了，省下一顿是一顿吧。他把自己的想法也说了出来，粮食会是个大问题。孙礼正同意张大开的话，连忙点头说道：大开说的没错，早饭大家都省了吧。这一点大家都没有意见。王小夏却提了一句：其他人可以不吃，去打猎的得吃，没力气，脑子会转得慢，也会跑得慢。娘，您看这是什么？图图突然的从地上挖出了一块黑乎乎的东西，王小夏接过来翻看了一下，这不是铁吗？不，这是铁矿石。原来如此，难怪山上的雷那么猛，原来是因为有矿石。他抬头往山顶的地方看了看，带着图图往上面走了走，在路上又捡到了不少这样的原矿石。娘，这些有什么用？图图很是好奇地问道。娘暂时不能告诉你，捡了带回去就行，这东西娘有用。王小夏觉得这是件大事儿，而且这个事情有可能对孙九州会有用处，或许能成为他拿回权力的筹码。具体还得问问在他们这里铁矿的注重程度。图图见娘这么说，也就没有再问，乖乖的一路捡着这些小石头。王小夏一路不仅捡矿石，还挖了不少的药草。
不得不说，越往山上走，药草越丰富。这是一片还没有开拓的天然药田，不知道大孙山上会不会也是这样？若真是如此，那可真是风水宝地了。孙九州见媳妇儿和图图这么久不回来，有些担心，沿着往山上的路找去。走到一半的时候，看到母子俩背着满满2筐，正往山下走。这是什么？孙九州在背篓里发现了一些小石头，你仔细看看。王小夏说着话，把图图抱到花跟班的背上，让老花和花跟班先跟图图回去。有些事情暂时不让孩子知道，免得到时候不小心说漏嘴。他们现在是真的人多嘴杂。这里离林子不太远，孙九州拍拍老花的脑袋，吩咐道：别太快了，图图，你抱住花跟班的脖子，别被甩下去。知道了，娘，你们也小心。图图知道娘这是保护自己，这些石头可能很值钱。等图图离开之后，孙九州又仔细看看那些石头，很快就看出了名堂。这是铁，山上有铁矿，这就是爹他们的秘密。这些铁矿会形成天然的磁场，一旦打雷就会比一般地方要猛。王小夏喃喃地说道。孙九州好奇地问道：什么叫磁场？这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反正就是会形成一种引力，把雷电往这个地方引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王小夏简单地解释了一下。孙九州大概听明白媳妇儿的意思，若有所思地看着媳妇儿说道：我小的时候，村里面有人就去过山顶，碰到打雷下雨，好几个被劈死的。后来越传越玄乎，说是山里有鬼怪。再后来，有人在半山腰碰到过秋瞎子。从此小孙山便没有什么人敢上去。铁矿对玄武国重要吗？当然重要，铁可以做很多东西，兵器、用具什么的。我们国家的铁矿并不多，说是……孙九州似乎也想到了什么，媳妇儿这是要提醒他，这铁矿可以作为得到皇上信任自己的筹码。只是如今皇上恐怕听信谗言，要进宫面圣恐怕没那么容易了。王小夏知道孙九州肯定想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又在旁边提醒了一句：这件事你还是装作不知道，爹他们不愿意说出来，多半也是不想给村子里招惹麻烦。这可是一笔很大的财富，宁可埋没了，也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孙九州见媳妇儿处处为自己着想，又是一阵感动。不过这一次王小夏有先见之明，把事情说完赶紧走人。孙九州背着背篓默默地跟在后面。回到山洞口的时候，发现格桑视线落在媳妇儿身上，他故意走在前面挡住。格桑再次看到孙九州的敌意，他却毫无畏惧。见状，孙九州走到格桑的面前，他努力克制住心中的敌意，语气平淡地问道：一直盯着有夫之妇，可不是一件礼貌的事。你不也一样吗？格桑反问一句。你……孙九州懊恼，明明他就是媳妇儿的男人，却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，眼巴巴地看着这个家伙天天盯着媳妇儿，他好气啊。公平竞争，她是个好女人，即便是没有一张绝世的脸，却有着睿智的头脑。这样的女子，只要是眼睛不瞎的男人，相处久了都会喜欢。格桑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思，而这番心思也是昨晚才琢磨出来的。他一直以为自己不会再喜欢别的女子，可自从碰到了她，便是再次让他平静多年的心起了涟漪。对于这一点，他自己也非常吃惊。既然真的在这种时候碰上了，他决定好好的努力一番，即便是人家不答应，也总比有一天后悔来得好。孙九州茫然地看着格桑，格桑的话没说错，只要真正不瞎的男人，相处久了都会喜欢媳妇儿。媳妇儿这张脸根本就不是问题，看来
只有让大家看到他们成了亲，才会减少这样不必要的麻烦。你不会有机会的。他冷冷地说完，背着背篓进了山洞。不远处，哈尼傻眼地站在原地。他听到了什么？他们家主子居然喜欢师傅，师傅可是有妇之夫，而且……听到什么都给我埋到心底，干活去！格桑看到哈尼，心里不快地吼了一句。哈尼一阵无语，他只能乖乖地背着背篓进山洞去帮忙。等哈尼走了之后，图图走到格桑的面前，很是好奇地问道：“你真的喜欢我娘吗？我娘带了那么多拖油瓶，你不嫌弃？”格桑被图图的话给逗乐了。不过是几个孩子，而且他发现这几个孩子都很优秀，说真是要养活，他也有这个能力。不嫌弃，你们都很好。他蹲下身来，摸摸图图的脑袋。图图见这人说话眼神不闪烁，应该是没有说谎。若是娘可以多一个选择也挺好的，谁知道那个便宜爹真要是再上战场是死是活呀。你不喜欢老九说？格桑又问道。图图眨了眨眼睛，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我喜不喜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娘自己喜欢。娘是个有主意的人，她不喜欢，谁也不能逼她。”这真是山村里养大的孩子。不过这性子倒是有些像那个女人，做事冷静，还有一定的小聪明。格桑从身上拿出了一块玉佩，塞到他的手里。这个给你，收好了。你还想收买我？我可没那么好收买，有本事让我娘认可你。图图说完就跑进了山洞。格桑看着这小小的背影，那么小的孩子都能经得起诱惑，身边还有个那么厉害的娘，长大以后多少能成为个人物。关于铁矿的事情，王小夏和孙九州只字不提。这一天晚上，张大开手下巡逻的时候，发现草丛中藏了人。是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，不然我弄死你！张大开听到消息跑了过来，草丛里的人慢慢地爬了出来，一共来了2个。两人害怕地看着这些拿着刀剑的人。说，什么人？来做什么的？张大开拿着手中的剑架在其中一个人的脖子上，那人瑟瑟发抖地跪在地上，连连求饶。大人饶命啊！我们是莲花村的村民，被那些土匪给抓上山，他让我们上来打探情况，没想到山上还住了人。张大开无法辨别这话的真伪，只能把二虎给叫过来。他是山下村子的，对附近村庄比较熟悉。二虎叫上孙九州和孙七州，3人过来之后，二虎问那人：“莲花村的王3岁，你认识吗？”“认识。”那人结结巴巴地回了一句。二虎听完，一脚就把人给踹翻了过去。莲花村的人都姓刘，上哪有姓王的？撒谎也得有点脑子。那人被踹翻之后，意识到没法继续撒谎，只能说出了实话。我们是莲花村旁边山上的土匪，莲花山被官兵给缴了，我们被迫逃到了这座山上，没想到山上来了不少土匪，如今连猎物都打不到了。老大让我们来山上探探路。僧多粥少，山下一来下了那么多土匪，再过些日子，恐怕连土皮子都能被吃完了。孙九州想到这一点，眉头紧了紧。看来他们得尽快去打猎囤着，没有粮食，至少还能吃上一口肉。老九哥，这人要不要宰了？让他们滚吧，回去好好说话。若是下次再见到你们的小命那就别要了。孙九州尽量不杀人，可说是他们要找死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2个男人连连点头，赶紧从原路溜了。张大开不明白老九哥为何把他们放走，这不是放虎归山吗？孙九州看出张大开的疑惑，平静地说道：“若是这2个人不回去，明天上山的会更多。可，若是他们看着这里好，也会把那些土匪带上来。”张大开觉得应该直接把人给杀掉才是最好的。若真是这样，
那就是他们找死。明天把圈子缩小一些，在这些草丛里多装上陷阱，一旦有人靠近，我们就能发现，范围尽量扩大一些。一旦发现有敌人靠近，我们能多一些准备的时间。孙九州吩咐了一声，以后白天晚上都得警惕起来。好，明天我就让兄弟们配合。张大开应声下来，他对这个老九设置陷阱的本事还是很服气的，很多小陷阱还是第一次见到。不仅是老九，还有九州嫂子，这两人不仅懂得很多设置陷阱的小技巧，似乎很会摸懂对方的心思。有时候他甚至有种错觉，觉得他们就是天生的一对。继续看着，该睡觉的回去睡觉，若是太困了，不要硬顶着，换别的兄弟巡逻。孙九州又说了一声，转身回山洞休息了。出来了，娘出来了，娘，你快坐下。老四上前扶着娘在旁边坐了下来。没事，比之前好很多。王小夏看着几个乖巧的孩子，他要尽快把身体养起来，不能让孩子们为自己担心。哈尼走到旁边蹲下，好奇地问道：哎，那丫头平时看着挺好的，她这是怎么了呀？娘胎里带出来的毒，这毒不好解，现在只是压制，还差一味很重要的药材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得到。王小夏随口说道，说完之后又问哈尼：哦，人身上的穴位你可清楚？清楚的，师傅，刚才您的针法很特别，我能学吗？哈尼恭敬地问道。王小夏还是有点累，等着图图出来之后，他让图图去把之前画的穴位图给拿过来给哈尼。哈尼看到这穴位图之后有些吃惊，因为好几处穴位他之前都没有标识出来。他激动地看向师傅：师傅，这个我能拿回去画出来吗？当然可以，你是交了学费的。王小夏挺喜欢哈尼这小子的，热心好学，是真的不耻下问，经常私下请教图图一些知道的知识。这样的人其实挺少的。不懂的问我，或者问图图，他学东西很快，我教的应该都会了。王小夏一脸宠溺地看着小团子，这过目不忘的本事确实厉害。他们家的小团子绝对是天才儿童。等图图和哈尼他们离开之后，他只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。哈尼走到王小夏的身边，然后从身上拿出个纸包，将纸包送到他的手上。这是什么？王小夏好奇地问道。这是上好的参片，至少有上百年。这是500年的，你好好收着自己用。格桑看着他脸色不太好，知道肯定是下针费了心力。太贵重，我不能收。王小夏知道这500年的参片，那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。这一下给了他3片，那得多少银子呀？格桑微微一笑，摇了摇头。我这条命都是你救了，这点算什么？放心，诊金我以后会另外付的，这算是利息。这家伙居然那么上当，他很是好奇地看着他。情节乱了，他很难猜测出这人的身份，但是他身边跟的几个人都不简单，他的身份多半是非富即贵。听说你男人已经死在了战场，你们还没见过，你有没有想过找个真正对你好的？格桑鼓起勇气问了出来。王小夏愣了一下，随即无奈一笑。我带着那么多个孩子，谁会要我这样的女子？若是有呢，你可愿意？格桑追问道。王小夏对上格桑的眼神有些意外，万万没想到这个男人会对他这样面相丑陋的已婚妇女感兴趣。他不相信高门之弟不会介意女子的出身，这男人也不知道心里打的什么主意。他嘴角扬起一抹笑意，反问道：有钱人家要的是门当户对，高门之弟能接受一个克夫且带着拖油瓶的寡妇？这几个孩子
都被你教得很好。至于家里的事情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家我说了算。格桑十分霸气地回应了一声，他不能让他有后顾之忧。王小夏傻愣地看了格桑一眼，这男人真霸气，该不会是什么王爷或者皇子吧？他猜不透。不过他现在对男人没兴趣，他虽然想尽快摆脱现在的生活，但是绝对不是靠男人。他相信凭借自己现在的本事，可以让几个孩子过上好日子。自由多好，干嘛要去做金丝雀啊？格桑大哥，您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。我公公婆婆待我像亲闺女，我不能丢下他们。没事，我们地气多，能很好的安排娘老。若是他另一个儿子媳妇要跟着也可以。格桑可谓是爱屋及乌，孙清毛这一家子人都还不错，到时候置办一处别院就能安排好了。王小夏差点掉下巴，他摸摸自己的脸，又伸手探探格桑的脑门。没发烧呀，这小子怎么尽说胡话？罢了，可能是他脑袋晕，耳朵也不好使了。他慢慢地站起身来，摆了摆手，说道：我头晕，去睡会儿。你身体不好，别太累了，免得说胡话。格桑忍不住笑了，这个女人实在是太有趣了。我没说胡话，你慢慢想想，等想好再答复我也不迟。他没想到一直沉稳的女人居然也有慌张的时候。王小夏只当是没听到，万万没想到这么丑的脸居然还有人看得上。是这里的审美观念不太一样，还是这人脑子进水了？等着格桑离开之后，他拍着胸口找地方坐下身来，屁股都没坐热，有人就靠了过来。小夏，我看那个叫格桑的挺不错，你其实可以好好考虑考虑。张姐刚才听到两人的说话，等着格桑离开，她就过来了。王小夏见是张姐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有钱人家的夫人哪是那么好当的？先别说到时候人家3妻4妾，光是家里那些规矩都能让我发疯。我能挣钱有孩子，干嘛要去受那样的气？自己挣钱买大宅子住不好吗？等过些日子能下山了，我们可以一起去做生意。你和姐夫原来的院子也别住了，我们就住隔壁，大家也有个照应。他说着话靠在了张姐的肩膀上，他会让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。张姐细细一想，觉得小夏这话挺有道理。她不是没看到过那些有钱人家的女人过的是什么日子，得宠的时候体面，不得宠的时候过的也不是人的日子。正室还好，若是小妾，那些夫人还进找茬儿，有些甚至被卖到窑子里自生自灭。小夏，你……他还想跟小夏说上几句，扭头发现人已经睡了过去。傍晚的时候，其中一只狗叫得特别凶，随后他们布置的陷阱被人动了。叮铃铃，陷阱有藤条连着，上面挂了几个铃铛，这是森木用铁皮做的，铁皮不多，铃铛也就那几个，分别挂在不同的藤条上面。来了，去看看多少人。孙九州吩咐二虎和雷子两人上树，在树上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。叮铃铃，另一边的铃铛也响了，这些人还不是往一个方向进攻，这让孙九州和王小夏不免担心起来。这下麻烦了，山下的土匪可能联合起来进攻了。格桑也想到了这一点，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。众人听完脸色大变，说是这样，今晚可就事情大了。孙九州听完带人出了山洞，走之前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格桑一眼。格桑微微点头，然后守在了王小夏的身边。山洞外面的树丛里已经有人拿着刀冲了出来，那人没跑几步就被冲过来的豹子吓得腿软地跪在了地上。就这点胆子也敢做土匪，死去吧！张大开上去直接一刀砍了下去，
那人直接人头落地，躺在了地上。后面的几个土匪眼睛都大了，想不到那些人那么凶残，原本还打算往前冲的几人都吓坏了。说，你们带了多少人？张大开拽起那人，瞪大了眼睛，恶狠狠地问道。那人看着眼前这凶狠的男人，战战兢兢地说道：不知道，我只是探路的。探路的？孙九州听完感觉很不好，他下意识地看了张大开一眼。张大开也想到了什么，他比孙九州更加慌张。若是遇到军营里逃出来的，他们兄弟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。孙九州上前拍拍张大开的肩膀：剩下的交给我，你们几个去保护山洞里的人。好。张大开点了点头，踹了那人一脚，带着兄弟往山洞那边走。王小夏看到张大开带着手下来到这边山洞门口，便是知道出了情况。他支开其他人，问起了情况。张大开对王小夏没有隐瞒。王小夏听完之后，把他叫进山洞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张大开出来了。大家发现人变了样。去吧，把其他几个人都叫过来。王小夏摆了摆手：谢谢嫂子。张大开深深地鞠了个躬，赶忙把其他的几个人都找回来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几个人也变了样的走出山洞，又继续去前面帮忙。格桑看着王小夏这一手，微微扬了扬嘴角。这女子到底还能给大家多少惊喜啊？主子，你应该不会……格桑在旁边低声地问道。不该管的事情别管。格桑冷冷地说了一句，大步走开，给孙九州他们帮忙去了。这里虽然不大，环境也不好，可如今他觉得就是世外桃源，即便是情敌，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一致对外。等着主仆离开之后，王氏有些担忧地拧紧了眉头。放心吧，九州媳妇儿是个懂分寸的。方氏知道嫂子的担忧，像九州媳妇儿这样优秀的女子，即便是没有美丽的容颜，也会有男人惦记。王氏心里还是不放心，他找在旁边给大家消剑的老头子，把刚才的事情跟老头子说了说。孙青毛却是一脸自信地说道：放心吧，九州家的不是那样的人。再说，我们不是还有老九吗？就是这么说，自己的儿子自己清楚，即便是娶了2房媳妇儿，王氏觉得那小子还是个愣头青。不行，等明儿他得找儿子好好说说这个事情。另一边，孙九州看到张大开回来变了样，心里对媳妇儿又是一顿赞。媳妇儿真是心灵手巧，这辈子能娶到这样的媳妇儿，他实在是太幸福了。老九哥，我们又来了。张大开换了张脸，也自信多了。行，看好了，一共2个口子，你带一队人守一边，我带人守另一边。司梦和莫迪2位带几个人随意走动，但也注意一下，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人。孙九州把自己的部署说了出来，大家都很配合的跟着自己的领队，就连郭13也都绝对服从的跟着大家去布局。差不多凌晨的时候，2个口子果然来了不少土匪。土匪们本来以为自己人多占了不少优势，结果冲进去之后才发现人多起不了大作用，对方实在太猛，他们的人死的死，伤的伤。最后2个土匪头子带着手下的残兵落荒而逃。经过这一仗，大家也都打出了经验，知道哪些地方需要加强陷阱，哪些方式能够更快地把敌人引进陷阱里。孙九州把昨晚的情况简单的给大家概括了一下，大家总结出了不少教训。我觉得大家还得考虑一件事情，我们的人现在不少，粮食一天比一天少，山下的土匪越来越多，可能战事发生了变化，除了守着我们的地盘，还得考虑粮食的问题。格桑等孙九州把话说完，一针见血地说出另一件马上要面对的事情。
那我们现在就吃一顿，就算去山上打猎的人也不能吃早饭。二虎跟着提议道。王小夏知道这样解决不了问题，估计这个情况再过半个月，山下的土匪就熬不住了。这个季节还能有什么吃的？他脑子里仔细想想，大自然会有什么样的馈赠。对了，板栗，上次在大孙山上就看到了不少，估摸着小孙山应该也有。明天可以让大家到处看看，他还得下去摸摸情况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去抢那些土匪。森木给大家出了个主意，他们若是真的有粮食，就不用跑到这山上来，别到时候扑了个空，我们的人还伤了。格桑当即否认了森木的主意。孙九州也觉得这样不妥，若是这样去抢，他们跟土匪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行了，明天森木带些人去后面林子看看有没有笋，老九你们几个继续带人去打猎，什么时候猎物没了再说，顺便四周看看有没有板栗树。王小夏得把他们支开，才有机会带着老花出去看看。格桑安静地看着王小夏，他觉得这个女人似乎在故意把大家支开，她该不会是有什么冒险的事情要去做吧？接下来又说了一下习武的事情。习武的事情也不能耽搁，白天把活干完，带着不会功夫的人练上1个时辰，等真正不能出门的时候，大家再把多些时间用来习武。事情定下来之后，孙九州带着人忙活去了，山洞里又剩下老弱妇孺。你明天想去做什么？我可以陪你去。格桑等人都走了，凑到王小夏的身边低声说道。王小夏愣了一下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格桑。这个男人难道还懂得读心术？我猜对了吗？格桑微微一笑，不必，我会让老花跟着，你不准跟任何人说。好，你不喜欢的事情，我不做就是了。格桑宠溺的眼神看着他。王小夏觉得这个格桑挺难缠，他已经说了不会考虑那些事情，他怎么就不肯放弃呢？格桑大哥，你就别浪费心思在我身上了，我是不会跟你走的。他很是直接地说了一句，起身离这个男人远点。他心里再次怀疑，这个地方男人的审美观绝对是有问题。他都那么丑了，居然还有男人缠，这不合理，太不合理了。格桑看着王小夏匆忙逃离的背影，少有兴趣地扬了扬嘴角。深宅大院的女子哪会这么有趣啊？而且他怀疑那张脸都是他故意整出来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按照昨天的安排，孙九州带着老花和花跟班要出门。格桑记得王小夏今天要带老花出去，随便找了个借口。把老花留下吧，他鼻子比较灵敏，在附近巡逻很不错。孙九州想着，老花他们主要是帮忙找猎物的洞穴，有花跟班也行，便是把老花给留了下来。王小夏看着这一幕，什么也没说。王小夏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下山打探情况，看看那些土匪到底有多少人。另外，他还有个想法，就是下山看看村子里的情况。若是这里真被敌军攻陷，他们也得尽快想想后路。按照记忆去找那些土匪住的地方，其中2窝不见了踪影，他猜想应该是昨天攻打他们的土匪。其他3窝土匪依旧待在原地，他们的人看上去并不精神，估摸着没什么食物。快到山下的时候，他把老花收进空间，离开林子，他就回到了村子里，从山坡下到山坡上，再到他们住的家，整个村子居然1个人都没有。若是晚上回到这里，估计能把人给吓出毛病。看到这场景，他跑出村子，发现很多流民往一个方向跑。他上前打听了一下，得知望城果然被攻陷，青龙国的军队还在往这边靠近，听说已经到了离他们不远的十里镇。十里镇离桑木镇并不远，马车大概1天的行程，这么说很快就会打到这边。
这一下真的麻烦了。好不容易占下一片地方过冬，看情况他们也要继续搬家。他没有继续停留，转身往村子里跑。那些流民看到他往回跑，还觉得这人是不是傻子。王小夏一刻也不敢停留，他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孙九州，看看他有什么主意。说是大军进攻，他们这些人就算再厉害，也会变成渣渣。他赶紧去叫孙九州和几个带头的去山洞里开会。这一回他还把孙礼正还有爹他们几个老人都叫了过来。等大家坐下之后，他把下山看到的情况说了说。孙礼正听完激动地咳了起来。李正叔，你别急，这事儿谁急都没用。我想说的是，李正叔、爹、二叔、三屯叔，你们对附近了解多少？什么地方我可以去？我们现在必须要提前做打算了。留在这里不行吗？二虎一脸期待地看着九州嫂子。孙九州紧了紧拳头，眼眶瞬间红了起来。那些狗娘养的，怎么会把事情搞成这样？王小夏拍拍孙九州，果断地回了2个字：不行。必须另外找地方，要么往山上走。这地方在半山，若是有人通报，青龙的军队很可能杀上来，在军队面前，我们会被虐成渣。格桑知道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事儿，这个地方不上不下，其实很容易出事儿。孙礼正和孙青毛两人对视一眼，他们都想到了山顶。孙九州看明白爹和李正说的意思，在他们说出来之前就先说了话。山顶不能去，雷太厉害，很容易出事。看看附近有什么山坳，以守不一攻就好。孙青毛对上大儿子的眼神，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他也赶忙附和着说道：对，想想附近的山坳。阿虎，你经常去打猎，有没有什么好建议？二虎脑子有些乱，这个消息实在是太吓人了。他努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认真思考。众人不再说话。二虎打猎经常在山里钻，比孙礼正他们看的地方可能要多。二虎许久没出声，倒是三屯叔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满心欢喜地开了口：我记起来一件事儿，之前我陪明东去隔壁村给个猎户看诊，那猎户说莲花村附近有个山坳，里面野果子很多，那地方在一座山顶的交汇处。那猎户说里面有瘴气，他也是只去过1回，第2次去的时候就遇到了熊瞎子，便是再也不敢去了。三屯叔将那次听说的事情给大家说了说。听三屯叔一说，二虎也想起来了，接着话继续说道：是有这么个地方，之前跟其他村子猎户碰面的时候他们说过，但是那瘴气我们应付不了，另外就是有熊瞎子，即便是大家都知道里面有好东西，也不敢去啊。熊瞎子？他们那么多人还怕什么熊瞎子？森木一听马上就说道：熊瞎子其实并不难对付，只是你们没有找到诀窍罢了。这话倒是真的，森木以前经常打熊瞎子，到时候可以给大家传授经验。格桑对森木的勇猛还是很认同的，这小子就是有时候虎了点儿，这是性格的问题，很难改变。二虎一听，崇拜地看向森木，这熊瞎子以前可是害过不少猎户，想不到这人居然如此厉害。二虎，你能大概把地图画出来吗？王小夏觉得瘴气不是问题，他们以前去山里训练的时候，经常会碰到有瘴气的林子，只要做出一些清毒丹，大家就能顺利进去。但是具体还得去看看怎么回事，毕竟他在很多小说中见过，很多山里的瘴气会跟阵法有关，若是阵法，他就没办法了。这一点格桑和孙九州都想到了。关于阵法这东西，只有去看了才知道什么情况。如此一来，他们只能等着二虎把图纸给画出来。提到战乱，孙清江不免担心起了大虎的情况，哀叹一声说道：唉，也不知道大虎怎么样了。二叔不要担心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衙门的人
估计早就撤了。孙九州随口回了一句：“是啊，衙门的人向来跑得快，清江叔莫要太担心了。”莫迪也在旁边搭了一句。格桑没吭声，因为这是事实。一旦有军队介入，衙门的人大多会成为旁观者，会直接撤离。二虎也早就想到了大哥的事情，听老九哥这么一说，才放下心来，把附近的地图大致画了画。二虎的本事很多是大虎教的，两兄弟也都识字，虽然写得不好，大家倒是能看得明白。这地方那可不近呐。孙立正看了之后有些担忧，他们现在带着老弱妇孺，最快的法子就是往山下走。可他们带着粮食，一旦往山下走，肯定会被抢。的确不近，这一路可能还会碰到流民，根本不知道路上有多少危险。这样做似乎有些过于冒险。王小夏看完地图也愁眉不展，老人、孩子，还有粮食、皮子、锅碗瓢盆，要带的东西还真不少。咱也得走，实在不行就晚上往山下走，提前找好一条路，尽量避开山下的那些土匪。格桑觉得，若是青龙国的军队真的那么近，他们的时间会变得非常紧迫，已然没有了别的退路。众人觉得格桑这话没错，他们没有时间了，若是不在军队赶过来之前撤离，他们谁都活不了。沉默少许之后，大家开始收拾东西，所有的东西都不能落下，不然到了新的地方，他们连做饭的家伙都没有。连夜赶路，大家都累坏了，只能暂时找了个猎户们经常歇脚的山洞休息。山洞在半山不算大，容不下那么多人，只能先让老人、孩子、伤员在里面休息，其他人在洞口坐着恢复体力。又是一个煎熬的夜晚过去，黎明到来的时候，王小夏和孙九州，还有二虎和格桑，以及耗子和哈尼，他们一起来到那片山坳。天都亮了起来，可山坳里依旧漂浮着白雾，让人看不清楚里面的情况。格桑和孙九州都懂一些阵法，并未看出什么名堂。到了中午的时候，他们在旁边的大树下找地方坐下来休息。这些红蘑菇全都是毒，树枝和树叶上也残留下毒素，我们吃的清毒丹对这些瘴气还是有用的，至少没有出现恶心呕吐的症状。我想再往里走走。此时山坳里的瘴气明显比早上要清淡不少，而且越往里越暖和，也挺奇怪的。孙九州也喃喃地说道。王小夏却是想到了一个问题，这里面可能有温泉，若真是如此，那就太爽了。上山那么久根本就没法洗澡，他身上都快难受死了。这么一想，他带着大家沿着现在站的一条直线横着走。不远处不知道哪里窜出一只梅花鹿，那梅花鹿没走一会儿便是陷入了沼泽之中。看看能不能拉上来。王小夏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了要救那梅花鹿的念头，他也觉得这念头很奇怪，说完就加快了往前走的速度。两人好不容易把梅花鹿给拉上来之后，梅花鹿甩甩身上的泥土，精明地看了看他们，随后他转身往林子里跑。跟上，小心一点。王小夏跟哈尼和耗子讨论完之后，给了大家一个结论。格桑则是开口说道：我早上看的地方暂时没发现异常，我也没看出来有阵法什么的。孙九州也没有看出问题，这可能是天然形成的屏障，说是这样会好办很多。一会儿大家拿着火把进去，一旦火把的火突然变小，就不要往里面走，可能会很危险。说是火把没事儿，我们继续往里面走着。耗子和二虎在外面等着我们，说是我们遇到危险，你们可以去找人过来帮忙。王小夏觉得他们不能所有人都进去，至少得留个后路。二虎和耗子点头答应下来，哈尼却是有些担心自己保护不了主子。可见主子执意要跟着进去，也不好再说什么。
中午每人吃了一个馒头，喝了些水，解决掉午饭的问题。他们就点着火把继续往里走。王小夏感觉这是只有灵性的梅花鹿，他紧紧地跟着梅花鹿后面一直往前走。说来也奇怪，梅花鹿往前走一段，回头看一眼，看上去就像是在等他们。穿过那片沼泽之后，他们的速度加快了。这是一片林子，林子里有很多的果树，果树上硕果累累，空气中还弥漫着花香和药草的香味儿。这难道是真的世外桃源？王小夏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到这一幕，心情莫名地好了起来，似乎一下就忘了身后还有人。他的步伐变得更快。木屋，老头，原来这里有人居住。小梅啊，你别到处踩了，老头子手上的药都要被你踩完了。哎，你搞什么呀？一个老头子用扫把赶着那只梅花鹿，梅花鹿像听得懂那般调皮的在药田里来回踩。老头气得把扫把都扔了，吹胡子瞪眼站在那儿。老伯，您住在这儿吗？王小夏客气的打了声招呼。老头惊讶的抬起头，看到一下子来了4个人，防备的问道：你们是什么人？敢闯老头子的地盘？你们找死吗？孙九州上前想要解释，却被王小夏给拽了回来。老头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是你的地盘？你有地契吗？这可是莲花村的地盘，现在山下暴乱了，我们要进来躲一躲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不会动您老的东西，会另外找一块地方住下来的。王小夏根本就不给眼前这老头拒绝的机会，噼里啪啦的说了一堆。老头听完一脸惊讶，最后还问了一句：暴乱了？下面打起来了？可不是吗？很多人都跑了，我们带着老人和孩子根本就不敢跟着跑，所以只能在山里找地方躲起来。我看您这里有瘴气，也有沼泽，叨扰您了，说是以后有需要您可以尽管说。王小夏在猜测这人的身份，他脸上的惊讶不是装出来的，看来这老头真的是世外高人，隐藏在山里清修。老头抬头看了一眼4个人，最后目光落在格桑和孙九州身上。你们中毒了。行吧，反正老头子也无聊，你们去那边自己找地方住下，不要有孩子哭闹的声音，不然我就毒哑了。老头捡着他的扫把，拽着梅花鹿回去了。王小夏深深地吐了口大气，转身看向孙九州和其他人。他们赶紧返回去，天黑之前把大家带进来，不然明天一早瘴气起来的时候，又得等到第2天下午。1天时间，山下会发生很多的事情，他们没有时间去等。往回走的路快了很多，而那头被老头拽进屋子的梅花鹿又跑了出来，他快速地跑到了他们前面，给他们带路。到了地方之后，他们全都在原地等着。大概又等了半个时辰，莫迪回来了，却没有看到王小夏的身影。小夏呢？格桑和孙九州同时问道。莫迪愣了一下，把嫂子的话重复了一遍。嫂子说让老九和主子带着大家找地方歇脚，哈尼和耗子照顾好几个老人。那他呢？孙九州着急地问道。莫迪看着2个大男人的脸色，心惊胆战地继续说道。他说一会儿就能进来，让大家谁也别去找他，不然谁去谁要倒霉的。孙九州和格桑听完相互看了一眼，格桑心急之下咳嗽起来。孙九州迈开步子就要走出去一趟，却被老二给拦住了去路。你最好听我娘的。老二瞪大眼睛看着爹。可是娘现在很危险。孙九州就差没有大声吼出来，老二却依旧是坚持地说道：娘最讨厌被打乱计划，你等着，不然我打晕你。好家伙，这是亲闺女。老大也是担心娘的安危，可他又觉得老二这话没有问题。娘是个很有主意的人，而且娘似乎有秘密，
这个秘密他们谁都不知道。老九说，我娘的话要听，不然会被赶出去的。爷爷和李正爷爷他们都还病着，他们再不带头找地方，回来娘会骂死你们这2个没用的男人。他突然想到画本上的那些词，一口气把2人都给骂了。孙九州、格桑，没用的男人，好小子啊，这真是王小夏养的好儿子。王氏也同意老二的话，上前劝了一句：听九州媳妇的，赶紧找地方，几个老头子身体有些受不了了。孙九州和格桑不敢在原地站了，他们担心地看了入口一眼，最后都硬着头皮带着人往旁边的林子走。那老头说了，只能去旁边的林子，不能打扰老头的生活。一群人经过老头的屋子时，梅花鹿停了下来，他上前拱了拱门，咯吱，门开了，老头从里面走出来，手里还拿着煤油灯。我的那个乖乖，居然那么多人，好像还有3个病了的老头。老头伸长脖子看了看，嘴里还嘀咕着：打扰前辈了，我爹和2位叔伯生病了。孙九州还是礼貌地上前去打了声招呼。格桑看着老头拿着煤油灯，故意在那儿说了一声：青龙的官兵上来了，若是点灯，会不会被发现？就算这里面着火，外面都不会发现。这外面包裹了一层瘴气，这瘴气白天弥漫在林子里，晚上的时候就会往天空升，就像一团云包着，外面什么也看不见。不然老头子我怎么可能那么安心的在这地方住那么多年？老头子跟他们简单的说了说情况，然后指了指不远处的林子：去那边吧，原本我是打算在那儿盖屋子的，后来想想，我就一个老头，就不浪费地方了。多谢老人家，老人家如何称呼？我姓李，叫我李老头就行。管好你们的孩子，没事别哭，不然我会发疯的。李老头说完之后，拍拍梅花鹿的脑袋，一脸生气地说道：你再来撞门，我就把你鹿角给割了。梅花鹿噔噔噔往后退了几步，然后快速地往前面的林子奔跑过去。孙九州带着人跟着梅花鹿往前走。梅花鹿来到一片空地停了下来，大家就在这里停了下来。这地方没有外面那么冷，真是奇怪啊。森木觉得挺怪异的，以前他们不是没有去过山坳，从来不会像现在这么温暖。找柴火，该做饭的做饭。哈尼、耗子，你给他们看看。大家都动起来，记得别走远了，就在这一片。孙九州吩咐完之后，满脸愁容地看向入口的地方。王小夏来到莲花村的时候，看到不少官兵在这里安营扎寨。村子里的房子不够住，说明来的人不少。他去听了听那些官兵的聊天内容，大概找到了他们将军所住的院子。若不是现在不能动手刺杀，他可以在空间里动手解决2个。但是他现在不能，一旦动手，这些人势必会在附近到处搜寻。好不容易找到地方，可就不安稳了。不过不能杀人，偷点粮食还是可以的。他找到他们的粮草库，粮草库在一座院子里，几间屋子都装满了粮食。看来敌军早就提前囤粮，不然不会有这么多的粮食。他为了不做得太明显，每个房间偷偷搬了3袋，6间屋子18袋子，也够大家吃上一段时间。除了搬粮食，他还在后面院子发现了面粉、小米，照样一个屋子搬上3袋，同样的数量，这可不少了。他没有休息，到了山上就开始往上爬。空间起了个隐形作用，但是要往前还是一样得走路，除非坐到别人的车上。等他爬到山坳口子的时候，天快亮了。他在附近随便找了个山洞，把里面的粮食都放到山洞里，又把老花叫出来，让他去找孙九州他们。不要急，小心一些，我在这里等你。
他拍拍老花的背，老花仰头叫了一声，跑了出去。豹子的鼻子很灵敏，走过的路大概都能记下。这些王小夏对老花和花根班进行过考验，他相信老花不会出问题。等了1个多时辰，老花出来了，跟着出来的还有孙九州和莫迪，还有张大开几个兄弟。孙九州看到王小夏，激动地冲上前，上下一番打量。有没有哪里受伤啊？一点事都没有，我们一直藏着，况且我身边有老花和花根班，能有什么事啊？王小夏看到孙九州眼神中的担忧，微微笑了笑。嫂子，上哪来那么多的粮食啊？森木看到这些粮食有些不可思议。王小夏知道不能说是原本在山洞里的，不然这些人肯定想着是那些百姓留下的，他便吐出了2个字：偷的。偷的？你怎么能冒这个险？那些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敌军啊！孙九州一听急坏了，口气都是深深的指责，眼神中却是满满的心疼。王小夏看在眼里，他撇开视线，找了个理由：我本来想下山去打探情况，回来的时候看到他们的马车在山脚下掉进了坑里，我趁他们回去搬救兵，把这些粮食搬到丛林里藏着，等那些人离开之后，才让老花叫来他的同伴，一起把粮食给背上了山。听到这话，众人多少相信一些，毕竟王小夏的身手他们也都看到过，绝对不输给男人，加上有老花和花根班，真的把粮食偷上来还是有可能的。粮食全部被搬进了那片小林子。此时天渐渐亮了，半空中的迷雾渐渐下沉，那片沼泽再次恢复了神秘的色彩。折腾了1个晚上，王小夏困得不行，也不管大家要忙什么，他需要好好睡一觉回血，连早饭都没吃，找地方就躺下钻被子里了。天亮之后，李老头闲着没事过来了，知道他们手上有几个病号，他也过来看看。哈尼和耗子见老头还会医术，而且会的还很多，都很好奇地跟在旁边，看能不能学点什么。李老，多谢你了。孙九州满心感激地向李老头拱手行礼。不谢，你们早些安顿下来，省得晚上太吵，弄得我晚上睡不好。李老头黑着个脸，给几个老头扎完针，又扫了一眼。哈尼知道李老头这是在找师傅，刚才都见李老头问了好几次。他在旁边说道：我师傅身体不好，他累了，能睡很久。身体不好还逞能，简直是找死。走，我去看看。李老头说到这话，就到处寻找那臭丫头的身影。孙九州见这是个倔老头，只能带他来到媳妇儿躺下的地方。王小夏睡得很熟，即便是不远处有人在砍树建房子，他也没醒过来。图图一直守在娘的身边，看到李老头过来，礼貌地站起身打了个招呼：李爷爷好。李老头不喜欢小孩，看都没有看图图一眼，便是蹲下来给王小夏把脉。就是身体太虚，好好养着就是了。他收回了手，又看了一眼这沉睡的丫头，起身往自己的屋子里去了。王氏还想留李老头吃顿饭再走，李老头摆了摆手：我要回去睡觉，不要来吵我。等着李老头离开之后，哈尼在旁边嘀咕道：婶子，这李老头的脾气有些奇怪呀。李爷爷貌似很不喜欢小孩。图图也意识到了。那你们以后就别去他那边转悠，毕竟这是他先找到的地方，肯让大家在这里住下已经很不错了。王氏摸摸图图的脑袋，像图图这么懂事的孩子还不喜欢，是那老头眼瞎。王小夏这一觉睡了个对时，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，这才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。睁开眼，发现睡在了木屋子里。孙九州就在外面守着，听到里面的声响就赶紧进来了。看到媳妇儿醒来，他赶忙凑了过来。屋子里放着火盆，光线微暗。王小夏看到他担忧的脸，头发有些凌乱。
一双眼睛还带着几分浮肿，眼眶里布满了血丝，看上去是好久没休息才会有的样子。我没事儿，你去休息。你看看你的眼睛，再这样下去，你会变成瞎子。他低声说着，语气中带着自己察觉不到的愤怒。孙九州听完，傻傻地笑着说道：你这是在关心我？别急，我这就去睡。现在去睡觉，马上！别以为你的身体是铁打的，说是你倒了，他们该怎么办？王小夏觉得孙九州现在就是这里人的主心骨，他若是病倒，那些老的会很担心。是，听媳妇儿的，马上去。孙九州连连点头。娘和爹好像和好了。是啊，他们只要在一起，我们就不会有后爹后娘啦。老二高兴地说道。图图闭着眼睛，他也听清楚两人的谈话，但是他觉得这个便宜爹迟早还是要走的，到时候又是娘一个人扛起这个家，娘太辛苦了。他倒是觉得格桑叔比较靠谱，至少人家有钱，不用娘为了3餐而忙碌。老大脸上还是有些担忧，这个后娘以前没发现如此优秀，现在大家都知道后娘的优秀，爹的身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公开，恐怕以后想要追求他的男人更多。他偷偷地看了一眼图图，眼见图图闭着眼睛，他就知道那小子是在装睡。上次图图跟格桑叔说的话他也听到了，其实他也能理解，图图是不想后娘这么累，可他们现在很需要后娘，他得想办法改变这小子的想法，让这小子能跟他们站在一边。晚上的时候，他们烧起了篝火，把李老头请过来，跟着大家一起烤肉。李老头在这里一直都是一个人，要说不寂寞那是假的，如今多了那么多好客的邻居，他的心情很好，还将自己酿制的酒拿出来给大家享用。李老，您还会酿酒啊？张大开好久没闻到酒味了，只是喝上一口他就觉得浑身舒坦。这酒是秋天酿的果酒，这山里到了秋天的时候很多野果子，我老头子一个人吃都吃不完。对了，前面还有一片板栗树，也不知道现在还剩多少。你们有时间可以去打了囤着慢慢吃。李老头表情冷冷的，却是个很健谈的老头。多谢李老，明儿我们过去看看。格桑感激地笑了笑，随后偷偷看了王小夏一眼。王小夏尝了一口果酒，味道一般，说实话没他的手艺好。不过这李老头还真是什么都懂，听他刚才说的天气、山里的果子、温泉，还有很多山里有的东西。他很是好奇地问道：李老，您在这里住了多少年？多少年我也忘了，至少4、5年了吧。李老头努力去回忆，他之前出过山坳，去山下的村子溜达过，大概应该就是这个数。看来这是个不甘寂寞的老头，真正避世的怎么会去山下溜达？那这避的多半不是江湖人士，而是某些达官贵人，因为那些达官贵人可不会在小山村溜达。李老，哎，吃肉，这是我的儿媳妇做出来的烤肉酱料，刷上去烤的肉味道很好。孙秋毛看上去精神了不少，此时也能跟大家坐在一起烤肉了。李老头可是一点都不客气，接过一只兔子腿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，一边吃嘴里还一边赞着：好吃，好吃。老头，我好久没吃到这么美味的饭菜了。你们不知道一个人的饭多难做，做多了浪费，做少了不够吃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手艺不行，只能是勉强填饱肚子。王小夏嘴角扬了扬，这老头真是够狡猾的，这是想跟他们搭伙吃饭，
省得自己动手做饭了。几个老头都是知恩图报的人，李老头收留了他们，多双碗筷他们自然不会反对。李老头如愿的入伙了，为了表示自己不吃白食，他扛来了1袋米，还说过明天带大家在山里找食物。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这次虽然补充了不少粮食，但是外面的情况不知道会维持多久，他们不得不为将来的生计做打算。这一晚，大雨倾盆而下，雷声阵阵轰鸣。明明听到很大的雷声，可这里的树木却没有受到任何损坏，倒是沼泽那边有些树木被劈了，那些树木直接掉进了沼泽里。这样的天，李老头无法入眠，他心烦气躁地在屋子里转悠，脑袋的疼痛让他渐渐失去知觉。他发疯一般地冲出了屋子，在雨中到处乱跑乱撞。看，那好像是李老。张大开手下的一个小喽啰指了指在雨中奔跑的李老头。张大开看清楚，还真是李老头，连忙冲过去看看发生什么事儿了。李老头捂着脑袋往前跑，突然间撞到一棵大树，头上撞出了一个血包。他依旧是捂着脑袋在地上翻滚，整个人缩成了一团。张大开见状，抬手把李老头给打晕，然后背着人回到他们的木屋。他赶紧让张瑜去把九州嫂子叫来，给李老头看看，把屋子里的火盆子烧大一些，让屋子里更暖和一些。这里虽然没有外面冷，到了晚上还是有些寒意。屋子里不放盆子火，大家很难睡得舒服。他们上山的时候捡了不少烂盆子，现在也都派上用场了。王小夏正做着梦，被图图给叫醒。他发现最近好像睡得越来越沉了。他揉了揉太阳穴，脑子清醒之后看向图图：“娘，李爷爷好像病了，张优叔叔让您过去帮看看。”图图已经拿好了药箱子。那老头居然病了。王小夏愣了一下，还是跟图图一起走出了屋子。外面还下着大雨，他们打开伞，小跑着跟着章鱼来到了一个屋子里。王小夏看到昏迷的李老头，他静静地给李老头把了把脉，又伸手摸摸李老头的后脑勺，发现后脑勺有一块凸起的地方，具体情况还得明天问问。李老不会死吧？章鱼担心地问道。王小夏看得出大家还是挺喜欢这老头，他淡然一笑说道：“没事了，他应该是有什么救急，只能明天等他醒来再问清楚是什么情况。现在打晕是最好的决定。”确定李老头没有什么大碍，王小夏带着图图又回去睡了。张大开让章鱼守着，让其他几个兄弟睡觉，晚些再起来一个给章鱼换班。这老头必须有人看着，不然突然醒来把谁掐死都不知道。第二天一早，李老头醒来发现睡在陌生的屋子里，他茫然地看看四周，心里想着应该是犯病的时候被他们给带到了这里，看来还是左邻右舍比较好，至少病了还有人会搭把手。李老，您醒了，我找九州嫂子给您看看。孙青毛看到李老头醒来，起身就要去找九州嫂子。李老头摆了摆手，道谢说道：“谢谢老哥，不必了，我这老毛病治不好，只要不死，第二天就没事了。”那怎么行啊？这样太危险了。李老，您可别小看我们九州嫂子，她的医术可好了。之前我那大孙子都被人打得快断了气，他都给救回来了。还有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们之前在小孙山上那里的狼。孙青毛滔滔不绝地把山上打狼、攻打张大开的山洞这些事情都给李老头说了。李老头听完有些震惊，他还从没遇到过这么睿智的丫头，不仅会医术，听青毛哥这话，那丫头还懂战术。一个山野村妇懂得这么多，实在是不太合理啊。
您就听我一句，让我家大儿媳妇看看。孙青毛也是看中李老是个有本事的，懂医术，还一点都不嫌弃他们这些泥腿子。李老头听完，眼中燃起了希望。他这毛病好几年了，这些年来，他知道自己忘记了很多东西，他怕有一天真的忘了自己是谁。你等着，我给你叫人去。孙青毛见李老被说通了，我得回自己屋子去，昨晚叨扰到大家了，估摸着那几个小兄弟都没睡好。李老头说着话，也慢慢地站起身来。他摸了摸额头，额上被包扎好了，但是他还是有些虚弱。每次打雷的晚上，都把自己折腾得要死不活的，这一次恐怕是最轻的了。娘，爷爷叫你给老李看看。老四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，他四周看看，没发现耗子和哈尼。耗子叔叔和哈尼叔叔挖药去了，林子里有很多药材。哈尼叔叔说爹他们挖的没法看。老四低声给娘说了一声，的确不能看，草多过药，不过对于这些不懂医术的人来说，这已经算好了。等这2天完全安顿下来，早上该干活的都去干活，下午的时候让哈尼教大家认字，然后再划一个时辰习武。总之这些都不能耽搁。至于哈尼他们几个学医术的事情，可以放到早上。等一切正常下来之后，少了耗子和哈尼干活也没什么。心里规划着今后的打算，不知不觉他们来到了李老头住的屋子。九州媳妇，你给李老看看，我先回去了。孙青毛见九州媳妇带着图图过来，他也就没留下来打扰他们。王小夏看了李老头一眼，一脸不耐烦地说道：老头，你还治吗？不治我就走了。你这丫头，好歹我也是长辈。李老头白了王小夏一眼。王小夏看了图图一眼，说道：你去忙吧，他的病不是1天2天的事情，他若是不配合，我也治不了。图图看了李爷爷一眼，乖乖地去帮娘把捡出来的药草分类。他昨晚大概也知道李老头是什么问题，症状其实跟图图差不多，只是图图比他更严重一些。你这病是受了刺激落下了，听不得雷声，也听不得孩子啼哭，每次碰到雷雨的晚上，你就会头疼欲裂，第2天还会忘记些什么。他张嘴就来，道出李老头的症状。李老头眼睛一亮，没想到这丫头居然全都说对了。他想起刚才孙老弟说的话，看来这丫头确实是个天才。他紧了紧眉头，随手从柜子里拿出了一本发黄的书，将书塞到了王小夏的手里。我这病暂时治不了，听说你还有做大夫的慧根，这书你拿回去看看，说不定对你有用。王小夏很不客气地接过那本书，把书揣到身上，不急不慢地说道：你这病能治。呵呵。李老头鄙视的一笑，这丫头有点本事，确实有些过于自大了。爱信不信，我忙去了，但愿你以后别来求我。王小夏可没压着别人治病的怪癖，反正来日方长，这次的入侵没几个月不会有什么变化。李老头倔强的冷冷一哼，没把王小夏的话当作一回事。还没等王小夏走出房间，就听外面传来李彤的大喊声：不好了，老九哥被熊瞎子给抓伤了，很大一道血口子，九州嫂子，快来帮忙看看呐！李彤人没到，声音却是传得到处，所有人都能听到。王小夏听到声音，赶紧跑去看个究竟。李老头不放心，之前听说过山里有熊瞎子，只不过他在这里住了那么多年，也不曾碰到，怎么就会被他们撞见了？被熊瞎子抓伤可不是轻伤，他也追过去看看什么情况。老二哭着冲到了娘的怀里：娘，快救老九叔！别担心，有娘在，他不会有事的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
重伤昏迷的孙九州被张大开给背了回来，后面跟着骂骂咧咧的张瑜。都是森木，非得去捅那个熊瞎子窝，结果里面有2头大熊。老九哥为了救森木，才伤成了这样。行了，你就闭嘴吧。人家森木也是一番好意，想把熊胆弄出来，给九州嫂子泡酒。张大开瞪了弟弟一眼，老九哥都说了，这事儿不怨森木，人家也是一番好意。王小夏没兴趣听他们在这里推脱责任，他只是看了一眼就知道这次很严重，比之前被斗狼的时候严重许多。大开，把人送到屋子里。二婶，劳烦你在屋子里烧一堆火。老二，给我准备煤油灯。图图，把缝合伤口需要的针线给我准备好。他速度的做了反应。是。哎，好的，马上就给您送来。所有人回应了一声，转身照着要求去忙活起来。张大开和张瑜小心翼翼地把孙九州放到屋子里，王小夏只让张大开和图图帮忙，其他人全都去外面等着。李老头刚才听到王小夏说缝合，他静静地在旁边看着。缝合术之前他也尝试过，但是效果根本不行。王小夏认真地查看孙九州的伤口，好几处都能看到白骨，这样的伤口看着就让人发怵。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动作极快地把伤口给清理好，然后拿过小团子递过来的线，熟练地把伤口缝合。一共3处大的伤口，他花了半个多时辰就把伤口全部缝合完毕。李老头看花了眼，王小夏则是忙晕了头。处理完一个伤口，王小夏回头看了一眼。你不是大夫吗？那么多受伤的，你不去帮忙，在这愣着做什么？看到李老头还愣在这儿，他有些上火。李老头被骂得愣了一下，回过神，赶忙出去帮忙处理其他人的伤口。这一场忙活下来，就到了傍晚，受伤的人还不少，重伤的3个。孙九州、雷子、森木、莫迪还稍微好点，包扎了伤口还活蹦乱跳的。为了方便照顾，3人被送到一个房间。王小夏累得够呛，吃了晚饭就去睡了。剩下的事情交给了李老头和图图。哈尼和耗子本来就跟他们一起出门，忙活了半天，早就睁不开眼，只能都回去睡觉。午夜，李老头看图图也困得不行，还逞能的跟他守夜。抬眸多看了这小子一眼，图图知道李爷爷不喜欢孩子，很识趣的跟他保持距离，靠在门边上打起了盹儿。这孩子还挺会看人脸色。李老头又看了一眼，发现小家伙睡着之后，偷偷的把人抱到一边，放在草垛上，还把被子给盖上。原来你也不是完全讨厌孩子呀。王小夏慢悠悠的声音传来。李老头顿时有种被抓包的感觉，他冷下一张脸，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，恶狠狠地瞪了王小夏一眼。累成那样不多睡会儿，来这里做什么？他低沉着声音说道：怕你一个老头不能熬夜。他其实是怕晚上又打雷下雨，到时候李老头犯病，伤到这些人可就麻烦了。毕竟犯病的人是没有轻重的，这一点他以前可见过不少。李老头表示怀疑地看了王小夏一眼，又贼兮兮地问道：丫头，你那缝合之术哪里学的？你想学？王小夏之前就听小团子说了，这老头看他缝合伤口的时候眼睛都直了。想？李老头没有说出来，感觉有些丢脸，可他的缝合之术实在是太烂了。刚才他就偷偷看了几个人的伤口，那伤口缝合的真漂亮，而且他之前看到他的速度很快，对这些非常熟练，简直让他妒忌。王小夏看得出这老头是拉不下这个脸，既然这样，那他也装傻的打了个哈欠，道：李导的医术超凡，估计也看不上这些玩意儿。说完，他起身去查看几个人的状况。
孙九州开始发烧了，脸涨得通红，整个人不安地来回摆动脑袋。他给他擦擦额头上的汗，给他扎了2针。你帮看着点儿，我给他们熬点药。你那针法没见过，看上去挺有意思。李老头刚才一直盯着王小夏下针，想学？王小夏坏笑地看着老头，想。老头还是不好意思说出来，冷冷一哼，撇过脸去。王小夏瘪了瘪嘴，也不理会这骄傲的老头。他回到房间抓好药，打算去厨房把药给煎了。刚刚走出屋子，却见格桑送来大碗的烤兔子，兔子肉被切好，还把骨头给剥了。吃点吧，我去给你烧火。格桑把大碗塞到王小夏的手里，转身去了厨房。老四心里担心地看了娘一眼，格桑叔叔真暖心，这点爹有些跟不上，等爹好了得多提醒提醒，可不能让格桑叔叔占了上风。他跟着走出屋子没多远，好奇地低声问娘：娘，爹为何不能是爹呀？这……王小夏脑子有些发懵，他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老四这话的意思，认真想了想，说道：那是因为你爹太优秀，想害他的人很多，所以不能表明身份。你记住了，这事儿千万不能告诉你三叔，他的嘴不严。这事儿大哥已经跟我们说了，我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。老四认真地说道。王小夏摸摸他的小脑袋，加快步子往厨房走。娘，你会不会不要爹呀？老四突然问了一句。王小夏该怎么回答？他停住脚步，看着老四认真的样子，好一会儿才说道：只要你们听话，我不会不要你们的。老四听完眼睛一亮，之前他们都好怕娘跟别的男人走了，听娘这么一说，他高兴坏了，屁颠屁颠的跟着去了厨房。王小夏到厨房的时候，格桑已经生了2炉子火，这里没有专门熬药的瓦罐，只能用锅来熬。旁边的地方放着2口锅，锅里没有放水。格桑一看就是有钱人家出身，没想到也会做厨房的事情，这倒是让他有些惊讶。不知道要放多少水，锅已经洗干净了。格桑说着话，又从身上摸出了一把板栗，塞给老四。吃吧，我来看火就行。谢谢格桑叔叔。老四接过板栗，礼貌地道歉，然后找了个小凳子坐在厨房里。他可得好好看着娘，不能让娘被格桑叔叔给卷走了。王小夏似乎看出这小子的心思，看来憨厚的老四被其他几个孩子给带坏了。他把药放到2个锅里，在里面放好了水，把锅放到灶台上，再跟格桑说了说火候。格桑听完，搬了张凳子放在老四的身边。你坐，我来就行。王小夏不客气地坐下身来，看着格桑一边看火，一边关注着锅里的药，很是好奇地问道：看你的样子应该出身富贵，怎么会做这些？昏暗的光线下，格桑好看的脸上露出微微的笑容。格桑其实长得很好，高挺的鼻梁，狭长的凤眼，感性的唇天然上翘，皮肤细腻白净。王小夏看着这张脸，她的温柔一笑估计能迷死万千少女。可惜她不是懵懂少女，已经从少女越过某些环节变成了少妇，而且还是拖了一串的少妇，所以她也就是赏心悦目罢了。格桑叔叔，你看着我娘傻笑做什么？我娘问你的问题你还没回答。老四故意来了一句，想用眼神给娘传情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格桑看到坐在那儿安静的王小夏，愣住了。之前很多女人说她的笑很迷人，可为何就没有迷到她？他心里有些失望，只能回答问题。那是因为我家一直有病人，后来轮到我变成病人，为了找药四处奔波，有时候风餐露宿，
自然会了不少事情。你身边不是有森木叔叔他们吗？老四有些不相信。他们也有受伤的时候，比如说今天。格桑能感觉到老四这是在试探他的身份。这几个孩子都有小九九，一个比一个精明，他觉得都很不错。老四不甘心的又问道：等这里不打仗了，你是不是就要回家了？说不好，看情况。格桑给了个模棱两可的答案。你是担心身上的病吗？娘说能治就能治，你不用太担心。老四很是直接的说道。王小夏发现老四是真的学坏了，连人家想要留下来的借口都直接给堵了。他有些想笑，却还是努力克制住了。然格桑却不是那么好对付，看出小家伙的用心，他故意的说道：除了治病，我这次出来还有件很重要的事。什么事啊？老四一脸期待的看着格桑叔叔。格桑很是直白的说道：我爹说我得找媳妇了，这次出来打算找个媳妇回去。你那么有钱，得好好选选，大户人家都要门当户对，听说城里很多姑娘未出阁，你可以去看看。老四一听这话，心里急了，把大哥给他们说的话本里的话都给说了出来。我家不讲究这些，而且在我家我说了算，找个喜欢的就行，不用门当户对。格桑也借着老四挖的坑表明自己的态度。你那怎么行？两人相差那么大，肯定合不来的。老四说到这里，激动地站了起来。王小夏再也忍不住，老四这小大人的模样也太可爱了。咕嘟咕嘟，灶上的药滚了，格桑赶忙抽出几根柴火，让火势小一些。娘，我说的事实，话本上不是这么说的吗？有钱人家要门当户对，穷人家出身的姑娘也适应不了那么多礼数，迟早还是要分开的。老四一脸认真地看着娘。王小夏表示认同的点点头。对对对，我们家老四呀，越来越有学问了。这两个人生活环境相差太大，的确很需要精力去适应。反正我是受不了那些大门户的套路。他可不傻，怎么会听不明白格桑在对他表白呢？他也就跟着套路完就行了。格桑听到这话，有些话想说，却碍于有个小家伙在这儿，话到了嗓子口又咽了下去。他灵机一动，看了老四一眼，说道：老四，你能不能去把莫迪叔叔叫来？这些柴火好像不够了。好。老四没多想就跑出去了。老四一走，格桑拉了个凳子坐下来，一脸好奇地看着王小夏。他虽然很优秀，可他无法给你安稳，无法给你锦衣玉食。王小夏探究的眼神看了格桑一眼，瞬间明白了什么。你知道他的身份了？他有些担忧地问了一句。格桑微微点头，算是猜到了8、9分。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给不了最起码的安稳，你为何不考虑换一个？因为我从未想过靠男人。王小夏认真地回了一句。格桑第一次听女子有这样的想法，惊讶的同时对王小夏又多了几分欣赏。那也可以找个齐头并进的。暂时没这考虑，我只想过好现在的日子，看着孩子们能读书，老人们能过得安逸，能偶尔找几个朋友喝上几杯，这样的生活就挺好。王小夏扭头看着窗外，曾经他最向往的生活就是平静，可不是像现在这样一贫如洗的平静，而是口袋里有钱，看中喜欢的买买买，看上好吃的吃吃吃，那才是他想要的生活。我不急，可以等。格桑含情脉脉地看着王小夏，王小夏却是非常果断地说道：还是不必了，我们注定不是一路人，能认识虽然是缘分，可是有些缘分却是没有盼头的。格桑温柔一笑，没有半点生气。此时老四回来了，
身后跟着莫迪。他们走到门口，刚好看到格桑含情脉脉地看着王小夏。糟糕，上当了！格桑叔叔太精明了，什么还这么温柔地看着娘。娘，外面还挺冷的。哎呀，这里昼夜温差比外面要大很多，晚上出来得多穿些衣服。王小夏摸摸老四的手，还真是有些冷。他给他哈了哈气，不放心地看向格桑，说道：“麻烦先帮看着火，我带这孩子去加件衣服。”好。格桑应下声来，王小夏拉着老四出了屋子，莫迪则是给主子竖起了大拇指。还是主子高明。高明什么？把药给那边端过去。格桑语气中带着几分生气，这些小崽子真不省事儿。莫迪不敢多问，大概猜到主子的表白多半是失败了。主子那么高傲的一个人，之前身边多少女子都围着他转，如今被人拒绝，心里有火是肯定的。他赶紧帮忙上去找了个托盘，把2碗药一起端过去。莫迪走了之后，格桑坐在厨房里发呆。表白失败，他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对自己感兴趣呢？一晃到了大年30，没有了家园，大家的思乡心切都很重，只是所有人都默契的没有表现出来。喝上几口酒，男人们的心情都好了不少，唯独李老头黑着一张脸，一个晚上都盯着王小夏。李老弟，来喝点儿。孙青毛高兴地端起了碗，这酒来之不易，他可是一滴都怕洒了，端酒的时候十分的小心翼翼。李老头觉得最近头发都快掉光了，那个死丫头就是不松口，难道真要让他拜一个小丫头为师傅？这事若是传出去，他的脸往哪儿搁呀？我们家那边向来都是以能人为尊，谁有本事谁就可以做老大，这种事儿可没有什么丢不丢脸的，只要能学到本事，那才是最厉害的。森木跟其他人聊着天，突然就来了这么一句：森木说的没错，我们家乡那边哪怕刚刚说话的孩童，只要有本事的都能做老大。莫迪同意的在旁边补了一句：是啊，我走过很多地方，一些部落族里也是这样，强者为大。格桑说完，喝下碗里的酒，余光瞟了李老头一眼。李老头怎么感觉这些人有点像是在说他眼瞎吗？他想要学缝合术这事儿早就不是秘密。王小夏也偷偷看了李老头一眼，这个死要面子的臭老头，继续憋着，反正难受的不是他。等过了年，我们可以找机会下山看看，孩子们都得读书，到时候找个有私塾的地方安家。最近辛苦各位兄弟了，来，喝酒。他说着话也举起了杯子。我们都听嫂子的，来，喝酒。二虎在旁边跟着起哄。李老头见大家都站起来，这是同意要一起下山。那缝合术怎么办？他还没有学到手呢。还有那针法，那么微妙的针法，这丫头到底拜了个什么逆天的师傅？他好歹也是药王谷的谷主，怎么就不知道哪里出了个这么厉害的大夫？李爷爷，这可是我娘好不容易弄回来的酒，您可别浪费了。若是您喝不了，那就给我三叔喝好了。说完，他就把那碗酒给抢了过去，把酒顺手给了三叔。那就多谢老李了。咕咚咕咚，说完他就一口气把那碗酒喝了个底朝天。李老头看着那个空碗，吧嗒了一下嘴。本来酒就不多，每人一碗勉强够，他一口都还没喝呢。王小夏看着李老头便秘一样的表情，心情倒是不错。小夏，我身上解毒的药一定得到春天吗？孙九州很想快点解毒，想尽快改变山下的状况。王小夏点了点头，这个季节你需要的那些药都没法找，就连格桑大哥需要的药恐怕现在也没有了。他们需要的药我有，不过
想让我拿出来有个条件。李老头早就看出这两人身上的毛病，他珍藏了不少好药，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拿出来，这或许是个机会。可惜这些人都没给他这个机会。多谢李老，不必了，我等得起。孙九州很是客套地回道：多谢李老，我也等得起。格桑也没打算给王小夏丢脸。李老头脸好黑，黑得大家看着都想笑。王小夏看着李老头再次憋屈的样子，实在是忍不住了。王小夏，我拜见师父。李老头再也顶不住，手一拱，拜师了。王小夏则是躲开李老头，一脸淡然地说道：我可不收徒弟，不信你问问这些孩子，他们都是知道的。对，娘说了，不收徒弟。是呢，娘说收徒弟麻烦。几个孩子很不客气地在旁边煽风点火，李老头被气得捂着脑袋，然后直接晕了过去。王小夏见李老头躺在那儿一动不动，还真担心把这老头子给直接气死过去。这李爷爷不会是嗝屁了吧？李老头早就醒了，听到老二这话，差点没气得跳起来，给这小丫头2个耳光。王小夏也看出来李老头早就醒了，之前是不愿意低头，现在想做老赖，那就吃点苦头好了。老五，去把你奶奶缝衣服的大针拿来，这些针对李老头没用了。他扭头给老五使了个眼色，老五动了动眉毛，机灵的去奶奶屋子里找了根最粗的针回来。王小夏看着老五这么上道，嘴角微微一扬，看着那根针直接朝李老头的痛穴上戳了上去。行了，嘿嘿，行了，师父，您怎么才肯收我为徒啊？格桑见李老头也是个人才，看了一眼哈尼，哈尼明白的上前给李老头一个台阶。师父说了，他不收徒，不过可以跟着学点，就是需要交学费。哎呦，这个有，师父等着，等着。哈尼，你跟我来。李老头一听有戏，赶忙拽着哈尼往自己屋子跑。王小夏回头看了格桑一眼，不明白格桑为何要这么做。李老是个人才，若是一直待在这里，太可惜了。王小夏不得不承认，李老头是有点本事。这些日子听他唠叨了不少外面的事情，他很好奇这4国到底有什么新鲜玩意儿。既然来了，不能白来一趟，他也想以后有机会到处走走。不过他决定收李老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以后若是开个药铺什么的，让这老头做个掌柜的也不错。李老头是不知道王小夏的心思，若是知道让他堂堂药王谷的谷主做掌柜，估计他还得气急攻心的晕一回。不多时，李老头和哈尼抱着2个箱子回来了。2个箱子放在地上，李老头把箱子都打开，里面放着不少的好药材，其中500年的山参就有2根，另外就是上百年的灵芝，其他那些珍贵药材就不用说了。孙九州和格桑需要的药材也都在里面。我去，这老头眼光真好，都是些极品呐。不过这里面林子的确有很多好东西，就是最近忙着照顾这几个病号，没办法去找。看来在离开这里之前，他真得放开胆子到处看看。师父，这可够？李老头见师傅皱着眉头不吭声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还行。王小夏一本正经地应了一声，心里却在喊着，这回可是赚到了，光是这些药材，只要下山之后能找到有钱的买主，一套房子，一个铺面，那肯定是没问题的。成了，成了。李老头见师傅终于答应下来，总算是眉开眼笑起来，所有人也都跟着笑了起来。这算是新年收的第一份礼物吗？收了个老顽童徒弟，王小夏也不知道多了藏了故事的徒弟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。
李老头的心事了了，笑声也爽朗不少。虽然没有那么多酒能让人一醉方休，大家却高兴了大半夜。可所有人都高兴的时候，有张脸是一直黑着。不远处屋子里，老根媳妇儿摸摸自己被打得红肿的脸，咬牙切齿地看着那些人高兴的样子，他吐了口唾沫。呸，有什么值得高兴的？不就是几只兔子和野鸡吗？等下了山。下山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。想到这儿，他突然就更蔫巴了。山下这个情况如此糟糕，天天在这里看着他们高兴，这种折磨他快受不了了。不行，他得找机会出去看看。这个地方那么多好药材，说不定把这地方告诉那些官爷，能得到不少好处。可他一个妇道人家说话，人家未必会听。而且山上还有狼，一个人去也太冒险了。如此一想，他眼底划过了几分恶毒，或许还能有个一箭双雕的机会，既能得到好处，还能把那个该死的孙老根儿给处理干净了。今儿早上刚好是老根媳妇儿守着，他有些犯困的打了个哈欠，看到王小夏的身影带着2头豹子往外走，他们小心翼翼地跟了上去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他们也不再怕那2只豹子，但是也不敢靠得太近。他们不敢凑得太快，保持距离地跟在王小夏的后面。王小夏没走多久就发现有人跟着，不用看他都知道是谁。他盯了2人很久了，今天出去不仅是为了探情况，更为了引蛇出洞。既然他们那么想找死，那就成全他们，故意放慢速度，免得人家跟丢了。等出了山坳，来到山顶的时候，他将2只豹子放到空间，随后拿出匕首把2人都解决干净。搞定2人，他想着要把山下的人引上来，便是来到半山的地方，放了几把火，在火堆里放了些东西，烟雾会比较浓，这样一来就能把山下的士兵引上来一些。果然，很快有士兵发现了山上有浓烟，主将安建带着手下的人很快上了山。王小夏看着这一幕，嘴角一扬，他们上山，他就下山，这一次他要干一票大的。来到山下，进了村子，看着那些士兵陆续冲上山去，村子里的士兵非常少，从进村子到仓库，10来个士兵在巡逻。他要往村口地方看了看，那边也是10几个士兵。他先去仓库看了一下，这么多东西，他那100平米的空间可装不下，再升级需要1000两，他也没有那么多银子，这可怎么办？思来想去，就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去偷。这么大个营地，不可能连1000两都没有。而且刚刚打败了玄武国的大军，肯定有赏赐。他眼睛一亮，先去了主帅的营帐，帐篷外面有人巡逻，他在空间也没人看到。进入营帐之后，他小心地把东西翻了翻，看到上面有一张地图，还有不少信函。他把这些也收到空间里，说不定拿回去孙九州能用得上。做完这些，他又从一个包袱里搜出了800两银票，还有50两碎银。搞定一个营帐，他又去了2个副将的营帐里，里面也都有收获，只是那陈妥比较穷，只有120两。边延昭居然有530两银子，加起来1500两银子。若不是要把粮食都装走，他还真舍不得一下花那么多银子。可是想着有粮食大家才能活，他还是狠下心来，把偷来的这1500两开辟空间。原本100平米的房间，加上这另外的150平米，一共就是250平米。250，这个数字为何听起来那么别扭？他郁闷了一会儿，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卷入空间，然后把空间稍微整理了一下。升级完空间，他拿出匕首，他开始灭杀留在村子里的士兵。有空间做掩护，10几个人对他来说太简单了。
搞定这些之后，他去马圈把马都给放了。搞定这些，他把仓库浇了些油，再给点上一把火。他点完仓库，又把主帅和副将的帐篷都给点了，然后就是往村子里一路放火，帐篷都点上火。他吹了一声口哨，将马都引出了村子。此时，山上的士兵看到山下起了火，赶紧往山下跑。王小夏看到这一幕非常满意。虽然空间拥挤的厉害，他要站住脚都有些难，但是看到那么多粮食还是挺高兴的。带着满满的收获，他一刻也不敢停的赶忙往山上跑。他很害怕孙九州担心从山坳里出来，这一来一回的折腾，天已经快黑了。此时不仅是孙九州在那儿等着，格桑带着森木和莫迪也过来了。他们全都爬到树上往外面看，心情也都十分的紧张。天都快黑了，九州嫂子还没回来，该不会……森木终究忍不住把心中的担忧说了出来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九州嫂子一定会没事的。莫迪真想一脚把人给踹下去，没看到主子和老九脸都黑了。孙九州很愧疚，危险的时候没能保护自己的媳妇儿，只能在这里做个缩头乌龟，实在是太窝囊了。格桑也一拳头打在了树上，他的身体比老九更糟糕，真要跟着出去也能成为他的拖累。森木见两人脸色太过难看，又在旁边安慰道：放心吧，九州嫂子那么厉害，肯定不会死的。闭嘴！孙九州和格桑几乎是异口同声，他们现在最不想的就是听到那个死字。王小夏进了山坳就现身了，带着2只豹子迅速进了瘴气林。回来了，九州嫂子回来了。格桑眼睛比较厉害，已经在朦胧的雾气中看到了人影。王小夏听到声音加快了速度，看着孙九州和格桑他们都在口子等着，他赶紧跑到他们住的那片林子。为了遮掩自己偷粮，他只能嫁祸给孙老根2口子。出事了，孙老根和他媳妇儿下山投青龙国去了。哐啷，孙石墨手中的碗掉在了地上。想不到他们2口子居然那么狠，居然不吭声的去投敌。哎呀，那可怎么办呢？若是敌人杀进来，我们就完了。孙阳明媳妇儿听到这话，脸都白了。这可咋办？他们可是有军队的，这下我们死了，肯定完了。袁氏听完，心里把孙老根2口子骂了很多遍，要跑了怎么不带上他们？孙礼正也害怕的黑了一张脸。他们死了倒没事，这些孩子们才那么点儿，说是这么死了，多冤呢。哈尼，去把李老头叫来。王小夏知道李老头能在这里这么多年，肯定不单单是因为瘴气和沼泽，他早隐隐看出这里有阵法，才肯在山下来一票大的。今儿早上李老头见师傅不在，跟着他们去了那边林子，挖了不少药回来，正高兴地把药材整理好，放到他的小丝库。李老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，您快出来啊！哈尼跑到李老头门口大喊起来。李老头被吓了一跳，打烂了手中仅剩不多的一个瓦罐，他气得跳起来，冲出门对着哈尼一顿吼：喊什么？什么事如此大惊小怪的？哎呀，当然是大事儿，您快来，大家都等着你呢。哈尼拉着李老，一路把孙老根他们投敌的事情说了说。李老头听完一脸黑线，这2个不要脸的蠢货，居然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来。众人看到李老头到来，全都看向了王小夏。他们现在人也不多，根本是无法跟军队对抗的。看到李老头到来，他开门见山地问道：有什么法子能改变我们进来的那条路？那条路上肯定留下了脚印，即便是没人带着，看到脚印也会发现。我们的时间不多，他们可能会很快就上山了。李老头点点头，也没有解释太多，转身往林子口走去。老九哥、格桑哥，你们跟来，其他人回去收拾东西。遇事要不急不慌，不然还没找到法子，大家就把自己给气倒了。莫迪，你们留下来看着点。王小夏吩咐完，转身跟着李老头往林子口的地方跑。
李老头等他们到了之后，启动了之前布置的一个阵法，将入口调整了位置。只要他们走原路进来，就会全部掉到沼泽里面。既然你设置了阵法，为何我们来的时候不开启？或许这就是缘分吧。你们来那天，我犯病昏迷了2天，若不是你们出现，估计我可能会继续睡下去。原来他们无意中吵醒李老头，还救了他一命。难怪当初进来的时候，李老头没对他们动手。王小夏觉得，即便是没有这阵法，以李老头对毒医的熟悉，那时候发现他们也能对他们下毒，而李老头没有，所以他一直怀疑李老头有什么瞒着他们。原来是因为救命之恩。这老小子真够狡猾的。师傅，您莫要生气，我是后来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李老头开始睁着眼睛说瞎话。王小夏看都没看他一眼，而是看着面前的林子，原本淡下去的瘴气居然渐渐地变得多了起来。孙九州和格桑一时间没看明白这阵法，而且之前他们在外面也查看过，并未发现阵法。王小夏看出两人的疑惑，故意开口问道：之前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并未发现阵法存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李老头淘气一笑道：嘿嘿嘿，这便是这阵法的玄妙之处，只有在里面的人能察觉到，在外面的人根本看不出这是阵法，看上去就像一般的瘴气和沼泽罢了。不错，贡献出来。阵法对孙九州和格桑以后都有用处，他也想多学习下，好和现代的阵法融会贯通。这可是在山里的逃生法宝呀。师傅开口自然没问题，只是这种阵法一定要天时地利。李老头没有反对，他看得出来老九和格桑两人的身份很不一般。既然师傅发了话，他做个顺水人情自然没问题。听到李老点头，格桑和孙九州一脸期待起来。师傅，我们还是做2手准备，若是真有高人能破了老头子的这个阵法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我们可以去之前找到熊瞎子的地方躲一躲，那个地方很多狼，若是他们攻进来，那些狼也能帮着抵挡一下。这个可以有，走，赶紧去收拾收拾。李老头，记得把小梅给带上。王小夏活了2世，第一次见到那么聪明的梅花鹿，可喜欢了。李老头说了一声赶紧回去收拾东西。孙九州说要去帮他，他担心李老头速度太慢了，他的包袱有雷子帮忙，李老这边东西估计不少。李老头没有推迟，他屋子里的东西确实不少，他什么都不想落下，有人帮忙可是好事儿。半个时辰之后，往上次发现熊瞎子的那个山洞走去。那个山洞，第2天张大开就带人去扫了尾，确定里面没有小瞎子，就在里面点了药草熏了熏。这法子也是在王小夏这里学的。路上，莫迪听说主子要跟李老学阵法，也是眼中有光。雷子和张大开也是如此，能学一点本事，出去可是有大用处。李老头突然又回到了骄傲的时候，眼见这些人一个劲儿的拍马屁，他便是答应下来。愿意学的都跟着，学多学少是你们的本事。王小夏想不到李老头居然如此大气，看来还真是患难见真情了。娘，我也想学。老二听得耳朵都快竖起来了。李老头不是说了都能学，等这件事情完事儿之后，你们就去学。王小夏倒是想老二多学点，毕竟这丫头以后可能会成为武将。当然，这只是按照原剧情走，他其实不愿意让老二上战场，自己辛辛苦苦养的苗，他自然是舍不得。老二听完一脸高兴，众人却是没有注意到图图嘴角也微微上扬。在图图看来，只要是本事他都要学，懂得越多，长大了才能找到更多发财的机会，以后才能让娘跟他享福。
眼看他们要走到熊瞎子的山洞，突然出来一阵尖叫声传来，所有人都马上闭嘴，眼底露出了惊恐之色。不怕不怕，没事的，动作快点，躲起来再说。王小夏知道肯定是那些人闯进了沼泽，他得过去看一眼。另一边，王小夏来到沼泽边，树林子的路已经调换了位置。他走到旁边那条路上，看到有人掉进沼泽。将军，有沼泽的地方不太可能住人。陈妥觉得这好像是敌人故意设置的陷阱。旁边的另一名副将则是认真地看着四周，他总觉得这里像个阵法，可刚才在外面什么也没发现，这真是奇怪了。看出什么了吗？安建他们的大军在这里安营扎寨，前面敌情不明，随时那些人会打回来，所以宁可错杀不愿放过。边延昭摇了摇头，回道：将军，外面看过了，没有阵法，这里好像是天然的沼泽和瘴气，刚才外面进来并未发现阵法迹象。听到边延昭这么说，陈妥才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浊气，若是真发现有奸细，他肯定会受罚。安建不解地说道：若是没有其他人，刚才附近那2个死人又是哪里冒出来的？将军，我们再看看，实在不行就等到明天早上。晚上过沼泽危险太大，而且未必里面有人，很可能只是陷阱。边延昭认真想了想，觉得今晚还是莫要继续往前走的好。安建觉得边延昭说的很有道理，大喝一声道：带人去搜山，那人肯定还没走远，还可能有同伙。是。陈妥领命，带着人往山里跑。边延昭则是好奇地看了一眼那片林子，总觉得这林子有什么古怪。可夜里危险，他们现在不能贸然进去。你若是还觉得有问题，明天一早带人再来看看。安建也怕里面真的藏了人。是，将军。边延昭领命走到了旁边，正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，有士兵匆忙来报：将军，不好了，我们营地被偷袭了，村子里面的士兵全死了，粮草……陈妥听到粮草2字，一把拽起了士兵的衣领，凶神恶煞地问道：粮草被烧，马匹被放走，帐篷也被烧了。该死，居然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。安建怒气冲冲地骂了一句，带着人赶紧往山下跑去。王小夏知道今晚的麻烦解除，他也赶紧回到里面，免得那些人着急。果然没走多远，就发现孙九州带着人往这边走。别说话，赶紧离开。王小夏迎上前，低声地说了一句，拉着人就往前跑。这里虽然有阵法，可是外面有可能听到声音，所以他还是留了个心。看到了王小夏，孙九州提在心头的大石头落了地，反应过来，拉着人往山洞的方向跑。山洞口，格桑望眼欲穿地看着前方，终于看到王小夏的身影，他快步迎了出去。没受伤吧？他担忧地说道：放心，只是去打探消息，不会受伤的。李老头呢？我有事要问他。王小夏觉得这个地方还是不安全，他们恐怕又得搬家。李老，九州嫂子回来了，找您呢。孙阳光过来喊了一声。李老头收回心思，起身跟着来到洞口。师傅，有什么用得着徒弟的地方吗？刚才敌军大将安建带2位副将来过，那副将一个叫陈妥，一个叫边延昭。王小夏说这话的时候，目光来回的在张大开和格桑几人脸上划过。格桑听到这个人，好看的眉头紧了紧。张大开显然是有些慌神，他有些着急地看向孙九州。孙九州也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他紧了紧拳头，说道：安建是青罗的猛将，陈妥的武功了得，英勇善战。那个边昭言不仅懂得阵法，还是个不可多得的智者。只可惜这人心胸狭窄，对敌人从不手下留情，是个十足的小人。格桑抬眸看了孙九州一眼，
能这般了解清国军中的情况的，这个孙九州的身份不一般，即便不是玄武主将，也会是军中要职。如今两国交战的那么厉害，孙九州中毒，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张大开也惊愕地看着老九哥，总觉得老九哥此时很像一个人。他冷冷地抽了口气，心里却告诉自己，这种可能性太小了。那个人不是已经投敌了吗？王小夏听完，嘴里又说道：“案件说之前看到2具尸体，估计就是孙老哥2口子。不过边延昭对里面还是有所怀疑，他们明天还会进来。李老头，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阵法，可以把外面稍微加固一下？”“有，你们跟我来。”李老头听说是这个情况，加快步子往回走。王小夏让张大开带着人镇守原地，他们几个过去看能不能帮忙就行。来到林子口，李老头熟练又布下第2道阵法，一边布置，他一边给大家解说：“这也是一个利用瘴气布置的阵法，绝妙之处就在于阵眼会随时间变动，每个时辰会变动1次。你们看我那屋子门口的那棵树的影子在什么地方，那个入口就在什么地方。若是他们进来，会被直接带进另一个方向，那边什么也没有，等他们看完应该就出去了。”李老这阵法真是妙啊！格桑忍不住惊叹：“是啊，李老您太厉害了。”森木也是一脸崇拜地看着李老。李老头昂了昂脑袋，像只骄傲的公鸡：“师傅，徒儿这招还行吧？”“你若是没有本事，我还不收你了。走吧，折腾一个晚上，大家回去睡觉。明儿早上那边延昭多半要带人进来探路的。”“娘，我们还要搬家吗？”老五低声地问了一句。“还说不好，我们住的地方离开入口太近，明天看看那些人是否能破得了李老头的阵法，若是破不了，我们回去住就行。”“李老，您既然能布置这样的阵法，我们为何还要逃跑呢？”“那个地方离入口那么近，若是被敌人攻破阵法，我们要在那里等死吗？”李老头啃下一口肉，不急不慢地说道。老二一听，追问道：“那你为何当初选在那个地方盖房子？你是傻吗？”李老头差点被噎死。“李老，您别激动。九州二妈，你别没大没小的，当心把李老给气坏了。”孙青毛瞪了一眼九州二娃，这丫头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老二瘪了瘪嘴，他问的也没错，既然知道这里面这么危险，为何还只在路口住下？“那地方我一进来就看上了，而且谁会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？更何况我就一个人，里面凶险不定，我干嘛去找死？”角落里，孙石墨和媳妇儿2人瑟瑟发抖，那么多人也不敢说话，想着孙老哥2口子就这么没了，2人心里都很庆幸没跟出去，不然他们肯定也会死在外面。第2天刚刚亮，王小夏就起来了，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林子口看看，而这次孙九州怎么都要跟着，他实在是甩不掉这跟屁虫，就只能任凭他跟在后面。来了，他们还真早，而且还挑在雾气最重的时候。这王小夏有些怀疑，那个边延昭的阵法是不是学得不精？边延昭带着人来了，走的并不是昨天那条路，而是一步步往前探路。“大人，这边。”一直等到天亮之后，林子里的瘴气才稍微稀薄一些，他们的速度比之前快了许多。王小夏紧了紧眉头，静静地等着那些人。孙九州也有些担心，毕竟这边延昭是有点本事的，若是真把李老的阵法给破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庆幸的是，他们闯过了第1道阵法，第2道阵法还是被骗了，走了另一个方向。等了大概1个多时辰，那些人就出来了。“看来又被骗了。”边延昭一边走一边骂骂咧咧，折腾了1个早上无功而返。等着他们的身影渐渐消失，
危险暂时解除，王小夏觉得另一件事她很好奇。昨晚把他们的帐篷和粮食都烧了，他们不急着去囤粮，居然还来里面搜查。难道他们藏粮食的地方不单单只有昨天那个院子？王小夏找了个机会，把拿回来的那些图纸塞给了孙九州。孙九州认真看完之后，一脸激动地说道：这是他们的布防图，媳妇儿，你太厉害了！有了这张图纸，对我们打仗可是方便多了。你现在可有法子恢复身份？说是没有，这布防图对你来说也没有用。王小夏很不客气地给孙九州浇了一盆冷水。孙九州即刻冷静下来。王小夏说的没错，即便有了这布防图，军营里不会有人相信他，他也见不到皇上。格桑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他们的身后，把他们的话听了进去。加上之前的推测，现在可以完全确定猜测的是没错的。是。孙九州回过神，喝了一声。格桑从大树后面走了出来，还没有走进王小夏，脖子上就被架了一把大刀。住手！像格桑这么精明之人，恐怕早就怀疑孙九州的身份。既然人家没动手，说明人家念在这段时间的生死逃亡，是真心想帮忙的。我没有恶意，或许还能帮你一把。格桑大哥什么时候猜到他的身份的？王小夏好奇地问道。格桑微微一笑，说道：一般人不可能对敌方主将如此了解，我就猜想老九肯定是大营里的人，而且还是要职。之前听他们说孙九州就是去当兵没有回来，而孙九州这个名字很多人都知道，结合起来一想，便是知道他就是孙九州，传说中玄武的叛国主将。不，我从未叛国，只是被身边的人陷害出卖。孙九州激动地反驳道。格桑看了孙九州一眼，微微一笑。危难之下不会放弃老人和孩子，还有这些兄弟的人，又怎么会做出背叛国家的事情？孙九州咬紧了牙根，一拳头打在大树上。那些曾经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，却因为那狗东西的出卖，很多人都死在了大营里，而不是战场上。若是信得过我，我可以给你去引荐一人，那人一定能帮你。格桑拍拍孙九州的肩膀，被人诬陷叛国，那可是多么痛心的事情。若不是现在战乱，他们整个村子的人都会陪葬。想到孙立正，还有青毛叔他们这些日子对他们的款待，还有这个女人对自己的救命之恩，他觉得自己需要做些什么。那个人是谁？孙九州好奇地问道。玄武的右下，公孙明阳。格桑说出个很有分量的名字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孙九州眼睛一亮。说是真能见到右相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看到孙九州的眼神，王小夏知道这个人对他有用。他努力回忆了一下，书里好像是有这么个人物，后来也是被身边的人出卖，被罗相陷害，再后来玄武朝中就只有一个相爷，那就是女主的爹罗叶庚。不过这个人现在在皇上面前还是很有分量的，真要让他帮忙说话，孙九州的机会很大。孙九州表情严肃地看着格桑。公孙相爷向来不愿意太过结交江湖人士，格桑居然能和公孙相爷面前说得上话，这身份很不简单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你只要知道我不会害你就行。若是要去，那就得尽快。青龙国的大军既然都到了这里，肯定还会往前开路。若是他们动了，你这份图纸可就没什么用处了。格桑担心因为自己的身份，到时候还得出什么幺蛾子，并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。孙九州没吭声地站在那儿，心里有些纠结。放心吧，我是看在小夏救了我一命才帮你，好歹你也是他名义上的夫君，我不想看到他难过。
格桑说完，含情脉脉地看向王小夏。王小夏心情有些复杂，他还没有心情应付这些感情纠纷，也不想接受任何人的示爱。眼见王小夏迟迟不吭声，格桑知道自己败了，败给一个身世不如自己的孙九州。孙九州听着情敌的坦白，很是生气地说道：那就不必了，这是你欠小夏的人情，我不需要。被喜欢的女子拒绝，格桑本来心里一肚子火，如今这家伙还为了面子拒绝他的好意，他直接怒了，一把拽住孙九州的衣领，低吼道：不需要，不需要！你的面子重要，还是小夏和孩子们的安危重要？你这个没脑子的蠢货！哼，我就算独自去闯个名堂，也不会还他这份人情。孙九州冷冷一哼，甩开格桑的手。王小夏见两人僵持在那儿也不吭声。男子要能屈能伸，而不是一味的因为面子放弃最好的机会。现在没人能帮孙九州，这是他唯一能走的一条路。孙九州何尝不知道，可面对着想要抢走他媳妇儿的情敌，他内心无比排斥。你！格桑气得深深地吐了口气，他看向王小夏，最后决定退一步，说道：那就当你欠我一份人情，他日你有本事了，再还我就是。答应下来吧，若是再不解决困境，玄武国的百姓还会继续遭受战火的摧残。难道你不想去救救那些百姓？王小夏可不想在这山里待到白发苍苍，简直就是浪费自己的青春岁月。孙九州满脸愧疚地看向媳妇儿，若不是自己的大意，玄武国的百姓也不会处于这水深火热之中。别倔脾气了，难道你想看到小夏带着孩子天天在山里跑？现在我们还有粮食，再过几个月呢，难不成让大家去抢吗？格桑恨铁不成钢地质问道。孙九州终究还是点了头。好，就算我孙九州欠你一份人情，格桑兄放心，这份恩情我他日一定还你。格桑可没有想过什么报答，而是冷冷地甩下一句话：哼，不管你报不报答，若是有一天让我知道你做出对不起小夏的事，我肯定第一时间会宰了你。我孙九州发誓，无论是否高官厚禄，有生之年身边只有媳妇王小夏，否则定天打五雷轰。孙九州信誓旦旦地举手起誓。格桑恶狠狠地瞪了孙九州一眼，一脸感伤地看向王小夏。多好的女子呀，偏偏被孙九州这野猪给拱了，他内心好受伤啊。娘，爹是不是要离开了？老二上前低声问道。王小夏点了点头，看着老二脸上担忧的神情，多半是担心失而复得的父爱又会消失，才会如此不安。他见老二眼眶红了，将人搂入怀里，安慰道：放心吧，你爹很强，不会有事的，而且这一次有格桑他们帮忙，一定会扭转局面的。老二听完没有吭声，眼泪还是忍不住的往下流淌。不远处的老大听到这话，不仅没放心，反倒更担心了。他冲过去找到爹，把爹直接拉到旁边说话：爹，格桑叔喜欢娘，不会真心帮你的。孙九州看到大儿子，他倒是相信格桑不会在这件事上有坏心，毕竟那家伙是真心喜欢小夏，是真心想让小夏过上好日子。放心吧，他帮我完全是看在你娘的份上。他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心口有点疼，毕竟托了傻媳妇儿的福，才有这待遇。老大不再吭声，知道爹走这一步是逼不得已，他会带着弟弟妹妹们守好娘，不会让格桑叔有机会的。爹，我们会尽快强大保护娘的。他重重地握紧拳头。孙九州知道老大身体不好，从小跟他吃的苦也是最多的，他拍拍老大的肩膀，认真嘱咐道：你若是想媳我，也得等你娘给你诊断好了，确定没有问题才可以动手，不然坏了根基，
不仅以后不能习武，还会连累他们。是，儿子记住了。老大认真的给了爹答复。他很了解自己的身体，从小底子就差，上次差点丧命，若不是有后娘的妙手回春，他已经死了。所以他很珍惜来之不易的现在，一定会等着身体完全好了，再让老二教他习武。回去吧，我还有事儿要跟他们商量。李老头，你过来。他抬头朝李老头招了招手。哎，师傅，有何事啊？今儿开始你带老大，他之前伤了根基，重活做不了，但是种些药草什么的他还是可以的。王小夏把老大交给李老头，他知道这老顽童知识面很广，即便是老大不跟着学医术，多听些道道对老大也是好事儿。李老头爽快地答应下来，随后又问道：师傅打算什么时候给小老儿治病？明天。王小夏知道他们筹划需要一定的时间，他想在他们离开之前把李老头的病症给治治，能不能完全治好，就要看李老头自己对那些记忆的向往了。若是那段记忆太过痛苦，他不愿意想起来，即便是治，也只能有一半的效果。不过他不会再出现记忆一点点消除的情况。听说明天就能治病，李老头兴奋地跳了起来，高兴得像个孩子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师傅真是个好人呐！他连蹦带跳地跑去跟青毛老哥他们说这好事儿。王小夏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他得去准备一下，制作麻醉散的事情可以交给图图。他们前段时间挖了不少这些药草，明儿开始让大家去打猎的时候再挖一些回来。第二天一早，孙九州带着大家打猎去了。出门之前，把媳妇儿需要的药材都带上几株，到时候顺手给挖回来。王小夏见孙九州这么快去打猎，他知道拦不住。他是想离开之前给大家多留些食物，只是厉声说道：去归去，暂时不能有大动作，你这身体至少还要养半个月。行，我听你的，我去给你挖药。孙九州不敢再违抗媳妇儿的命令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媳妇儿是真的好。王小夏说完孙九州，又看向格桑，冷冷地说道：你也一样，想要恢复得快一些，就别做高难度的动作。好。格桑温柔地应了一声。孙九州酸了。图图看着两个大男人为娘争风吃醋，忍不住捂嘴一笑。他的娘那么优秀，必须有人争。送走了这些人，王小夏把东西准备好，就给李老头叫了过来。李老头闭上眼睛，静静地听着师傅的训话，慢慢地睡了过去。眼见李老头睡着之后，他拿出准备好的剪刀，刷刷刷将李老头的头发剪了，然后还剃了个光头。老大几个看得眼睛都圆了，这下针怎么还要剃光头啊？头发剃掉之后，大家能看到李老头后脑勺上有个小鼓包，这鼓包不是很大，却能看到上面的黑紫色，这应该就是李老头真正的病症。看到这儿，王小夏很想看看图图的后脑勺。图图下意识地摸了摸脑袋，很是自觉地说道：娘，要不也给我剃个头？不必了，一个个来。说是两个出现症状，娘会忙不过来的。王小夏摇了摇头，两个出问题他会累死，这种事儿可不能做。图图听完才放弃了自己剃头的想法，他认真地听着娘说的每一句话，把这些都给记下来。王小夏下针很慢，清除淤血的最好办法就是开颅手术，可现在条件根本达不到，只能下针慢慢驱散淤血。1个时辰之后，他拔了针，明显感觉身体不像之前那样疲惫，解了毒果然是有好处的。不过这离他之前标准还差很远。娘，您看上去脸色没有上次差了。图图一直担心娘的身体，眼见娘下针之后没再像以前一样苍白无色，他脸上浮现出了一阵喜悦。王小夏见小团子那么细心，一脸高兴地说道：
娘之前身上中了毒，所以身体一直很差。李老头那里刚好有解毒的药，我把毒解了，身体就好了许多。娘，您什么时候中的毒？怎么您从来都不说？老大在旁边一脸好奇地问道。王小夏摇了摇头，这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，之前一直没有找到解药，后来我又失忆了，就一直耽搁着，也差点拖坏了我的身体。现在解开了，以后会越来越好。老大一脸愧疚地低下头去，很是真诚地给后娘道歉。娘，都是儿子当初太过糊涂，儿子知错了。说着话，老大打算跪下给后娘磕头，却被后娘给拦了下来。过去就过去了，我早就不怪你们了。你们几个以后要团结，多学新东西，只有这样，娘才会有盼头，我们的日子也会越过越好。王小夏不喜欢动不动就跪下，她也看得出老大现在是完全悔过了。是，以后都听娘的。老大连连点头应下。李老头一时半会儿还不会醒来，他们也不敢走远，把需要收拾的药材挪到附近。半个月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。王小夏不仅要给他们准备麻醉散，还得准备一些毒药和解药，方便他们遇到麻烦的时候脱身用。傍晚的时候，孙九州他们回来了，打回来不少猎物，还每人背了个背篓。背篓里都是找到的药材和野草，多少能用的他们也不知道，反正挖回来就行了。吃过晚饭，王小夏带着图图继续整理药材，孙九州就凑了过来。见状，老二直接把图图拽到旁边，让爹和娘说说话。我想过了，把张大开他们留下保护你们，我和雷子跟着格桑他们走就好。孙九州打算等把事情办好之后，再把张大开他们带到军营之中，这之前留下他们保护媳妇儿他们。王小夏忙着手中的东西，头都没抬一下。你自己安排就好，我没意见。媳妇儿，我这次……孙九州把自己的计划跟媳妇儿说了说，想听听媳妇儿的意见。王小夏手上的动作没有停下来，却也把事情听了个大概。这应该是他跟格桑两人商量之后的结果。对于玄武皇族的事情，他了解的不多，但是记得这个时候刚好是太子丢了儿子，皇上大怒，对太子很失望，其他几位皇子蠢蠢欲动。皇帝的弟弟太亲王正在联合手下的那些权臣，想要让那几位皇子自相残杀，而那位右相太过耿直，一直没有站位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后来被太亲王的人诬陷，才没有任何还手之力。而太亲王第一个唆使的就是三皇子完颜拓跋。完颜拓跋野心很大，但是能力不足，正是野心不能跟能力成正比，又太过心急得到某些权力，才会被太亲王轻易利用。哎，媳妇儿，你觉得这样可行不？孙九州把计划大概说了一遍，期待地看着媳妇儿。王小夏扔掉手中的东西，认真地想了想，说道：你要去见皇上，最好避开所有的皇子和王爷，那些人很有可能会是那些叛徒的帮凶，毕竟这种事情没有里应外合，做不到天衣无缝。媳妇儿说的是，之前就是我考虑不够周到，才会被叛徒给利用了。孙九州觉得媳妇儿这话没说错，那样的事情确实需要里应外合，而那些皇子很可能就有人参与了。还是媳妇儿够细心，他之前还真没想到这件事儿，现在把事情记下来，一会儿再跟格桑商量一下。你回去吧，我累了，想早点休息。王小夏摆了摆手，有些话不能说得太明白，免得到时候又出了很多为什么。孙九州傻乎乎地答应下来，起身去找格桑。等人离开之后，王小夏去查看了李老头的情况，把李老头弄醒过来。李老头感觉自己睡了很久，睁开眼睛看到师傅，正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，发现所有人的眼神都看向他，他觉得怪怪的。怎么了？他坐起身看向捂着嘴的图图，图图摸摸脑袋，直接笑出了声音。
李老头也跟着摸了摸脑袋，这一摸吓得他直接跳了起来。头发怎么了？所有孩子都忍不住笑了，小六还淘气地指着李老头：光头，光头爷爷。小六，不能如此无礼。孙青毛扫了几个孩子一眼，然后吩咐了老婆子一句：给李老弟做顶帽子，这天还冷，当心着凉了。好，明儿就给李老弟做一顶。说是怕冷，用布先裹着，头上扎针，最好还是把头发给剃了，等过几个月就能长出来。王小夏说完，扭头看向老五，吩咐道：去给他把饭菜端过来，吃饱好干活。师傅，我现在可是病人呐。李老头一脸委屈地看着师傅：不是死人就行。王小夏说完，就把另一个背篓倒出来，把野草和药给分出来。王小夏已经找好了理由，很是淡定地说道：这是上次弄到的，有些在山下没有搬上来，另外一些是他们放在村子外面的。下面不知道被什么人偷袭，他们的帐篷和屋子被烧，一些粮食在新的帐篷里，我就动手弄了点儿。这叫弄了点儿？这些粮食足够他们吃上好几个月。所有人依旧是不可思议地看着王小夏。回来就好，以后这种事情最好交上我们。孙九州觉得媳妇儿这一次太冒险了。王小夏应了一声，干完这一票暂时不用去冒险。累一天下来，心里很有满足感。格桑有些生气地看着王小夏，等其他人走了之后，认真地说道：下次冒险之前，想想这些孩子们。知道了，格桑哥。王小夏看得出格桑也生气了，可是不趁着这个时候去把情况摸清楚，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。要知道，偷粮草的事情不可能每天都干，一旦引起敌人的注意，这里会变成重兵把守。又过了几天，半夜的时候，突然雷雨交加，雷声一开始，李老头头疼的毛病又开始了。王小夏让人直接把李老头给绑了，山洞里烧着大火，哈尼他们在旁边搭把手。李老头又开始不清醒了，痛苦地晃着脑袋。王小夏让人帮忙固定好他的脑袋。轰隆隆，雷声四起，心都在砰砰乱跳。唯有王小夏依旧镇定，针起针落，挣扎的李老头渐渐平静下来。大概1个时辰之后，李老头睁开了眼睛，外面依旧是冷声阵阵，而他似乎没有了那种抓狂的状态。放开他吧，算是暂时控制住了。下一次雷雨天再看，没那么快的。这次下了针之后就要开始吃药了。王小夏把大概的症状告诉李老头。李老头缓缓地坐起身来，他两眼无神地看着洞口的地方。刚才有一针下去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了什么。李老，您怎么了？哈尼有些担心的用手在他面前晃了晃。王小夏打了个哈欠，有些困的揉了揉眼睛。刚刚坐下，就见孙九州给他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，里面还加了几个鸟蛋。吃吧，吃饱了，好好睡上一觉。孙九州心疼媳妇儿，却也知道李老头这病得尽快治。说是他们离开了，突然出现紧急状况，李老头又犯病，对他们来说逃离起来就更难了。王小夏闻到香味也饿了，吃面条前看了一眼哈尼他们，说道：不用管他，都去吃点东西，他应该是想到了什么。听到这话，李老头眼珠子转了转，一脸吃惊地看着师傅，很快变成崇拜眼神。师傅，您真是神了，小老儿想起了很重要的事情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说着话，他激动地过来要磕头谢恩。赶紧拉他起来，都老成这样了，我可怕折寿。王小夏看向孙九州，先把人扶起来，然后再说道：你不能激动啊，事情慢慢想。吃面条，吃完睡觉，明儿还得干活呢。是，都听师傅的。
李老头对这个年轻的师傅现在是心服口服，听话的跟着哈尼他们去旁边厨房端面条。大半夜的，山洞里的几人吃着热腾腾的面条，看着外面的大雨。好多天没下雨了，也不知道这雨会下多久。此时老花和花跟班带着大旺小旺已经睡了。最近2只狗跟花花一样长大了不少，也渐渐开始跟着他们去林子里狩猎。在豹子身边长大的狗还真不一样，反应速度很快，以后下山肯定能更好的看家护院。花花到了晚上也不知道去谁的屋子睡了，反正大家都很喜欢小家伙，他现在跟个流窜犯一样，哪里给一口就在哪里住下。吃了面条，除了巡夜的人，王小夏他们都去睡了。下雨天，就算其他人不需要出去打猎能休息，可是他们手里的活不会停下来。这里没有太多的瓷瓶，只能用竹子做一些盒子给他们装药，所以要做的东西比较多。这一次的雨下了好几天，天晴之后，王小夏又给李老头配了一些药材，之前挖回来的药也都分完了。山洞里放了很多的藤篮，里面放着各种药材，这些药材晒干之后会用麻袋装起来，等下山之后，用不上的药材还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财富。孙立正听说这些药材之后会拿去卖钱，便是吩咐儿子媳妇儿他们带着其他人多跟九州媳妇儿他们学学，至少得多认识几种药，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挖些回来，积少成多，以后可能还是他们重建家园的资本。李正说，若是将来真有机会搬回村子，恐怕那个地方也不能住了。孙九州见他们想着之后的事情，也在旁边提了一句。孙立正点了点头，之前是担心山脚下不安全，但是山坡上也太不方便了，就算不去山脚下落脚，也得搬地方。这事儿还早，可以慢慢去想。不过老九哥说的没错，原来的地方是不能住了，一旦出了状况，前面跑不方便，后面跑也不方便。王小夏觉得村子换地方重建是必须的，而且经过这次流民的事情，之前的屋子恐怕也不能住了。好，我们几个老的想想，好好商量商量。孙立正说着话，看向了孙青毛他们几个，他们依旧不想公开那个秘密。他和孙九州2个人心照不宣的没有再说下去。吃过午饭，王小夏让哈尼教大家认字，他希望有一天出去的时候，他们这些人都脱掉文盲的帽子。看来大家都很好学，等出去之后都能认字了，以后也能跟着做些生意，总比光靠种地强。格桑觉得王小夏这建议真挺好的。王小夏点了点头，说道：很多穷人就是因为不识字，认知少了，才会没有挣钱的途径。等重建家园之后，我会让大家跟着种药材，还要做个加工药材的小作坊，到时候需要有人记账管理，这些都得识字。原来你已经为他们规划好了，他们能有你这样的头，真是他们的福气啊。要不你带我干吧，我把钱都给你，你让我干啥我干啥。格桑有些羡慕这些平凡的村民，想得美。王小夏说完走一边去了。老二见格桑吃了闭门羹，满脸高兴地走过去，说道：格桑叔，你就不用想了，我娘可不会轻易被你拐走。格桑被老二气鼓鼓的样子逗笑了，不过他不会跟孩子一般见识，笑过之后就去忙自己的事情去了。格桑一走，老大走了过来。大哥，娘还是比较向着爹的，把他给气走了。老二一脸得意地说道：我看未必，格桑叔可不是普通人。老大觉得格桑叔会是爹非常强大的情敌。老二听完，把老三、老四、老五都找来，让他们都把格桑盯好了。只要看到格桑跟娘单独说话，就在旁边坐着，别给他们单独相处的机会。时间一晃又是几天，打猎、挖药、治病，
什么也没落下。李老头对记忆的渴望很强烈，在经过第6次下针之后，该记起来的事情也都记起来了。那些痛苦的记忆让他很是心烦，这几天心情都不怎么好。王小夏忙着手中的事情也不理他，还有几天的时间，孙九州和格桑他们就要下山了，他必须在他们下山之前把一些需要的药材给准备好。师傅，我其实挺有钱的。李老头终于按捺不住，决定跟师傅说说自己的心烦事。有钱是好事啊，花不完，师傅给你花。王小夏一听，看着李老头就像看到一个鸡腿，眼睛都放光了。李老头摸摸光光的脑袋，尴尬地说道：那都是以前的事情，不过师傅放心，等我们离开这里，我就去挣钱，让师傅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。滚！王小夏直接吼了一句，让他白高兴一场，这臭老头没事拿他开心呢。吼完之后，他突然盯着李老头，似乎想起了什么。怎么了？李老头被看得有些发毛。你是不是还忘了什么事情？王小夏突然发现，李老头貌似不该是这个年纪，应该是吃了什么才变成这样的。因为这2天把脉明显发现，这不是老头有的脉搏。李老头认真地想了想，一时间没想起来。你这张脸真那么老吗？王小夏见李老头好一会儿没吭声，干脆直接说了话。李老头听完师傅的提示，连连点头。对，之前为了逃命我吃了衰老丹，不过我手上没有解药，要配出来才能解开恢复原样。衰老丹？这么神奇吗？王小夏开始对这些丹药有兴趣了。以前他也研究过这些，但是那些所谓的丹方很多都是假的。可现在不同了，这地方肯定有真的丹方，或者李老头手上就有。李老头看出师傅的心思，屁颠屁颠的从包袱里翻出2本关于炼丹术的书，一本是丹方，一本是炼丹需要注意的细节。王小夏拍拍手上的灰尘，接过2本书就看了起来。他看书的速度很快，还有过目不忘的本事。这一天下来，2本书就被他翻看完毕。一大早，孙九州和格桑他们就要离开。孙青毛看着大儿子又要走，心里很是不舍。可他也知道儿子是干大事的，不能束缚了他翱翔的翅膀。王氏看着大儿子眼睛红了，想说挽留的话，话语到了嗓子口又咽了下去。孙九州什么也没说，跪在梁老面前磕了3个响头。众人也知道他是梁老的义子，也都没觉得什么。孙七州却是察觉到娘的不对劲儿，他偷偷拽了拽媳妇儿，低声说道：怎么爹娘对个义子比对我的感情还好似的？周氏直接白了自家男人一眼，也就是他傻，还没有看出里面的道道。他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。一行人把他们送到了林子口，其他人都没再跟着去，只有王小夏跟着他们出了瘴气林，送到了山顶。你们不能直接走下山，必须从山间绕行，山上野兽不少，都小心点儿，出去做什么留个心。王小夏嘱咐了大家一句。这一次孙九州就带上了雷子，但是格桑却是把他的人都带上了。哈尼还没有来得及多学些东西就要离开，他很是不舍得给师傅鞠了3个躬。多谢师傅这些日子的教诲，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跟师傅学本事。王小夏知道格桑的身份很不一般，恐怕再次相见不知道何年何月。哈尼谦虚好学，是个很好的学生，他也有些舍不得。他从身上拿出了1本本子，塞到哈尼手上。这些是毒药和解毒的药方，你好好拿着，说不定以后能用得上。多谢师傅。哈尼双手接住那本子，王小夏嘱咐完哈尼，便是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们赶紧离开，
免得耽误了赶路。孙九州满脸期待地看着媳妇儿。你就没什么要交代我的？平安归来。王小夏给了4个字。孙九州笑成了傻子，一脸得意地看了格桑一眼。格桑也是满脸期待地看着王小夏，虽然这种期待有些妄想，可就是忍不住。王小夏被这炙热的目光看得无奈，也只能多说了一句：“你也一样。”格桑也笑了，笑得比孙九州还得意。王小夏转身就走，实在是不想理会这2个傻子。等他们离开之后，他还打算下山看看情况。孙九州心里有些受伤，看来媳妇儿还是没有完全把心放在自己身上。他得努力把事情赶紧处理完，把人接到身边。媳妇儿那么优秀，说不定身边还会出现很多像格桑这样的人。格桑心情也很复杂，他从来没想过除了家人还会有可以牵挂的人。为了他都必须帮忙扭转这个局面，让他重新过上好日子。走吧，不然太阳快要出来了。孙九州回过神，转身往隔壁那座山的方向走。他们不能下山，只能走到半山腰，从半山腰翻到旁边的那座山，一路沿着山往玄武城的方向走。暗处，王小夏到了隐蔽的地方就进了空间。看着他们离开之后，他再次下了山。今儿他打算去一趟镇上，看看镇上现在都是什么情况。到了山下，有敌军的马车往镇上的方向走，他直接坐在马车顶上，反正空间里也不用担心被风吹、被雨淋。这空间就像是件隐形衣，用起来还真是方便。马车比牛车要快，很快到了镇上。镇上还是人满为患，这里依旧是很多流民，看上去跟之前没有什么区别。他在镇上走了走，听着那些路人的谈话，说是今天中午之前，若是不交粮食就抄家。他想起和康药铺的胡掌柜，赶紧去药铺看看，发现药铺大门紧锁。他从暗处出来之后，顺便问了几个街坊，那些人说胡掌柜在敌军占领这边之前就去县城了。他想着多半是城里的莫掌柜收到了什么消息，提前把人给接走了。但愿他们都平安无事。对面的药铺也已经是人去楼空。他又去了一趟张道他们住的院子，如今已经换了人住。进去查看一番，发现这里住的居然是安建的家眷。他没有多做停留，背着背篓在镇上买了很多东西，布料、本子、红糖、笔墨，这些都买了。来来回回装了几次，他才到了村子口。看着有往村子方向走的马车，坐了上去。他发现这些马车里装的都是粮食，估计就是从镇上那些居民身上克扣的。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马车来到莲花村的时候，天快黑了。他穿过村子，狂奔到山脚下，随后一口气爬上了山顶，然后来到了山坳。到了山坳的时候，他把空间里买的东西都放到山洞，再快步回到里面的林子，叫上二虎，带了些人把东西给背回去。九州媳妇，你这是去镇上了？孙青毛看着这些东西，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。去了一趟，镇上的跟之前区别不大，他们倒是没有用什么暴力对待镇上的居民。我爬在马车下面跟去的，回来的时候，镇子可有牛车。我说是给村子里的人买东西，雇了那辆牛车，把东西拉到旁边那个村子的山下，搬了好几次才搬上来的。王小夏把理由都已经想好了。莲花村附近有好几个村子，这个借口应该能过关吧。山上的日子过得很快，一晃差不多2个月又过去了。他们在住的地方挖出了一块地种药材，这是一种常识。种好了，等重建家园的时候就可以马上进行。所以这件事孙礼正很上心，每天带着几个老头认真地看着王小夏会做些什么。王小夏在这件事情上也非常认真。
每天出现什么状况都会认真的记载下来，这些以后会成为村民们生活的根基，所以必须做好了。李老头，这些记录你看看，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？他把写好的东西递给李老头，他发现李老头对药材这方面很有研究，而且每种药材的特点都倒背如流。李老头看都没看，直接就说道：师傅，您这些肯定没问题。其实村民种些普通药材要打理起来不难，只要苗子养起来，后面就容易很多。王小夏认真的听着，李老头跟他说了一堆关于种植药材的事情，他也全都给记了下来。正当两人讨论着事情的时候，张大开急急忙忙的跑过来说道：山上好像又来了很多人，我把大家都叫回来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王小夏觉得这地方不应该看得那么清楚才是。张大开指了指不远处的那个山坡，说道：嫂子，走到那个山坡上面就能看到外面的情况。王小夏好奇地看了一眼，发现那个小山坡其实跟那边山顶几乎持平，只要爬上一棵大树就能看到。你们在这里别到处走，我去看看。他说完朝山坡狂奔而去。小山坡上有许多参天大树，随便找一棵爬上去，还真能看清楚对面山顶现在是什么情况。山上果然有很多官兵，可他们在找什么？怎么突然有那么多官兵搜山呢？这是要做什么？他脑海里突然划过一个念头，随后有些紧张起来。这个时候若是出去打探情况，那些人肯定不放心。可突然出了这样的状况，他有些不安。离开山坳来到山上，到处都是官兵，他认真地听着他们谈话。哎呦，这真邪门了呀！上次被点了一把火，粮食没了，这次又是如此，也不知道这粮食能否接得上啊。可不是嘛，饿着肚子怎么打仗？听说敌军的那位主帅回来了，昨天已经过了县城，随时都会打过来。这本来就是人家的地盘，人家来要回地盘不是正常吗？都给我闭嘴，认真找！若山上真的藏了奸细，我们都不会好过。带头的那个士兵对他吼了一声，所有人都闭上了嘴。打回来，奸细。王小夏发现自己猜测的果然没错，孙九州他们打回来，那放火的会是谁？作为一军主帅，不可能擅自离开军营，那来的人是谁？他认真地想了想，若不是孙九州，可能就是雷子、森木或者莫迪，肯定不会是格桑。格桑即便是好了，内功修为也不可能恢复的那么快。他下山看了看，发现只有一个地方被烧，就是他们放粮草的地方。来的时候就是1-2个，不然不会只有这样的动作。可他们人在哪儿？他对来的人很担心，但是现在是大白天，也不能做些什么。于是他又返回到了林子里，来安抚大家一下，等天黑之后再出来一趟，不然离开太久，大家还是会担心的。山洞口的人都很紧张，章鱼还爬到山坡上的大树上张望，最后被郭13把人给叫了回来。我们的军队打过来了，有人收了他们的粮草，大家这2天都在附近活动，尽量别走远了。王小夏把大家召集起来，给他们大致说了一下情况。打回来了，那么快？张大开听完高兴坏了，恨不得现在就带着人去支援。你别那么兴奋，现在什么都别做，老实待在这边。说是他们真回来，会进来看我们的。王小夏也算是给大家一颗定心丸，他没提过有人过来的事情，免得他们担心要出去看看。张大开这才安静地坐下来。王小夏让所有人继续干活，等着天黑之后，他吃了晚饭，嘱咐了几句，又带着2头豹子出去了。所有人都没阻拦，乖乖的该干嘛就干嘛去。王小夏还是跟原来一样，在出瘴气林之前进了空间，来到山顶。山顶上的士兵没有减少，他直奔山下村子。
发现居然他们主帅不在营地。他在村子里到处查看了一阵，发现还有2个帐篷有粮食，看来是因为上次的出事，他们不敢把粮食放到一块儿。既然这样，他就不客气了，反正他们的粮食也消耗了不少，补充补充是好事儿。他大手一挥，粮食都收了，然后又点了一把火，把2个帐篷都点燃。附近的官兵刚才他已经解决掉了，等其他官兵看到的时候，也烧得差不多了。搞定粮食，他又去主帅营帐看了看，把桌上的东西卷了，把银子给偷了，也给点上了一把火。然后就是2名副将住的地方，银子带走，帐篷烧了，附近的几个帐篷也干掉。半山腰上，藏在树洞里的莫迪听到外面的喊叫声，等着人走了之后，他爬到树顶上看了一眼，发现敌军的营地着火了。这是谁做的？他心里很是不解。莫迪哥，他们都往山下跑了，我们现在要不要上山？雷子从树洞里钻了出来。走，赶紧上山，免得一会儿他们还会上来。莫迪说完从树上跳下。他们上山之后，先做了这样的伪装，一路前行，还看到有官兵从山上下来，他们都很小心翼翼。那些官兵看到家里又着火了，跑的那是比兔子还快。昨天刚挨了一把火，今天再点一把火，这是多倒霉的事情。王小夏烧了好几座帐篷之后，看到安健和2位主将带着人回来，他觉得也差不多了，转身上了山，一路往山上走，看着士兵继续往下跑，他心里祈祷来的人安全下来。等他到山顶的时候，山顶已经没人了。他找了个偏僻的地方，把老花和花跟班弄出来，他们身上放了一些粮食，让他们先进去。此时莫迪和雷子2人才走到瘴气林子的半路，突然听到脚步声，2个赶紧往里面跑。莫迪哥，好像是花花和花跟班。莫迪回头看到2头豹子靠近，而且身上还背了粮食，一脸兴奋地迎了上去。山洞口，几个孩子看到娘才放下心来。李老头正在忙着给莫迪和雷子处理伤口。莫迪知道山下那火应该是嫂子点的，嫂子这实力真是太恐怖了。收拾好伤口，吃饭睡觉，先把精神养回来，其他的事情明天再说。王小夏担心现在人多嘴杂，有些事情还是不要让一些人知道的好。多谢嫂子。莫迪感激地看嫂子一眼，点了点头。雷子自然也明白嫂子这话的意思，包扎好伤口之后，接过老四递过来的面条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吃完饭之后，雷子和莫迪被安排在了一个房间，等着其他人睡了之后，王小夏带着张大开来到了房门口。听到脚步声，雷子就起身去打开房门。莫迪把屋子里的煤油灯点亮，等着他们进来之后，他把门给关上。雷子才开口说话：大哥让我们回来送个信，免得你们担心。我们的大军快打过来了，应该就在这2天。雷子一脸激动地说道。王小夏从身上拿出了一张图纸，这是今天顺手牵羊拿回来的。他将图纸交给莫迪。莫迪看了一眼，惊讶地说道：嫂子，你也太厉害了，这可是敌军最新的布局图啊！顺手牵羊就牵回来了。王小夏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。雷子则是兴奋地说道：山下那火是嫂子放的呀，幸亏那把火，不然我们估计会死在半路，他们的人实在太多了。我们照着嫂子说的法子，在身上穿了树叶衣服才躲开了。白天的时候大开说山上很多人，我就猜到肯定是你们谁回来了被发现了，你们没事就好，只是这份图纸要送过去恐怕不太容易。王小夏看着他们身上的伤不少，特别是雷子有2处很深的伤口。雷子也知道自己还是不行，
这次若不是莫迪哥跟着一起来，他这条命可能就直接没了。休息2天，我跟莫迪去一趟。王小夏决定跟着一趟。这怎么行？张大开觉得现在嫂子是大家的主心骨，若是他走了，那几个老人肯定会很担心。他心里立马有了主意。我去，我跟莫迪兄弟去。王小夏还想说什么，却被莫迪先开了口。大开说的没错，您不能去。您若是去了，这里估计会乱的。他认真一想，或许还真是这样。他若是离开，发生什么事儿，几个老头子恐怕撑不住。那你们什么时候走？明天就走。其实这里到主子那边不会太远，就是走山路比较折腾罢了。莫迪觉得，既然是敌人的布局图，那就要在老九哥他们动手之前送到，免得到时候吃了亏。王小夏只能应下来。两军对垒，情报的送达时间关系到是否可以打胜仗。对了，安健的家人住在镇上的红房子里面，你们到时候看看这消息有没有用。他记起来这件事儿，虽然有些卑鄙，但是在对敌方面也算正常。家人？雷子皱了皱眉头，兵不厌诈，做大事不能妇人之仁。王小夏看穿雷子的心思，直接一语道破。嫂子说的没错，白虎国本来就不是用光明磊落的方式打败你们的，你们又何必去做什么君子？莫迪一脸仰慕地看着嫂子，若是让他上阵杀敌，估计会是很猛的那种。雷子咬了咬嘴皮子，说了一句：有时候我也觉得大哥的心太软，不然上次也不会吃了那么大的亏。吃一堑长一智，但愿他能记得那些伤疤，别好了伤疤忘了痛就行。王小夏其实到现在都想不明白，明明男主要做的事情，为何变成了他副将去做？真的只是因为他穿书的原因吗？若是这样，他好像被扣了一顶罪人的帽子，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。第二天一早，张大开和莫迪就起来了。张大开背了个背篓，莫迪身上有伤，就什么也没带。王小夏不放心，把他们送了出去。山上着火，估计那些官兵今晚会晚些搜山，但是肯定还是会上来，所以趁着天还没有完全亮，他们得尽快离开。看到王小夏回来，孙青毛问了一句：外面什么情况？外面都是官兵，幸好他们走得快，不然今天就走不了了。王小夏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，一旦耽误一天，后面还不知道什么情况。众人听完都有些害怕，说是那些官兵闯进来，他们肯定是必死无疑。都听到了吧？所有人都停下手中能发出响声的活儿，到洞口边上等着，谁也不许乱来。说话也全部把声音压低一些。孙礼正又跟大家伙说了一声，这一次跟之前不一样，一连2天都被烧了粮草。敌军恐怕会狗急跳墙了，说不定会做出什么更可怕的事情。然而王小夏的预料是对的，傍晚的时候还没到山上搜到人，安建一句话，让人直接把山给点了，从山顶上开始烧，看能不能把人从上面逼下来。陈妥带着人一路烧山，一路找人。这天干物燥的时候，一把火能烧一大片，除非是突然下雨，不然整座山都能被点了。王小夏在山顶看着火光，恶狠狠地咬了咬嘴皮子，嘴里怒骂道：安建果然是个狠人，居然放火烧山。嫂子，那我们现在该往哪儿跑啊？郭13在树下有些着急。哪儿也不用去，我们里面的树都是绿的，加上瘴气里面的水汽，烧不起来。王小夏早就检查过他们住的附近，火是烧不到他们的。不过外面那山烧秃秃了，山坳就会更加显眼。这可怎么办？总不可能出去灭火吧？这么做不现实。他有些烦躁，暴露了这个地方，他们又得另外找地方落脚。眼看孙九州他们就要打过来了，他根本就不想挪地方。回去吧，明天带几个人往里面走走，
看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藏身。他就算再不愿意现在离开，也要考虑大家的安全问题，只能再另外找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。好的，嫂子。郭13说着，屁颠屁颠的跟在后面回去了。这一晚，除了那座山上的大火没再出什么动静，因为有天然的屏障，他们也没有受到浓烟的影响。到了天快亮的时候，突然倾盆大雨而至，山上的大火不到半个时辰全都浇灭。这雨一下就是1天1夜，这也阻止了那些士兵们搜山的速度。粮食短缺，奸细还没找出来。敌军大帅安建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他在帐篷里不安地来回走动着，好一会儿，终于有了主意。事情不对，林燕，你带些人现在就往回走，除了粮草，再给我带些人过来，他们随时可能攻打到这边。他多疑地吩咐边延昭先回边界一趟，至少得让那边的人有个心理准备。是。边延昭拱手领命，还没等边延昭离开，手下前来禀告：不好了，将军，发现很多敌军。该死，他们居然用的是连环计，备战。安建见已经走不了，只能带上人迎战。不远处的地方，孙九州挂帅，身边带着雷子，却不见格桑和森木那些人的踪影。此时格桑带着森木他们沿着熟悉的路上山。原本孙九州还没有打算那么快攻打敌军，可看到莲花村上面的山燃起了大火，孙九州担心山坳可能不再安全，跟格桑商量之后，他带着人攻打敌军，格桑带着森木他们回去看看。午夜的偷袭没有号角，没有战鼓，只有猛烈的攻击。大雨之中，孙九州就像地狱里出来的杀神，他手上拿着大刀，用极快的速度狂奔。他要杀光这些敌军，一雪耻辱。杀！山下一片兵荒马乱，格桑知道他们安全了，几人快速往山上走。下雨天路滑，而且因为烧山，很多路也看不太清楚，速度也慢了许多。花了好几个时辰，他们终于回到了瘴气林外面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原因，瘴气林里的瘴气似乎变淡了不少。莫迪记得出来的路，他在前面小心地走着。等他们走进林子的时候，天渐渐亮了，雨还是没有停下来。等他们找到阵眼往里走的时候，发现居然迷路了。这是李老启动了阵法，这下可麻烦了。格桑一看就知道什么情况。那可怎么办？只能在这里等吗？森木擦了擦脸上的雨水，现在只能去那间屋子避雨。可那屋子非常不安全，说是敌军上来避险，第一个被发现的就是那间屋子。猫头鹰的叫声。哈尼突然想起了他们之前去打猎的时候的暗号。莫迪豁然开朗，他和森木两人一路学着猫头鹰叫，3声高的，3声低的，这叫声还是李老头教的。山洞口有人守夜，为了看清楚阵法外的情况，必须爬上旁边的大树。章鱼和郭13每人趴在一棵大树上。突然听到了猫头鹰的叫唤声，章鱼让郭13在这里等着，他另外带个兄弟出去看看情况。小心一些，说是有追兵，直接往山里跑，绕个圈从后面的阵眼回来。王小夏也听到了猫头鹰的声音，看到有人要出去看情况，赶忙从山洞里跑出来，嘱咐一句。王小夏听完一个大概还算满意，至少孙九州听了他的话，一边攻打敌军的大营，一边让人带着兵去镇上抓人。只要把地盘给拿回来，孙九州之前的罪名会减轻很多。但是要真正洗脱叛国的嫌疑，最好还是能拿下对方的一个城池，这也算是礼尚往来。从身上拿出一份图纸，这是抄下来的一份，把图纸放在桌子上，他拿出一支炭笔，在上面勾出了2个地名。格桑好奇地凑了过去，圈出的2个地方，
一个是玄武国的老军营所在地，另一个则是白虎国的营地所在。估计这2处地方都有人，孙九州出来了，有些人就会心虚，势必会想办法打压他，所以他的速度必须快。说是能要挟安建最好。王小夏说到这儿停了下来。安建是个硬骨头，抓了他的家人未必会背叛白虎。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催眠，所以他可能要下山一趟。你想做什么？现在哪儿也不能去。格桑感觉这女人又要做什么疯狂的事情，赶忙开口阻止。王小夏抬头看向格桑，这家伙是不是真的会读心术？怎么他想什么都被看穿了？说是他们打了胜仗，你们可有暗号？他移开格桑对视的目光，这男人太精明了。格桑没开口，森木呼哧呼哧。老九哥说，若是打了胜仗，下面会击鼓示意的。他们对战多久了？王小夏又继续问道。午夜的时候偷袭，我们看到山被烧了，就怕你们在里面不安全，所以就提前动手了。格桑把简单的情况跟王小夏说了一声。昨晚到现在已经1个晚上了，也不知道山下的战况如何。大雨倾盆，也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，但是他得下去一趟。一是要把自己的猜测告诉孙九州，另外就是催眠的事情一定要越快越好。你若执意要下山，我陪你去，反正不能一个人行动。格桑很是坚决地说道。你内力都没恢复，下山去送死吗？王小夏刚才进来就给格桑他们几个把了脉。格桑底子不如孙九州，孙九州有的这2个月的恢复应该差不多了，但是格桑不一样，即便是身体恢复，内力也不会那么快。格桑被这一句话堵得接不上来，谁让他弱呢？莫迪见主子吃了仓，在旁边说道：要不我陪嫂子去好了，反正这山下我也熟悉。不必，但你们麻烦，我自己去容易脱身，这件事没得商量。这2天你们负责这里所有人的安全。王小夏霸道地给他们下了命令，就像他们最高的指挥官，看着所有人的眼神满是震慑之光。格桑有些生气王小夏的任性，可对上那坚毅的目光，最终还是心软地臣服下来。莫迪和森木忍不住打了个冷战，他们觉得眼前的村妇像个光芒四射的女王。吃过早饭，等着雨差不多停下来的时候，王小夏就带着花根班和老花出去了。如今大家也习惯了他的独来独往，只是带上2头豹子，大家还是觉得挺放心的。看着王小夏离开的背影，格桑有些感慨地叹了口气。唉，终究不是我能降服的女子。主子，你可别灭了自己的威风，我看老九哥不也是听他的。森木第一次看到主子为了个女人那么烦心，而且还是别人的媳妇儿，貌似主子这条追媳妇儿的路走歪了。格桑觉得森木说的好像也对，可他还是没找明白道道。主子，虽然属下没追过女子，但也看过不少画本，女子得宠着，不能对着干，否则会让你滚蛋的。莫迪想到画本上写的，说的那是头头是道，可真让他自己跟姑娘多说几句，脸就能红成屁股。王小夏很快下了山，山下的战场尸横遍野，看来这一战很是凶猛。虽然他没有见过玄武国士兵穿着，但是他认识白虎国的，地上大多都是白虎国的士兵，看来胜利的几率很大。他从空间一路到了敌方原来的营帐，看到了身穿战袍威武赫赫的孙九州。这个男人就像是为战场而生的，穿上这身战袍，气质那是天地之转变。此时他正在营帐里跟张大开分析着战况，一个长得尖嘴猴腮的男人走了进来。这男人看孙九州的眼神不善，嘴角嫌弃地瘪了瘪，才走进帐篷。杨督军。张大开拱手行礼。你们昨晚都没睡吗？
杨督军看他们浑身都是血迹，眼底的嫌弃更深了。是啊，我们想要趁热打铁，看看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往前打一仗。孙九州是憋屈太久，穿上这身战袍，血液沸腾，毫无睡意。杨督军听完，拿出丝巾捂嘴一笑道：孙将军太急了，即便是要打胜仗，那也得休息好。身体若是坏了，如何打仗啊？杨督军说的是，我这就安排大家休息。那行，我也去睡了。折腾了一天一夜，我这脸呐都要起褶子了。杨督军说着，心疼地摸着自己的脸，出了帐篷。他对现在的战况居然没有半点关心。孙九州把人送走之后，脸上的表情冷了下来，低声嘱咐道：这个人小心点儿，他可不是什么好人。皇上怎么派个太监来做禁军？这实在是……哎，这话莫要再说，当心被一些不轨的人听到。是。安建可招了？孙九州问张大开。张大开眉头紧锁地摇了摇头。他是个硬骨头，鞭子也试过了，他的家人也摆出来了，他还是不肯开口。安建是对方的主将，之前他们上阵交过手，若不是各为其主，孙九州还是很欣赏他的勇猛。王小夏听到他们说的话，找了个地方现身，为了不引起注意，他打晕了一个士兵，换上了士兵的衣服，才来到孙九州的营帐。站住！将军正在商议要事，你有什么事需要禀告？门口的守卫上前拦住了王小夏。王小夏换成男人的声音说道：将军让属下按时进来清理帐篷。守卫听完说道：赶紧把里面打扫打扫，别惹怒了将军。是。王小夏快步进了营帐。帐篷里，孙九州正为安建的事情愁眉苦脸，若不能从安建嘴里撬出有用的消息，那这颗棋子就没了。神官在哪儿？我有办法。王小夏进门之后直接开了声：媳妇儿。孙九州听到了媳妇儿的声音，抬头看着媳妇儿穿着士兵的衣服，赶紧起身迎了上来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还想着把事情稍微安排一下，再去接你们下山呢。他有些激动地看着媳妇儿，只要这次能打胜仗，他就能官复原职，他终于不用再躲了。先不说这些，带我去看看那个安建。王小夏可不是来这儿跟他叙话的。好。孙九州说完，带着他们来到一座院子。院子里的几个士兵也都是孙九州的老部下，算是比较放心的。他们进了院子，进了一间屋子。安建已经被用了刑，此时被浑身是伤的架在一根桩子上。看着孙九州进来，他皮笑肉不笑的说道：有本事杀了我，我什么也不会说的。哼，倒是个硬骨头。王小夏看安建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好肉，若是再打下去，估计也活不久。你是谁？安建看向王小夏，敌军里怎么会有个女人？这女人跟孙九州在一起，恐怕不简单。我是来让你开口的人。安建有些嫌弃地看了王小夏一眼，他抬手打了个响指，随后低声地唱起了一首曲子。这曲子会让人沉睡。安建感觉视线有些模糊。王小夏看着状态差不多的时候开了口：安建，你们到底有多少地方有营地？一处在白虎国与玄武国交界处望城，另一处青龙国边城京城。安建如实的回答。两边各有多少士兵？主将又是谁？望城3000，只有副将荣邦；京城8000人，主将常无。荣邦和常无最擅长什么？荣邦就是武将，使刀；常无擅长阵法。他们可会用毒？不擅长。安建回话。王小夏看向孙九州，孙九州点了点头。他手放在安建耳边，打了个响指。安建突然脑子清醒过来，他满脸恐惧地看着王小夏。这人没用了，但脸上这张皮有用，杀之前
把这张皮弄下来。他声音低沉，却让人听起来如同阴间的鬼魅，可怕的让人浑身发毛。孙九州看着这样的媳妇儿，这可不是普通女子能够散发出来的气场，即便是上阵杀敌的将军，未必能有这样碾压对方的气场。魔鬼，你是魔鬼！魔鬼！安健对上王小夏眼睛的时候，彻底疯了。王小夏没有理会安健，给了孙九州2个瓷瓶，然后跟孙九州说道：在攻打他们之前，动手的人吃下黑色瓷瓶里的丹药，让这些人将白色瓷瓶里的药粉倒在他们的火堆里，等半个时辰再行动。可刚才安健说常无会阵法，我们未必能靠近他们的军营。张大开担心地说道：若是能破了他们的阵法，自然是最好的。无法靠近，可看当晚的风向，在风向的方向烧上大火，将药粉倒到里面。说是这样，药效会减弱，至少得1个时辰之后再进攻。最好选在天快亮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很容易犯困，加上这烟雾的效果会更好。王小夏把这药粉的效果跟孙九州他们说了说。说到阵法，张大开又想起了另一件事，便是提了一嘴：对了，嫂子，你们在山里小心些，那个边招烟逃跑了，我们已经开始在附近搜索，就怕他往山坳里跑。他若是去了倒是好事，我也该回去了，免得家里人担心。哦，对了，别透露给其他人我的存在。那个杨督军不是什么好人，你们要留心，关键的时候还得让人牵住他，免得到时候坏你们的事。王小夏提了一句之后，先一步出了屋子。媳妇儿这是担心他才冒险下山的，他若是不把这件事情做漂亮，真是太对不起他了。将军，您先回去休息吧，既然嫂子……张大开还想继续说，却被孙九州的眼神止住了。这是军营，没有女人，动作快点了，把里面那个解决掉，脸皮给弄下了。山坳口没人，他在附近的山洞又找了找，并没有看到边延昭。他觉得边延昭很有可能进了里面的瘴气林，他赶紧往里走。到了林子口，不看大树的影子，而是顺其自然地往前走。这是另一片林子，刚刚进来没多远，他便是看到草地上的血迹。看来自己是猜对了，这边延昭还真进了这个地方。他沿着血迹一路寻找，在一处河边找到了身受重伤的边延昭。边延昭无力地躺在草地上，他感觉自己就快要死了。突然一把匕首架在了脖子上，他愣了一下，冷笑道：哼，只要你救我，我给你一笔财富。多少？王小夏倒是好奇了，之前他也搜过边延昭，虽然比另一个有钱，但也说不上是财富。边延昭感觉到有人在靠近，听到是个女人的声音，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真是个女人，唉，只要不是男人就好，女人哄哄也就行。看来今天不用把命搭在这儿了。王小夏一眼就看穿边延昭那龌龊的心思，就算是要用男色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，欠嘴猴腮，看着就碍眼。不过他很有兴趣知道是怎样的财富。你先说说什么样的财富值得姑奶奶动手救你？他饶有兴趣地说道。边延昭打量着这个女子，猜想这女子多半是山里的猎户。他邪恶一笑说道：哼，我知道一个金矿的下落，只要你救我，我就告诉你。金矿？王小夏眼睛一亮，这是意外惊喜吗？他嘴角扬了扬，嘴里再次哼起了那首熟悉的曲子，在边延昭耳边打了个响指。边延昭感觉昏昏沉沉的，随后耳边响起了一个好听的声音：金矿在什么地方？可有地图？在望城与金城中间，有地图在我身上。这事儿还有谁知道？暂时没人知道，私挖金矿的那几个小子已经被我弄死了。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
是一个说话阴阳怪气的男人放我出来的，好像是个太监，他们叫他杨督军。边延昭回道。王小夏眼睛眯成了一条线。那个死太监果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估计来之前就被什么人给收买了，看来他还得下山一趟。他又哼起了另一首歌，看着边延昭亮眼发直之后，在他耳边说道：没有金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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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金矿。边延昭重复着。王小夏用手将边延昭眼睛给盖上，边延昭昏昏睡去。他从边延昭身上搜出了几两碎银，还有一张200两的银票，以及一张皮子地图。打开地图看了看，上面倒是标识得很清楚，金矿就在那一条山脉，只要找到地方就行。他将地图扔到空间，这个人还不能死了，他给他处理伤口，又点了他的穴道，让他暂时变成了瞎子，这样可就方便了很多。弄好之后，他把老花跟花跟班从空间里弄出来，再把这个家伙绑到老花的身上，这才带着他们回去了。这一趟出来的时间可不短，格桑他们几个望眼欲穿的在山洞外看了好几次。回来了，娘回来了！老花身上还有个人呢！老五在一棵大树上突然喊了起来。老五这么一喊，老二狂奔出去。没一会儿，看到安然无恙的后娘，他扑进了后娘的怀里。没事，准备一个房间，这个阶下囚要看好了。王小夏拍拍老二的脑袋，小丫头最近好像长高了不少。娘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看着。说着，老二就带着老花去了一个房间。格桑看着王小夏安然无恙，才吐了口浊气。王小夏觉得这件事情有些急，连口水都没喝，便是把格桑他们召集到一个房间开会。好啊，大获全胜，那大家很快就能下山了。格桑听完很高兴，他心疼王小夏，山上生活清苦，长久以往他是待不住的。老九应该已经知道如何攻打敌军，可军营里有个奸细，这奸细还不知道是谁的人，也是个心头大患。王小夏觉得，即便是要防备那个死太监，也得知道死太监为谁效力。格桑也知道身边有奸细，那是最麻烦的，如果出问题，那就是大祸。之前老九不正是因为身边的人背叛，才搞得那么狼狈。嫂子，可以把证据送去给天启皇帝啊！森木虎虎地来了一句，结果直接引来莫迪的一顿白眼。谁不知道把证据送到天启皇帝面前最好，可皇上是那么容易见到的吗？王小夏偷偷看了一眼格桑，他知道别人不行，只有格桑有办法。他似乎想到了他的身份，若是没猜错，格桑的身份肯定非常高贵。格桑发现王小夏看着自己，他忍不住勾了勾嘴角。格桑知道他是不好意思开这个口，可若是他想，他成全就是了。人我给你带回去，这人情有点大，算你的，还是算老九的？格桑对孙九州已经习惯了这个称呼，当然算他的，又不是为了我的事啊。王小夏听完即刻昂起了脖子，格桑被王小夏的可爱给逗乐了。莫迪捂嘴一笑，嫂子这是坑老九哥呢，他们家主子的人情可不好还。王小夏看了莫迪一眼，说道：那是你们男人之间的人情，怎么还我管不住？我只想快些过点好日子，多挣点钱，而不是天天藏在山里，要吃没吃，要喝没喝。你不怕他用你来还人情？他若敢，老娘拿刀剁了他。王小夏凶悍地回了一句，他最讨厌白眼狼，若孙九州真的是白眼狼，他不介意手上再沾点血。格桑听完哈哈大笑起来，这么彪悍的嫂子，主子真受得了吗？森木咽了咽口水，想着醒来之后脑袋不见的画面，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。王小夏意识到情绪太过激动，
低下头，声音压低了几分：“唯有背叛，无法容忍。”格桑似乎从这话里听出了别的味道，那是痛恨，极度的痛恨。他很想知道他到底曾经经历过什么。若是要送，就趁早，晚些我再下山一趟，把这个消息告诉老九。让莫迪去吧，你好好休息休息。不，莫迪他们几个还是跟着你们走，你一个人去不安全。王小夏坚持地说了一句。格桑对上那坚定的眼神，心中一暖，微笑地点了点头。王小夏撇过脸看向哈尼，吩咐道：“边延昭暂时失明，一会儿我再喂些药，让他变成哑巴。等你们确定能说话，再给他吃解药。”辛苦师傅了。哈尼在旁边说了一声。吃饱喝足，王小夏感觉力气又回来了。他把哈尼叫上，两人一起去看边延昭。边延昭醒了，发现眼睛看不见，正在屋子里抓狂，还把屋子里的东西给砸烂了。二虎气得够呛，若不是老二说这个人身上伤口不少，他现在肯定把人给痛打一顿。你最好听话，否则姑奶奶有上百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。边延昭喊了一声，发现自己说不了话。如今他不只是瞎子，还是哑巴，他慌了，整个人无力地跌坐在地上。看好他，我先走了。王小夏说完，又把哈尼叫出来。你可会催眠术？他问道。哈尼点了点头，说道：师傅，我倒是会，但是碰到厉害点的，催眠术就对他们没用了。里面那个就是个废物，一般催眠术都能搞定。王小夏试过了，边延昭并不属于特殊人群，特殊人群天生意志力跟普通人不一样，催眠术很少对他们起作用，除非用特殊的手法，或者是有什么辅助的工具。哈尼知道了。把小木盒塞给他，交代一下里面的香什么时候可以使用。说完之后，他又把公公婆婆叫到一个屋子，跟他们说了说孙九州现在的情况，让他们不要太过担心。九州家的，辛苦你了，若不是你，他们也不会帮九州的。孙青毛对这点非常清楚，现在看来这儿媳妇还是向着儿子的。王氏也很高兴九州媳妇能帮九州，换作是别的女子不一定会这么做。爹娘，这些话以后就别说了，现在没什么危险了，大家可以正常生活，等山下平静一些，我们再搬回村子就是。王小夏又交代了几句，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再次下山去了。黑夜之中，王小夏熟门熟路地下了山，他来的正是时候。说是再晚些，孙九州就要带着人往小镇的方向去了。王小夏看着大军集合，也猜到可能是要走了，他速度极快地来到孙九州的营帐外面。大开！他看到了守在营帐外面的张大开。张大开听出是嫂子的声音，赶紧迎上去，低声说道：将军就在里面，我们准备要离开了。你守着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跟老九说。王小夏说完，钻进了帐篷。孙九州正在整理桌上的东西，听到脚步声，抬头看到是媳妇儿，好奇地问道：是不是山上出事了？没有紧急情况，我才不会过来。王小夏说了一句，也没有说清楚过来的目的。从身上拿出个木盒，他将木盒放在桌上，又在角落里点了一支香。起身之后，他塞了一颗药丸到孙九州的手里，吃了，让大开把杨督军叫来，就说有事商议。他见他吃了下去，又说道。孙九州听话的应下声，让张大开去把人叫来。王小夏看着孙九州都照办，满意的找地方坐会儿。他其实很困，路上吃了些酸果子才没打瞌睡。孙九州不知道媳妇儿要做什么，见他不说也不问，等了一会儿功夫，杨督军来了。他打着哈欠，看得出还很困。看到孙九州也还算客气，声音带着几分慵懒地说道：不是说今天要换地方吗？怎么还不走啊？杨督军辛苦了，看看这个。杨督军看到普通的盒子，不知道孙九州搞什么鬼，
动作缓慢地打开盒子，看到盒子里的灵芝，顿时眼睛一亮。他又打了个哈欠，觉得好困，眼皮子有点睁不开。一直站在角落的王小夏看到状况差不多了，哼哼起了小曲儿，随后慢慢走进杨督军。一个响指之后，他开始问话：“你收了谁的好处来搅局的？”太亲王。杨督军说出了答案。孙九州一听是太亲王，脸色大变。他不记得什么时候得罪过太亲王，往日即便是见面也都是恭恭敬敬，而且他也不站队，抓破脑袋都想不明白。他要你做什么？王小夏继续问道。毁掉孙九州自证清白的机会，让他永远不能翻身。杨督军恶狠狠地说着，身体开始挣扎。王小夏见状，把那支香放到了他的鼻子前，他才慢慢平静下来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孙九州痛恨地问道。只要不是归顺太亲王的武将，都得死，都得死！杨督军突然一脸狰狞起来，啪！王小夏把人拍晕，随后熄灭了手中的香，扭头看向身边的孙九州。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，别让任何事情扰乱你的计划。另外告诉你，边延昭也是他放走的，神我已经抓到了，这2天格桑会把边延昭送到宫里去，到时候即便是扳不倒那位太亲王，你的困境估计也能解除。他拍了拍孙九州，有些害怕这个男人会因为太亲王的强大受打击太大，振作不起来。孙九州的确想不到是这样的情况。太亲王的强大他是知道的，自己根本不是太亲王的对手。行了，这件事情你也急不来。对手强大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一蹶不振。我再送你一个彩蛋。王小夏说完，想要拿藏宝图，又仔细想想，这个时候太急了。他想了想，又说道：这个彩蛋等你攻破京城，我再告诉你。有了那个彩蛋，皇上定会对你另眼相看。谢谢媳妇儿，你放心，我没那么脆弱，一定会拿下京城，回来见你。孙九州看着媳妇儿，他的鼓励就像心中的火苗，让他渐渐燃烧起了希望。走吧，记得你说的，破掉京城再见吧。孙九州一把拽住了他的手，然后从身后抱住了他。谢谢。王小夏身体僵了一下，冷冷地喝道：放开！不放，你本来就是我媳妇儿，我抱媳妇儿有什么错？孙九州赖皮地说道。可下一刻他就悲剧了。王小夏一招反擒拿，把孙九州摔在地上，而后他潇洒地出了帐篷，跟门口的张大开打了声招呼，从帐篷后面溜了。张大开往里面看了一眼，发现将军躺在地上，还一脸痛苦的样子，于是就脑补了。王小夏离开没多久，孙九州从地上起来，他上前晃醒了昏迷过去的杨督军。杨督军迷迷糊糊地打着哈欠，睁开眼看到是孙九州，反倒还不好意思地说道：哎呦，你看我这是太困了，怎么就睡着了？等一会儿到镇上，我给你找个好地方，好好睡上一觉。孙九州一脸笑意地说道，他将所有的痛恨都隐藏得很好。杨督军一听，终于能找个地方好好睡一觉，立马抱着那个木盒子回去收拾东西。把杨督军打发之后，孙九州把张大开叫到身边。如今他身边完全信任的人太少，他想把张瑜和李彤他们几个叫下来，其他没有进过军营的就暂时不带了，免得到时候会出什么问题。将军，我走一趟，接到人我们就跟上。好，那你去一趟，小心一些。在事情没办完之前，那个地方暂时不要暴露给别人。孙九州吩咐完之后，带着雷子去集合。张大开等着将军带人离开之后才上了山。等他上山的时候，天已经快亮了。
山上的官兵也撤了，他一口气来到山坳口，正好看到格桑他们押着边延昭从里面出来。他上前正要打招呼，却见格桑摇了摇头。哈尼拿东西把边延昭的耳朵堵上，格桑才开口说话：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老九哥那边人不够用，让我带张宇他们几个下去帮忙。张大开给格桑大哥说了说大概的情况，这才赶紧进了林子。王小夏原本是想要送格桑的，实在是太困了，一睡下就没有醒来。格桑也心疼王小夏，只是过来看了一眼，便是带着人走了。孙石墨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情况，看着他们带着人进进出出，也不敢问。看到张大开回来，他也热情地迎了上去。大开兄弟，你可回来了呀？张大开看了孙石墨一眼，礼貌地应了一声：是啊，有些事需要嫂子帮忙，我找她去。孙石墨见张大开跑得那么快，什么玩意儿，天天被个娘们牵着鼻子走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闭嘴，当心他们弄死你。原是一巴掌打在自家男人背上。孙石墨心有不甘地低声说道：等出了这个鬼地方，我们就赶紧离开，免得到时候被这些人灭了口。去哪儿？你有什么本事养活母娘俩？要走你自己走，我要跟着他们种药，好日子不过我疯了还差不多。孙石墨听媳妇儿这么一说，也蔫巴了。要说挣钱的本事，他确实没有，不然之前家里也不会穷得叮当响。不过种药材也是门手艺，学好了还真不吃亏，学会了再换地方也不迟。石墨，你还愣在这做什么？早上还得起来跑步呢。不远处的孙杆子看着两口子鬼鬼祟祟的，故意大喊了一声。王小夏很困，但是听说张大开回来，还是顶着瞌睡起来了。听说张大开要把张瑜和李彤4个人带下山，他心里也有了别的主意。耗子，你跟着下去帮忙，若是碰到危险就溜，什么都没有命重要，知道吗？任务完成之后，回来嫂子赏你点好东西。好嘞，我听从安排。耗子现在觉悟很高，耗子成长得很快，等我们搬到山下之后，到时候上人给你说个媳妇儿，好好过日子。王小夏觉得耗子有种蜕变的感觉，心比之前正多了。郭13一听，妒忌地说道：嫂子，让嫂子给我说个媳妇儿呗，我以后肯定努力挣钱。行，那都是后面的事情了。张宇、李彤、许宁、赵卓，你们之前都当过兵，我就不说了。耗子最好不要独处，你们随时有个人跟他在一起。张大开，你记得要跟老九说这事儿。耗子在我这儿可学了不少本事，会对你们起很大的作用，特别是攻打长吴的时候。王小夏刻意提到了这一点，张大开似乎明白了嫂子的用意，这是担心给的那些药效果不太好，让耗子去补刀。耗子，军营里的情况一会儿张大开会跟你说。雷子，你的伤还没有好全，做事悠着点儿，记得你们都要活着回来。王小夏看向在座的每一个人。是。那我呢？从今天开始，你负责带上大开，还有没跟着下山的那些人一起干活，以后他们得听你的。大开，这件事你要跟你兄弟们说说，说他们愿意去当兵，等这件事情完毕之后，也可以跟你们去军营。嫂子放心，我的那些兄弟都会服从命令的。我一直相信你带出来的人不会差的。说完之后，发现郭13有些蔫巴，又鼓励了一番。13，你也不差，加油啊！得到了肯定，郭13脸上露出了笑容。张大开赶着下山，也没再跟嫂子啰嗦，带着郭13去跟那些兄弟们交代，然后跟张瑜他们几个往外走。郭13把人送到林子口，他从身上拿出了2两银子塞给耗子。虽然不多，也是老大的一份心意。老大放心，我不会给你丢脸的。耗子知道老大身上没什么银子，拿着2两银子很是激动。行了，走吧，这个拿上，说不定有用，用法我都写上来。
李老头将个包袱塞到耗子手里，也算是他尽个心。谢谢李老。耗子给李老鞠了躬，这才跟着大家一起出了瘴气林。春天来临，万物复苏，山里多了很多野菜蘑菇，也多了很多可以挖的药材。他每天带着大家操练挖药，跟李老头研究新药。也不知道山下什么情况了，山上恐怕是不好住了，蛇实在是太多了。听到李正书这么说，王小夏才意识到时间过得有点快，也不知道孙九州他们到了哪个环节。要不明儿我下山去看看，说是我们村子那边没有问题了，我们还是尽快搬回去比较好。趁着春天，我们回去开荒种点药材。他说着话，把分出来的药材装到背篓里。这些日子他们积攒了不少药材，只要下面平静下来，这些药材可以运到县城卖成钱。对了，老九他们也需要药材，要不给送点过去。李老头随口提了一嘴，我先去看看什么情况再说，说是需要就给他们送一半过去，价格我给他们算清楚，等他当了大官，到时候再把钱给大家，剩下一半等着县城里没事了，我拿去卖了分给大家。王小夏想着，这些药材都是大家辛辛苦苦挖来的，不能免费跟孙九州他们。孙礼正一听，摇了摇头。老九他们也是为了我们能过上好日子才上的战场，哪有跟将士算钱的？这个我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，没有他们为我们保家卫国，我们也别想过上好日子。孙干子觉得李正书说的没错，就是这个理儿，挣钱的事我们可以慢慢来，但是他们若是需要药材，我们都愿意送过去。郭十三同意李正书的意思，说完之后看向自己的兄弟们，大家也都赞同。这回就连喜欢占便宜的袁氏也觉得是这个理儿，若是不能打走那些敌人，他们就永远得过这样的日子。既然大家决定了，我明天下去看看情况，到时候先弄2辆马车过来，大家再把药材给背下去。王小夏觉得明儿是一定要下山一趟，除了要去看看孙九州的情况，还得看看张道他们是否搬了回来。孙石墨蹲在角落里，有些发愁，下山之后上哪儿找钱。等大家都不说话之后，他低声地说了一句：那我们怎么挣钱重建家园？重建家园肯定需要钱。王小夏虽然从敌人那里撸了一些，可他不能拿出来，免得给大家养成贪婪的习惯。我们也不是每次的药材都给他们送过去，等他们打完胜仗，我们就不用管了。下山的路熟悉，如今体力和速度都比之前好很多。他一口气跑到山下，然后沿着熟悉的路往镇上继续跑。经过孙家村的时候，他刻意看了一眼，没有看到人，也没有听到有说话的声音。他又继续跑，跑了一段路之后，居然碰到了一辆往镇上驶来的马车。他扭头一看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驾着马车迎面而来。哎，孙娘子，居然是你啊！快上车来！赶车的正是和康药铺的伙计田一。田一看到孙娘子高兴坏了，连忙停下马车，招呼他上车来。王小夏以为马车里有人，没想到就田一一个人。他好奇地问道：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胡掌柜呢？胡掌柜最近帮莫掌柜干活去了，前段时间我们的大军打回来了，打仗肯定有人受伤，莫掌柜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关系，供应军营的药草。我这次回来就是把剩下的那些药草都给运过去。田一一边赶着马车，一边继续说道：都需要些什么药材？你可有单子？王小夏追问道。田一从身上摸出了掌柜给的清单递过去。王小夏接过来看了一眼，基本上都是创伤药，还有一些内伤修复的药材。这些药材他们也有不少。他进马车里面，拿出纸币把单子给抄下来。马车很快到了镇上，
田一之前回到了药铺门口，要下马车的时候，王小夏突然想起了张道，便是问了田一一句：“对了，你们可在县城看到张爷？”当初发现不对劲儿，张爷跟我们一起去的县城，听说他家的院子暂时被征用，估计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。王小夏背着背篓去了一趟张道住的地方。什么人？这可是杨督军住的地方。门口的士兵一脸高傲地说道。王小夏看了他一眼，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官爷，我找我家二兄弟张瑜。”原来是张瑜的亲戚啊，你等着。那士兵一听，态度倒是好了不少，没一会儿把张瑜给领了出来。嫂子就来看看你，过来跟嫂子说会儿话吧。王小夏说完，背着背篓往前走了一点。不等王小夏开口，张瑜就把情况给说了说。原来孙九州怕那死太监碍事儿，故意把人软禁在了红砖院子里，让张瑜和李彤看着。孙九州昨晚已经拿下之前的营地，这2天准备攻打京城。王小夏听完问道：“那行，你给我弄辆马车，我把营地需要的药给你送来。可那些药材大家都等着卖钱的，怎么就……这事儿是大家商量好的，不是嫂子一个人的主意。”王小夏知道张瑜的疑惑，张瑜一听明白了，张嘴说道：“其实这次有了嫂子给的法子，我们的伤员不严重，不过止血那些药材比较缺，若是能有就更好了。”“行，你去安排一下，不用带别的人，营地到时候我跟你走一趟。”王小夏听完，果断地做了决定。一路上，两人吃着野菜包子，喝着山泉水，赶了好几个时辰的路，终于到了望城。李彤拿着令牌，他们顺利地来到了营地。李彤直接找的耗子，如今耗子带着军医掌管着营地里的药材。耗子看到王小夏也激动坏了。嫂，他想要打招呼，却见嫂子摇了摇头。少明，你怎么来了？他反应极快地改了口：“给你们送些药材，让人想把药搬下车。”王小夏又给耗子使了个眼色，耗子明白的让2名军医带着士兵把上面的药材先搬下马车，他则是带着嫂子进了自己的帐篷。嫂子，你有什么话要转告将军吗？没有，前方的情况如何？王小夏并不准备见孙九州，这个时候不能扰乱了他的心思。那个阵法很邪门，将军昨天带人想要试试攻破，结果一点效果都没有。不过还好，我们没有损失。耗子把情况告诉嫂子，他现在的身份是军医，但是他可以自由出入军营。将军为了他的安全，还把赵卓安排在他身边。敌军的营地离这边有多远？不远，站在城楼上就能看到，只是去的时候根本看不清他们具体的位置。耗子说到这儿，愁眉苦脸起来。这么一说，王小夏倒是有了兴趣。他让耗子带他去城楼上看一眼。此刻天已经黑了，站在高耸的城楼上，能看到不少断断续续的火光，应该是敌方营地燃起的篝火。从这里看不出什么名堂，说是要找阵眼，恐怕得找到口子看看才行。这段时间，他把李老头教的阵法还有现代阵法结合起来，倒是悟出了不少新的东西。什么时候再去探路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将军让我看好药，大概了解一下情况就行，其他的也没说。耗子摇了摇头。王小夏看了李彤一眼，说道：“我们在这里住2天，你明天就回去吧。”张瑜说了，我跟着您就行。不行，我看那座院子不全是你们的人，张瑜一个人不够，那个人很重要。耗子，你让赵卓现在就把张瑜送回去，赵卓就留在那边。是。李彤服从的拱手应下。王小夏又多看了一眼敌方军营所在处，决定去看看那个阵法。走吧，耗子留下，你跟我去就行了。我们这次不是去打仗，只是在附近看看，不会有什么危险。
他们沿着熟悉的路往前走。王小夏心里估算着时间，大概走到的时候，他们就停了下来。嫂子，您这是？张大开看得出，嫂子这是要单独行动，出来就是要服从命令，树上待着去。王小夏低声的喝道：“是。”张大开严肃的应下声。王小夏很快就离开了他们的视线，然后进了空间。从空间里看东西可以看得很清楚，照着之前看到的方位，他一直往前走，没走多远，看到一棵参天大树，树上有人，应该是敌方的哨兵。既然哨兵在这里，营地就在附近，他爬上大树，在哨兵旁边的树枝上坐下，坐在这里扫了一眼，便是清楚地看到不远处的敌营。他数了数对方的帐篷，能看到有20多个，估摸着对方应该有不少粮草，或者还能搞到一些银两。想到这儿，他高兴起来，跳下树，照着刚才看到的方向一直往前走。走了大概100米左右，便是能看清楚眼前的大营。他进去找了找，找到常武所在的营地，发现他们正在讨论什么时候进攻。王小夏看了一眼地图，地图很详细，这么详细的地图多半是之前那个叛徒提供的。他听了一会儿，看到有士兵给他们送来大盘烤肉，还有2壶酒。他趁着所有人没注意的时候，将药放到了2壶酒的里面。看着他们喝下酒之后，他进了旁边的帐篷。一般主帅的帐篷离义师的帐篷最近，他就在附近的几个帐篷里翻了翻，把里面的银子都带走，随后拿出几个药瓶，挨个的在篝火里放下药粉。做完这些，他又找到他们放粮草的地方，把里面的一小部分粮食装到空间备用。做完这些，他就照原路离开。酒里的毒药不会太快发作，火堆里的那些药粉会更慢一些，所以等着清晨大家睡得最好的时候动手最合适。而此时，在不远处大树上张望的张大开心急如焚。已经1个多时辰了，嫂子还没有出来，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啊？他有些等不住，从树上跳了下来。人影渐渐靠近，张大开看清楚是嫂子，一脸激动地迎了上去。赶快回去啊！清晨攻打敌军大营，不能骑马，不然会惊扰到他们。走，我们得马上回去。王小夏一边说，一边开始朝城门口的方向跑了起来。张大开虽然不知道嫂子做了什么，但是以他对嫂子的了解，嫂子不会拿将军的前途开玩笑。2个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到城门口，去把老九叫来，我就不进去了，喘口气。张大开应了一声，留下其中一个士兵在这儿陪着，免得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。士兵好奇地看着王小夏，王小夏自然也知道他因为什么好奇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不用太好奇我是谁，能打胜仗就行了。”你说的是。士兵见老大都对这人恭恭敬敬，自然也不敢怠慢。大概1盏茶的功夫，孙九州带着士兵出现在了城门口，他连忙跑了过来。来了。眼见旁边有个士兵，他没有喊媳妇儿，刚巧给你们送药，碰上就看能不能帮忙。走吧，我已经找到阵眼了，天亮之前动手，先把人都带过去，动作要轻，他们有哨兵，靠近之前先锋全部伪装好了再行动。王小夏干脆地把要求给孙九州说了一声。孙九州感激地看着媳妇儿，听完之后让张大开去准备，而后他跟在媳妇儿的身边小跑着往目的地前行。王小夏带着他们到那棵树边就停了下来，再往前走。那么多人，即便是动静再小，也会被放哨的人看到。大开，背上几把弓箭，带着你的人跟我走。老九，你跟其他人一会儿收到信号再来。他完全把自己当成了这场战斗的指挥官，发话都干净利落。是。众人看到向来霸气的将军，如今对一个人如此言听计从，
全都很好奇这人的身份。张大开带着自己的10来个人相互帮忙，找来树枝树叶，做好身上的伪装，这才跟着王小夏往前走。孙九州等媳妇儿他们离开之后，转头扫了一眼，随便找了个理由说道：这是本将军刻意请来破阵的高人，大家静静等着便是。原来是将军请来的破阵高人，众人明白了王小夏的来历，也就没人再大惊小怪。只有雷子知道他们的嫂子是多么厉害的人物，有些本事甚至已经胜过他们将军。王小夏带着张大开他们一路走走停停，他们分开2个小队，王小夏和张大开每人带一批人。一路上他们不能说话，全都用猫头鹰的声音做暗号往前走。到了那棵大树下的时候，他们找地方集合。王小夏给张大开做了个手势，张大开把许宁给点出来。他们都熟悉，默契程度也很好。许宁先从一个方向朝树上的哨兵扔出一个石头，哨兵低喝一声：谁？树上的2个哨兵都被吸引了视线，趁这个机会，张大开和王小夏从另外2个角度朝上面的哨兵放2箭。砰砰，2人身体落地，没等到他们喊出声来，直接被抹了脖子。干掉哨兵，3个人上了大树，在大树清楚地看到那些帐篷。张大开激动地低声说道：原来阵眼就是这棵树，奇怪，他们好像没士兵巡逻。发信号，这些等打完之后再跟你们说说。王小夏知道张大开对阵法也好奇，拍拍他的肩膀跳了下去。张大开对着下面学着猫头鹰叫唤几声，树丛中的人跟着一起学起了猫头鹰的叫声。寂静的夜，这样的声音很清晰。收到媳妇儿那边的信号，孙九州带着人勇往直前。王小夏等着孙九州他们的人到了地方，带着他们往营帐的方向狂奔而去。此时敌方巡逻的士兵早就中了药，至于长吴那几个早就晕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。王小夏想从长吴嘴里找到叛徒叛国的罪证，才没有直接下死手。将军，那些士兵好像都中毒了。几个士兵相继来报，中毒就对了，大家先把那些火熄灭，火里面我都放了药粉。王小夏吩咐一声之后，带着孙九州找到长吴他们的议事帐篷。孙九州和雷子进来之后，看到的是他们之前的布局图。2人怒火狂燃，不用说，这肯定是那个叛徒给的。行了，现在不是愤怒的时候，把长吴抓到另一个帐篷，我催眠试试。王小夏知道他们的愤怒，孙九州拽紧的拳头松开，上前将如同一滩烂泥的长吴扛到肩膀，出了这边的帐篷。你去把耗子叫来，我顺便教他催眠术，以后对你们会有用。王小夏突然觉得把耗子留在军营会是件好事，但这也得耗子同意才行。耗子一听嫂子要教他催眠术，高兴地跟着雷子就过来了。等着耗子进了帐篷，王小夏给长吴喂了一颗丹药，强喂下去之后，长吴缓缓地睁开眼睛，看得出这人的意识还没有完全清醒，而这个时候用催眠的效果是最好的。王小夏看了耗子一眼，耗子明白地点了点头，他才打了个响指，哼哼起催眠曲。长吴，你的玄武布阵图是谁给的？敌方副将高人送来的。你们的交易是什么？金矿。金矿？孙九州听完瞪圆了眼睛。什么时候有个金矿呀？为何他什么也不知道？啪嗒，王小夏打了个响指，结束了催眠，因为答案已经摆在眼前。王小夏结束催眠之后把人打晕，随后看向耗子问道：你可听清楚了？听清楚了，就是那曲子，我……耗子还没有完全记下，这个容易，
一会儿我再教你几遍，你记住，人在迷糊的时候最容易被带入催眠状态的。有些人意志坚强，要进入这种状态需要用些药物，比如说特制的迷香。我一会儿给你些，希望你以后能用这些帮到老九。王小夏扔出个诱饵，看看耗子上不上钩。扑通，耗子机灵地跪在地上，先给嫂子磕了3个响头。师父，徒儿一定不会给您丢脸，会好好在将军身边成长的。你当真愿意继续留在军营？王小夏知道耗子是个聪明的，脑子比郭13还好用。师父，在军营的这段时间，耗子想了很多，以前都感谢不着边的事情，如今可以做些正事，既能学到新东西，也能帮到将军。耗子是真心愿意留下来的。耗子一脸真诚地看向嫂子和将军。王小夏很满意耗子的悟性，伸手将他扶了起来。既然你想清楚将来的路要怎么走，我就收了你。等把手上这件事情办妥之后，你就回来住上一段时间，我会把一些东西教授于你。多谢师父。耗子高兴坏了，终于能拜师了。行了，你先回去，我有些话要交代将军。王小夏摆了摆手，教授医术的事情可以等等，另一件事要及时处理。好的，师父。耗子听话地走了出去。这一走，孙九州就激动地拽住了媳妇儿的手。媳妇儿，有没有哪里受伤啊？正经点，接下来的话你可要好好记住了。王小夏甩开孙九州的手，危机还没有解除之前，要做的事情太多了。是，都听媳妇儿的。孙九州坚定地说道。王小夏无奈地瞪了孙九州一眼，回过神，嘱咐道：你马上带着耗子和许宁今晚就走，把常务送到玄武城，找到格桑，让他想办法带你去见皇上。这是金矿地图，我在卞银昭身上得到的。你要在太清王之前把金矿的消息告诉皇上，免得他把功劳抢走。金矿的事情禀报完毕之后，你得尽快把高人的罪名坐实，安建那张人皮带上，说不定逼供的时候用得上。张大开要留在营地跟那死太监周旋，你们离开之后，我会去一趟红砖院子，让死太监病一段时间。等你们的消息回来之后，再看怎么处理那个死太监。孙九州目瞪口呆地听着媳妇儿把计划说完，真想知道媳妇儿这脑子到底是什么做的，所有事情都想为他想周全了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走啊！时间就是你的命！王小夏恨铁不成钢地吼了一句。媳妇儿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孙九州知道朝中的争斗可不比战场差，更何况他的对手是太清王。这件事儿若是不把控好，即便是手上有足够的证据，也未必能翻盘。王小夏跟孙九州离开帐篷之后，就找到张大开。孙九州离开之后，这里会交给张大开。为了避免特殊情况的发生，他们必须串好口径，免得到时候露了马脚。张大开一听事态严重，留下一批人打扫战场，带着一小批人跟着将军先回营地。这样一来，所有人都看到将军回营地。到了营地之后，才另外安排马车。孙九州连夜带着俘虏离开，有耗子跟着，王小夏不担心常无能搞出什么名堂。他也不能继续待在这里，等着张大开把事情安排好之后，他要了一辆马车，独自回桑木镇。嫂子，要不要？张大开担心嫂子一个人回去不安全。放心吧，嫂子的身手你难道还不知道？王小夏拍拍张大开，说完之后扫了一眼营地，又低声说道：多发展几个你们真正能够信任的人，一定要经得起考验的。嫂子放心，这些将军都交代过。张大开低声回了一句。王小夏听完，放心地上了马车。军营里没有什么吃的，张大开就给他带了一些烤肉，还有一壶的水。他回到桑木镇的时候，已经到了下午，没有半点停留。他直接来到了红砖小院子，门口的守卫见他来过一次，不用他说话，
那守卫就进去把张宇给叫了出来。张宇看到嫂子回来，故意找了个借口说道：你有的东西我让人给你买了，走走走，我带你取去。王小夏明白地跟张宇走到旁边那条巷子。进了巷子之后，王小夏也没啰嗦，把要做的事情吩咐好张宇，又给张宇塞了个药瓶子。哎，嫂子放心，我们一定把那死太监看紧了。张宇知道打了胜仗，心里高兴，一脸严肃地保证道：我先回去了，留意一下院子里那些人，说是发现有死太监的心腹，也让他们好好睡上一觉。王小夏出来那么多天，得回去一趟。张宇认真地把话给记了下来，又给去院子里搬了2袋子粮食给嫂子带走。王小夏赶着马车离开小镇，他先回了一趟孙家村，逛了一圈，发现村子里一个人都没有。他又去大孙山下看了看，大孙山下居然有人。听到有马蹄声，孙明东赶忙让磊子出去看看。磊子手里拿着木棒，打开门就冲了出去。什么人？想做什么？他凶神恶煞地大吼了一声。王小夏看了一眼，发现是明东叔家的磊子，便是自报家门：我是九州家的。磊子走近一看，还真是九州媳妇儿。他回头大喊了一声：爹，是九州家的。孙明东一听，拄着拐杖出来看个究竟，身边还跟着媳妇儿田氏。田氏赶忙扶了一把，生怕他又摔倒了。真是九州家的，活着就好啊。他说着话，眼睛就湿润了。明东叔，您这腿……王小夏看着孙明东热泪盈眶，其实已经猜到肯定是发生了什么。孙明东长长的叹了口气，说道：逃难的时候遇到那些流民打劫，不小心摔了跤，差点命都没了。可不是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还非得回到这里。如今村子也不敢住了，只能住这地方。田氏郁闷地看着自家老头，一脸的伤心。不回来，我们还能去哪儿？身上也没银子。即便是现在玄武的兵打了回来，外面到处还是乱的。孙明东也想找个好去处，可他很清楚，走出这个地方没银子寸步难行。战事暂时停止，但是战后修复要做的事情太多了。王小夏扭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村子，虽然他来的时间不长，可村子里有他和孩子们的心血，他心里也不好受。九州家的，你们搬到哪里去了？孙明东问了一句。不远，我们要搬回来的。李正叔跟我们在一起，你们不能住在这里。之前有几个村民打雷雨天被雷给劈死了。王小夏看了一眼这些残留的木头屋子，春天雷多，这地方还真不能住下去。若是要盖房子，只能选在这边坡下，至少遇到紧急情况不用翻过山坡。磊子一听吓坏了，赶忙看向爹，说道：爹，那我们搬回村子住吧。别搬到坡上，在山下找个没人的人家暂时住下。这2人我会带着李正叔他们回来，我们要另外选个地方把村子给搭建起来。王小夏说着话，目光一直扫着坡下的地方。坡下平坦的地方其实不少，大家把两边围绕起来，把屋子一条直线的盖过去，虽然有点挤，也比在山坡上强。你说的倒容易，如今庄稼种不了，饭都快吃不上了，上哪有银子盖房子？磊子媳妇儿也跟着走了出来，鄙视地看了王小夏一眼，根本就不信他的话。王小夏也不解释，也没有力气对牛弹琴，他要赶回去好好的睡上一觉，再回去跟大家商量一下什么时候回来。闭嘴！孙明东瞪了儿媳妇儿一眼，他知道九州媳妇儿的本事，又问道：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李正大哥回来？尽快吧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啊，这个给你们，我要走了。王小夏说完，从马车上拿了一袋粮食下来给明东叔，这些粮食你们收好了。
磊子和媳妇儿看到一大袋粮食都傻眼了，那么多粮食，九州家的给他们，这是在哪儿发财了？啊不，这太多了。孙明东知道现在粮食多贵，有钱还不一定能买到。明东说：“你照顾了我们那么久，我还一次人情也正常。”王小夏微微一笑，跳上马车，赶着马车往莲花村去了。我先跟大家说一件事情，其他的事情等我想明白再安排。实在是太困了，希望大家能够担待些。王小夏觉得要整理一下脑子里的东西，免得说错话，让公公婆婆更加担心。你说，我们都听着。孙立正看上去镇定，其实是非常紧张。我刚才回了一趟村子，明东叔一家回去了，就住在大孙山下。我已经让他们去山坡下面找地方住下。我们的房子不能建造在大孙山下，那里依旧是雷电地带，即便是我们要建造砖瓦房子也会出问题。我看了一下地形，我们可以把房子建在小坡和大孙山的中间。实现建造房屋虽然有些拥挤，但是比较安全。王小夏先把建造房屋需要注意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孙立正和孙青毛他们都知道山里的秘密，而且他们也见识到大孙山下出的事情，都同意了王小夏的安排。行，那我们明天就回去，还是怎么样啊？三屯叔追问道。明儿早上开始，一小部分人留下，其他人回去村子先盖几间木屋。记得，木屋要盖在同一块地方，不用盖太多。一开始大家挤一挤，够我们所有人住就搬回去。回去之后，我们再另外盖需要的房子。王小夏心里考虑着要不要把烧砖的法子告诉他们。之前他没这个打算，怕太过锋芒给自己惹麻烦。可如今大家也见识到他的本事，就没有必要再躲躲藏藏。正说着话，周氏端着热气腾腾的面条进了山洞。闻到面条的香味，王小夏彻底没力气说话了。见状，大家都沉默下来，静静地等着王小夏把面条吃完，汤喝完。李正说：“我暂时没有什么要跟你们说的。马车的车厢在山脚下的一个山洞里，里面有粮食，你们一会儿安排人先把粮食搬回来。山洞口有棵板栗树，我在树上画了个圈，记得每天回来的时候把车厢放回原来的地方。大家动作要快些，山下村子估计很快也会有人住了，到时候马车就没有地方放了。”王小夏把要交代的都给交代好了，打了个大大的哈欠，脑子已经犯迷糊了，身体往后躺了下去。娘！老四吓了一跳。别喊了，也不知道这2天他在外面有多奔波，他太累了，给他好好睡上一觉。王氏看着九州媳妇儿那么疲惫的样子，可是心疼坏了。所有人都静静地退出了山洞，如今不用担心外敌入侵。山洞里剩下几个孩子守着王小夏，其他人都跟着孙立正去外面商量重新建造村庄的事情。郭13见他们要回村子，有些担心地看了孙立正一眼。他们以前都是土匪，真正安定下来，这些人会不会嫌弃他们？王小夏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3天的中午，这一觉睡得真舒服。若不是饿了，他还能再继续睡。像这样耗体力的事情，以后恐怕还能碰到很多。他得研究一些可以补充体力的丹药，这些李老头可能会知道。走出山洞，男人们大多都不在，连公公和三屯叔都没看到。王氏告诉他，大家都去盖房子去了，到了傍晚的时候就会回来，估摸着还有2天，大家住的木屋子就能盖好。娘，我看13叔这2天心情好像很不好，也不知道怎么了。老四凑过去说了一句，王小夏仔细想想，大概猜到郭13的焦虑。其他人还好，可他以前是土匪头子，他害怕下山之后这些人不管他。毕竟神心这种东西真的说不好，特别是像孙始墨这种人。没事的，
晚上回来的时候，我跟他说说。王小夏拍拍老四，而后去找李正叔。经过这段时间的休养，孙李正的身体好了很多。因为要搬回去的事情，他心情好了，脸上还能看到红润。九州家的起来了。孙李正拿着炭笔在写画画，以前很多字他还认不全，跟着大家读书写字那么久，他现在认识的字可多了不少。王小夏看到李正书画的像是村子里的布局图，上面标得很清楚，却在耕地那里停住了。李正说，那些耕地可以种药材，不过也得看人家愿不愿意，不愿意我们也不要勉强。王小夏大概猜到了李正书的心思，话倒是没错，王小夏也是怕万一。放心吧，今晚开会就把这件事提一提。13他们干活卖力，这也是大家看得见的。孙李正明白九州媳妇儿的担心，他能做的都会做。有了李正书的话，王小夏也不再说什么。他想着烧砖的事情，以后会是个不错的活计。他打算把这活计交给郭13，让郭13心里有些底气。到时候就算在村子里住下来，也没人会说什么。傍晚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回来了。郭13看上去有气没力的样子，看得出明显是心情不太好。孙李正和王小夏把一切都看在眼里。吃了饭过后，孙李正就开会表明了态度。孙石墨原本就担心郭13他们若是住在村子里，会不会分了大家的地。如今李正书说不分，他也就放心了。至于他们怎么生活，他才管不着。郭13心里有些憋屈，没有地根本就没法立足，他们这些人吃什么？平时挖药打猎都可以，可到了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，他们吃什么？不仅是郭13担心这个问题，刘屠夫两口子也有些烦恼，特别是张氏，他的身体还要养，可他们不能老是依靠王小夏，得找个挣钱的生计。张姐、姐夫，你们不用愁眉苦脸的，回到村子我们还有大把要做的，张姐好好养着就是了。郭13，你跟我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王小夏给张姐和姐夫吃了颗定心丸，把郭13叫到别的地方说话。郭13看着嫂子，心中的憋屈都涌了上来，嘴里滔滔不绝地说道：这挖药和打猎虽然都能挣钱，可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。没有地，我们那么多兄弟怎么活呀？我教你这个本事，但是你不能说是我教的。这本事能让你们在村子里立足，但是不用靠这些养活大家。等我们安定下来之后，我会开个作坊，做药做香囊，到时候你们这些人就在作坊里干活，不会亏待你们的。王小夏把心里的打算跟郭13透了个底儿，让他安心住下来。郭13一听，眼睛一亮，好奇地追问道：嫂子要教我啥？烧砖。郭13愣了一下，然后跪在地上连连给嫂子磕头。您就是我郭13的再生父母，以后上刀山下油锅，只要我郭13能做的，一定给您做到。烧砖呐，若是学会了，那可不是温饱的问题，完全可以把生意做大起来，比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强多了。行了，起来吧，教你这个不是让你发财，只是让你们能在村子里立足罢了。王小夏又重复刚才的话。郭13抬头看了嫂子一眼，这才明白了嫂子的意思，他听话的点点头。回去吧，人勤快一些，脑子灵活一些，哪里都能活，就看你要怎么活罢了。王小夏说完，找李老头说起那可以提升体力的丹药。李老头听完，认真的想了想，还真想到了一个丹方，他将方子写下来交给师傅看看。王小夏看了丹方上的药材，这只是普通的提神丹方，估计不能达到他想要的效果。关于丹药的书太少了。李老头说，他手上那几本已经算是世上少有的，而他想得到更厉害的丹方。小主，空间升级到1000平米，地图第3次升级，
能找到灵芝、人参品类的药材，会得到1亩灵田、1池灵泉水，以及1本绝妙丹方。脑海里突然浮现了一段文字，让他眼睛一亮。现在的空间只有250，要升级到1000平米，还需要7500两银子。他上哪儿打劫去啊？这段时间倒是瓜分了一些银两，也补充了很多东西，就剩下不到300两银子，连7500的尾数都没到。可是这次给的条件真的很诱人，先别说那本绝妙丹方，光是那灵田和灵泉水就非常诱人。说是空间里能种药材，找些人参灵芝种进去，就不用担心会缺药，而且这东西拿出去都能卖大价钱。可7500两大缺口怎么填？对了，金矿，他可以去金矿那里看看，说不定能有什么收获。趁着现在玄武这边还没有派官兵过去，他可以趁那些人还没有过去之前捞一笔。就这么安排着，反正在空间里吃住也不会被人发现。不过他得去镇上买一些好点的锄头、匕首什么的备着。有具体的地图，找到金矿所在地不难。有黄金的地方一般都会出现碳金草，碳金草越多的地方，地下的黄金就越丰富。关于这一点他还是有些经验的，毕竟挖金矿这种事情他也不是没做过。那次被敌人抓住扔到金矿做奴隶，差点就要了他的命。回来之后，他就带着把郭13带到小孙山脚下，把烧砖的步骤跟他说了好几遍，确定他都记下来。他就让郭13带了几个人过来，一起鼓捣出了一个小砖窑。今晚开始，郭13几个就留在村子里，不用回去了。大家也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，所有人都默契的没问。这晚，他们在砖窑旁边搭建了2间木屋。山脚下打雷下雨的时候别来就行，平时来干活还是没问题的。烧砖这活王小夏算是比较熟悉的，而且不管是小孙山还是大孙山，山里都有红泥，这种红泥烧出来的砖颜色好看，而且很耐用。第二天傍晚的时候，第一窑砖出土，效果还算不错，5成的砖是能用的，剩下5成都有裂开的地方。王小夏仔细检查了那些裂开的砖，又去看了看那些泥土，一时半会儿没琢磨出原因。不过有一半能用也是不错了，至少不用再担心没砖盖房子。13，方法你自己知道就行，谁也不能说。操作的时候每个人做什么都必须要分开，明白吗？王小夏把事情跟郭13交代清楚，他暂时可以把控郭13，但是其他人就难说了。郭13明白人心，即便是这些人都跟着他做事，见到银子之后未必不会有小心思。其实他也会，可是他知道嫂子的本事，若是背叛嫂子，光是老九哥就不会放过他。嫂子放心，你的话我一定会好好记住的。他认真的给嫂子保证道。那就行，去休息吧，明儿一早你就拿着砖去找李正说，该怎么说就不用我教你了吧。嫂子这么相信13一定不会让嫂子失望的。郭13说完，拱手行了个大礼。王小夏见郭13有这样的觉悟，也就没有再说什么，摆了摆手回去睡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孙李正就一脸高兴地召集大家，把郭13烧砖的事情跟大家说了。郭13答应给现在的每户人家免费烧砖，至于后面回来的，可以用市场3成的钱在他这里买砖。3成这件事只能保证1年，1年之后本村的人买砖可以按照市场价格8成卖给大家。听到这些话，大家都很高兴，而且这2天也陆续回来了好几户人家，都为赶上这样的好事而高兴。孙李正让大儿子把每户人家都登记好，
人家免费给烧砖，也不能让人家白干活。等以后大家好过一点之后，全都按照1成的钱返还郭13。这个提议大家都同意，反倒是让郭13心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毕竟这活是嫂子教他的，他也只是照做罢了。现在要收钱，好像不太好。既然是给你的，你就好好拿着。兄弟们挣到钱了，你这个老大才有意义。王小夏见郭13看着自己，说明这小子不是个贪的。好，听嫂子的。郭13见嫂子开口，这才敢答应收钱。王小夏见大家干劲十足，他打算再拿些粮食出来，然后离开1个月，理由他也找好了。李正说：爹娘，有种药材我一直在找，但是这些山里都没有，我得出去一段时间，少则1个月，多则1个半月就会回来。嫂子，我们陪你去吧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郭13有些不放心地说道。对呀，娘，我陪你去。老二也跟着附和道。王小夏知道他们肯定是要跟着，也找了别的理由。不了，除了去挖药，我还要去拜祭我师父，还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师父的忌日了。听到这话，所有人就没再追问，毕竟这关系到人家师父的忌日。李老头醒目地看出师父离开恐怕还有别的事情，便是帮着说了一句：师父，您出门小心一些就行，家里的事情小老儿会帮着看着点。行，一会儿我画张图，到时候家里的院子按照图纸的盖好，另外就是盖个作坊，等我回来去县城看看。李老头也去看看大家的田地适合种什么药材，这个不用等我回来，看好了就种下，当然不愿意的都不勉强。王小夏也说了一声，实在是田地不够，大不了去山里开荒。我们家全都种药材。孙青毛第一个表态。我们家也是，就是我家人手怕是不够用。孙三屯也跟着表了态，不够用可以出租给13他们，可以3-7分，这样他们也有地能种，地也不会闲置下来。哎呦，这法子好啊，我们家的地也多，到时候可以租点给他们。孙大亮也在旁边说了话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出了村子，到了镇上，他得多买几把挖矿用的工具，还有需要的干粮。1个多月的时间，需要准备的东西不少。在镇子上逛了好大一圈，把该买的买齐了。他出了小镇，等到一辆往望城方向去的马车，他直接坐在马车上，看看风景，顺便看看地形。反正躺在上面，他也不用担心掉下去。大概1个时辰之后，他来到了山脚下。这金矿就在山坳里，不过他发现山下有营帐，他留心地进去看了看。这是青龙国的兵符，应该是青龙国另外派出来的守将。这守将还真聪明，选在山脚下的扎营。若不是孙九州要去证明清白，乘胜追击京城，恐怕早就拿下来了。不过好饭不怕晚，既然碰上，那就不能漏了。他先找到他们的议事帐篷，这次主帅叫彭虎，5大3粗，身上的气势很不一般，一看就是一个猛将。也不知道这人擅长什么，不管了，先去各个帐篷搜刮一通，再把粮草给卷走，让他们乱一乱，暂时没空攻打玄武就行。但是这种事情白天不好干，得晚上再来。他先去山坳里找到金矿所在地，图纸上标出的地方果然看到了很多金草。金草越茂盛的地方，下面的金矿就会越多，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。他又在附近看了看，确定没发现猎户，拿着小锄头开始在金草茂盛的地方开始挖。没挖多深，果然见到了金疙瘩。他将金疙瘩收到一个篮子里，又继续挖。挖完之后，不忘把这些泥土给埋回去，免得太多坑，真有人进来会发现。不远处的地方，他发现了一条小溪，溪水应该是山上流下来的。他进去洗了洗手上的泥，发现溪水里居然也有金矿。
看来这地方的出矿率估计很高。哼，真是便宜玄武朝了。空间放了几个藤篮，还有盆子，只能用这些工具把小溪中的矿石给筛一筛。筛了几次，发现里面找到了金疙瘩，大多是指甲盖大小的。他去林子里找些藤条，编制出了一些适用的筛子。第一天的任务就是把工具准备好，一直忙到太阳下山。不过今天还有重要的事情，他没急着继续干活，而是去了山脚下的营帐。此时营帐里篝火闪烁，彭虎还在跟他的副将们研究着营救计划。桌面上摆着望城的布防图。王小夏进去听了听，觉得这个彭虎的脑子似乎没有安建好用。哎，将军帐篷刚才是不是有人进去啊？难道是我眼花了？之前那个士兵揉了揉眼睛，皱了皱眉头。好了好了，走，咱们喝酒去。另一个士兵说完，转身就出去了。王小夏等着两人彻底离开，才开始翻找银两。找了几个地方，倒是翻出了1000两银票，还有100多两银子。不错，彭虎比安建有钱。放好银票，他又去旁边的几个帐篷翻了翻。等他收工的时候，已经到了午夜。或许是那些人太过疲惫，也没有想过营地里还能有贼，回到帐篷也就睡了。王小夏稍微等了等，等到午夜的时候，他给彭虎下点料，再去杀几个官兵，然后才把粮食给搬空。做完这些，他烧了把火，先烧的就是放粮食的几个帐篷。为了能让火势大些，他撒了些油，让人看上去是从里面烧起来的。闻到油的味道，会让敌军以为有人故意要烧他们的军粮，最好是他们以为是内贼，这样又能让他们乱一阵。只要他们乱了，也就暂时没有心思救人和打仗了。